今年粮价不错，卖了个好价钱。哎呀，可不是嘛！多亏新来的县令大人压住了那些黑心肝的粮商们，不然咱们哪能这么顺利啊？今年是个丰收年，小河村的村民们卖完粮之后，脸上总算有了些笑容。唯老柳家不一样，他家老大揣了卖粮的钱去赌，输光了不说，还借了印子钱。我怎么就穿越到这么穷的人家来了？这头晕脑胀浑身疼，应该是高烧了吧？你个挨欠刀的，给我起来！装什么死啊？放开，疼！刘仙儿头皮被老钱婆扯得快掉了，疼得她灵魂出窍，眼泪狂飙。胡爷，您看这闺女，她模样好，身条也好呀。像她这般模样身段的，那卖去窑子少说得20两银子。院内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为首的汉子十分高大，面容冷峻。刘老大被一凶巴巴的汉子踩在脚下，汉子手里的柴刀就搁在刘老大的手腕上。陈虎冷冷瞥了一眼柳杏儿，柳杏儿顿时感觉灵魂都在战栗。他快死了。这不还没死吗？哎呀，命贱的人好活！您看您也没个婆娘，把她弄回去当婆娘，她指定能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她勤快又会伺候人，您就是打着灯笼去找，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儿。第8两。柳婆子一听8两，下意识就要讲价。这也太少！你再磨叽下去，他就死了，8两都不值了。娘，8两就8两吧。娘，立刻去给他钱呢，不然儿子的手就保不住了。赌方规矩，10两银子一条胳膊。老三，动手。这话音一落下，汉子忽然将柴刀高举，所有人都吓得往后退了几步，有胆小的更是捂住了眼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欠条上写的明明白白，钱还不上，胳膊腿来凑。别砍，我给钱，我给。钱到手，陈虎扛起柳杏儿就走。刘老婆子给了钱，心疼的哟，像是在挖他的心一样。哎呀，老娘攒了一辈子，就只攒了10两银子，结果一下子全没了。哎呦，早知道啊，就把那个丧门星早点卖进窑子，还能有2两银子的事儿。被陈虎扛在肩头的柳杏儿听着老钱婆越来越远的哭嚎声，不知道该庆幸没被卖进窑子，还是该害怕未知的未来。哎呀，这么轻，老子警告你啊，敢死了让老子亏本，老子就把你扔进山里喂狼。妈耶，亏本是啥意思啊？这男人难道像老钱婆说的那样，想将我养伤一样再往窑子里卖？不行，我得想法子，可不能被卖进窑子。不行，我得想法子，可不能被卖进窑子。这个陈虎原主的记忆里有，他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当年一个村子出去了20几个人，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从此靠打猎和收账为生。这个人凶狠毒辣，前头打死了3个老婆，凶名在外，10里8乡没人敢嫁女儿给他。且别看他又能打猎又能收账，可家里有3个儿子，一个在念书，一个病恹恹的，一个瘸了腿儿。这么大的负担，陈虎再能挣钱，也是家徒四壁。真是刚出穷窝又进穷窝。都说抓住男人的心，就先抓住男人的胃。但问题是，这陈家也要有东西给我霍霍才行吧？小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若我像别的穿越女那样有卓绝的医术就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凭借医术说服陈虎不卖我了。刘杏儿上辈子是个美食博主，想来想去，她如今能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让男人留下她做媳妇。哪怕是面对被打死的风险，也比被卖进窑子里强。等身体好了之后还能跑的呀。心里有了初步方案，柳杏儿的精神就松懈了下来，一松懈，胃里就翻江倒海，脑袋也晕乎得更加厉害起来。我难受。蚊子似的叫声跟春天里被微风吹起来的柳絮似的，让人耳朵痒痒。真麻烦。陈虎硬邦邦地哼哼一句，但肩膀一侧，手一翻，柳杏儿只觉得眼前一花，人就到了男人怀里。男人的胸膛宽阔又厚实，靠在上头硬邦邦的，清秀之下有一股子皂角的清香。柳杏儿忽然就有一种这人可以依靠的错觉。男人的胸膛宽阔又厚实，靠在上头硬邦邦的，清秀之下有一股子皂角的清香。柳杏儿忽然就有一种这人可以依靠的错觉。不管感觉会不会骗人，柳杏儿这会儿也闭上了眼睛。她真的是太难受了，她不放心也没招，祖上鱼肉没资格发表意见。嘿，老大，这娘们竟然不怕你啊！
老大，你在村里可是能治小儿一体的存在，大姑娘小媳妇的，老远见着你都要打摆子呢。这女人不会是烧糊涂了吧？在你怀里都能睡得这般香甜啊！叫嫂子。老大，您真想好了。照我看啊，县里卖酒的那个陈寡妇就不错，不但不怕你，而心里眼里都是你啊。还放话说了，只要你肯娶她，他爹留下来的酒铺就归你。你乐意你去？我倒是想啊，可人家看不上我。滚吧，去赌坊交账，差的钱跟账房说，从老子这个月的抽水中扣。赶走了宋老三，陈虎就加快速度往家里赶。爹，你回来啦！破败的茶门口守着一个小孩，远远看到陈虎，眼睛就是一亮。然而当他看到陈虎怀里的柳杏儿时，笑容就消失了。已经是深秋时节，孩子还光着一双脚丫子。柳杏儿在心里对陈虎再度打了个大大的红叉。不愧是打死了3个老婆的男人，自己人模狗样，却对孩子这般差劲。以后她就是你们娘。陈虎说完就越过孩子进屋。我们不要娘！他冲着陈虎吼，杵着拐杖扭头就走，进屋便使劲甩门。陈行，你给老子滚出来！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谁这么就爱说话的？柳杏儿吓得一抖。我操，太凶了！我真的能熬到偷跑的那一天吗？这回不是给我二哥看，是给他看。说完就气哼哼地跑掉。徐郎中在家就听说了老柳家的事儿，他是村里少有不怕陈虎的人，毕竟他也给陈吉看过好几年的病了，陈虎从来对他都是十分有礼。病拖得太久了，很凶险，不一定能救回来。你可跟柳家人立了字据，若是没有立字据，就把人还回去吧。8两银子呢，可不少啊。还请您尽量给治一治。那行，我打了药，先给你配上一副，就今日分3次吃。明天一早呢，我再来瞧瞧他，若是有起色，再另外给他配药；若无起色，就只能准备后事了。若他好了，你打算如何处置啊？柳杏儿是个好姑娘，你若打算卖，千万不要卖去窑子，那地方毁人。她好了，我娶她做媳妇儿。你是该娶个媳妇儿帮你操持这个家了。柳杏儿若能好起来，的确是个好人选。徐郎中出屋去外头翻他的药箱，来之前就知道柳杏儿是风寒，因为在前日柳杏儿洗衣服的时候掉进了河里，不知被谁捞起来放到岸边，后头就听说她起了高热，老柳家不肯帮她请大夫，就连她说可以赊账，老柳家也不肯让她给看病，逼得刘老二2口子带着儿子回江氏的娘家借钱。原来他们是想要柳杏儿抵赌债，故意不给治，故意逼走刘老二2口子的。我打听到县城的回春堂下个月要请从宫里退下来的老太医去坐诊2日，不如你去打听打听，若能带你家老二去找太医看看，说不定有的治。只是我听说诊费得200两银子。200两银子，也不知陈虎能不能拿出来，便是能拿出来，又敢不敢用200两去打水漂？给你娘熬药，别耍花样啊！她可是8两银子抵来的。爹，我乖乖听你的话，认她当娘。你会带着二哥去回春堂找太医治病吗？会。陈行抿了抿嘴唇，决定自己再少吃一点，省一点。你再敢将老子给你的衣裳鞋袜卖了换钱，老子就不带老二去找太医了。走到灶房门口的陈行闻言，身形一僵，蔫了巴巴的应了一声。陈虎从墙角拿了一根打了补丁的麻袋，往肩上一搭。老子我出门一趟，你把家守好，隔一会儿去给你娘换下额头上的布巾子。她要是死了，老子就花20两再买一个回来。哦，陈行沮丧地捡起柴火往灶堂里塞，越想越气。真是的，就不能不要媳妇吗？媳妇有啥好的？平白多一张白吃饭的嘴不说，还打人骂人，成天总想着跟小白脸跑。陈行的腿就是发现第2个女人跟小白脸跑，他去追，被小白脸推下山坡摔瘸的。陈虎去了镇上，他先去当铺给陈行买鞋袜衣服，这里的衣服鞋袜相当便宜，能用极低的价钱淘换到比较好的东西。有没有陈虎想问有没有女人穿的，但话都到嘴边了，他还是咽了回去，给钱走人。从当铺出来，陈虎径直去了布庄，扯了些红布，又扯了些碎花布，买了些棉花，再去银匠铺子买了一根银簪子，1对银钉箱。成亲的时候别人的媳妇儿有的，我陈虎的媳妇儿也要有。买完这些东西，他一头扎进粮店，买了2斤细粮，10斤粗粮，还买了2斤大米。这下子手里的钱就彻底没了，兜比脸干净。
他没醒，我正准备把药端过来叫他起来喝药。陈虎瞥了他一眼，陈兴忙改口：“娘没醒。”说完，他整个都不自在起来。陈虎将给他买的衣服鞋袜递给他，自己用热水洗了晾上，你再敢卖试试。陈兴有些委屈，他是打听过价钱的，根本就没有卖亏，还有的赚呢。陈虎一手提溜着装着红布的包袱，一手端着药碗出去。这个女人一来就霍霍家里的钱，爹竟然还给她买新布。前几个女人爹都没给他们买过呢，这花的可都是二哥的救命钱。陈虎推开房门，推了推床上酣睡的女人。杏儿，起来喝药。女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将手指放在他的鼻子下面，发现呼吸烫得惊人。看来是烧得不省人事了。陈虎将她搀扶起来，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端着碗给她喂药。然而根本就喂不进去，药顺着她的唇角淌了下去，将她胸前的衣襟打湿了一片。陈虎的目光停滞在柳杏儿湿润的衣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但陈虎的脸还是迅速烫了起来。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药必须灌下去，不然他就是死路一条。干脆自己喝一口药，抬手将柳杏儿的嘴捏开，渡了进去。女人的嘴唇很烫，也很软，不大会儿功夫，碗里已经空了。陈虎的心忽然有点空，鬼使神差的，陈虎再度垂头，含上了女人的唇。女人的唇舌软得不像样子，让人舍不得放开。直到女人忽然睁开了眼睛，两人四目相对。陈虎的脑子空白了片刻，身体反应极快，迅速往后弹，结果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床上的女人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又将眼睛闭上。屋里静谧极了，陈虎能听到自己胸腔里急促的心跳声。他被人追杀的时候都没这么害怕过。爹，你怎么躺在地上？爹，你怎么躺在地上？陈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饭好了？还没好，我来拿药碗。爹，这要熬多久？您不清楚吗？行了，这里不用你，你该干嘛干嘛去。小孩有些迟疑，可陈虎的话他不得不听。陈虎把药碗洗干净，揭开锅看粥，见锅里的米少得可怜，便又去舀了一大碗米，洗洗倒进了锅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省着米粮，老子能养活你们。可是做了馍馍呀。陈虎将蒸笼打开，上头就放了5个拳头大小的杂粮窝头。这点够谁吃啊？够爹吃，我都啃过红薯了，得省钱给二哥治病呀。说多少次了，钱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以后老子不在家，就像现在这般做。若老子在家，窝头再加10个。小孩吓得哆嗦，连忙应了下。哼，你不在家的时候能管着我。陈虎自然看出了小孩的敷衍，但他也没法子，他不会养孩子，若是会养，便不会一个卧病在床，一个小小年纪就瘸腿。他不由得转头往卧房的方向看去。如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姑娘。等她好了，一定会帮忙照顾好这个家吧。至于家里以前的女人，那些女人只是他找来看孩子的，不是找来当媳妇的。这一个是他一眼看上的女人。说起来也是奇怪，他不是没有在村里看见过柳杏儿，但以前看柳杏儿，陈虎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但这次将她从河里捞起来之后，就控制不住会去想她。也正是因为如此，陈虎主动揽下了去柳家收账的活儿。你跟你二哥的必须吃完啊，敢剩下或者藏起来，小心挨揍。哦。看着陈虎舀了一碗汤多的粥，便问：爹，这碗是给谁的？给你娘的。小孩闻言眼睛一亮，稀的给那女人，他可太满意了。爹，我给娘端进去，顺便喝几口，可不能便宜了那女人。反正最后都要跑，干啥对她那么好？不用你管，你跟你二哥两人吃你们的。说完，陈虎就寻了一根木材削了起来。小孩只能找了个篮子，将2碗干干的粥和窝头装进去，提溜去厢房。小孩就是小孩，他哪里明白高烧的人得多喝米汤才行，你给他吃干的，也要他能吞咽得进去才行啊。家里没有勺子，陈虎的匕首锋利，没一会儿功夫就削好了一个勺子。他在勺子柄上刻了一朵杏花，这还没完。陈虎打开柜子，柜子里有一小包糖霜，是他跟粮食一起买回来的。他往粥水里放了些糖霜，等到粥水没那么烫了，这才端着碗进屋。这次进门，女人竟然醒着。他靠着床头坐着，水润润的杏眼戒备地看着他，眼底的慌乱快溢出眼眶了。他大步走过去，女人则使劲往床角缩。陈虎的脸色有些难看，直接坐上床头，失手将柳杏儿抓进自己怀里。柳杏儿尖叫一声，
摸黑吃饭的两孩子一起竖起了耳朵。好好喝粥，哼，敢撒出来试试。摸黑吃饭的两孩子一起竖起了耳朵。好好喝粥，哼，敢撒出来试试。听到隔壁传来他爹凶巴巴恶狠狠的声音，陈行开心的笑了，吃到嘴里的粥都香了很多。二哥，爹对那个女人不好，等你的病好了，咱们就让爹把她赶出去。他的去留爹决定，你不许掺和，倒是可以利用利用这个女人。200两银子太多了，爹一定会为了这个银子去冒险，为了我这个必死的废人，何必呢？爹带回来的女人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大哥上次回来说已经为爹物色好了一个媳妇人选，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爹竟然要让抵账来的女人当媳妇，那女人也配？隔壁陈虎一口一口地喂着柳杏儿，甜甜的清粥入喉，顿时让柳杏儿浑身都暖和了起来。我喝不下了。陈虎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粥，皱着的眉头能夹死苍蝇。怎么就吃这点儿？比猫吃的还少。他想起了小孩，小孩也总这样。喝，我养得起自己的媳妇儿，不会差你一口吃食。凶的嘞！柳杏儿一粒粒泪珠吧嗒嗒的往下掉，不知怎么回事，孩子们掉眼泪，陈虎嫌弃男孩子掉猫尿不好看，眼前的女人掉眼泪，他竟然觉得心疼。于是陈虎深吸一口气，努力露出一个笑容来。喔呼，这笑容怎么看都像是屠夫在看待宰羔羊。柳杏儿的眼泪掉得更凶了，陈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陈虎放下碗，闷闷的道：不吃就不吃。说完就抬手去擦他脸上的泪。柳杏儿下意识就躲，但被陈虎的另外一只手强势扣着后脑勺，躲不开。男人的手上布满了老茧，粗粝的手指划过他的脸颊，力道有些重，他的脸颊瞬间就红了。疼！柳杏儿嘀咕一声，陈虎也看到了他脸上的红痕，他已经够小心翼翼的了，这么小的力气竟然还能将他弄疼，真娇气。可光是手指怎么可能擦干净眼泪？陈虎到底还是改用袖子一点点沾干他脸上的泪水。我不打媳妇儿，别信传言。我不打媳妇儿，别信传言。我真的吃不下了，真的。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说完他就打了个嗝。陈虎没忍住笑了，又想起自己刚才笑的时候把人给笑哭了，连忙压下唇角，继续板着一张脸。他将勺子塞进自己嘴里，这粥真甜。你怎么？勺子是我用过的。这让准备继续用勺子将粥喝完的陈虎顿了顿，端起碗将碗里的粥水一饮而尽。柳杏儿在他怀里仰头，只能看到他冒着清湖茶的下巴壳子和上下滚动的喉结。这个男人的喉结真的很性感，五官其实也长在他的审美点上，可在原主的脑子里，关于这个男人的零星记忆都是可怕的。据说他杀人如麻，据说赌债的时候砍手砍脚都是常规操作，据说他打死了3个老婆，据说他脾气暴躁且喜怒无常，经常虐待几个儿子，据说他能艳遇妻女，并且还把人睡死过。感受到怀里的女人又打了个哆嗦。冷。柳杏儿连忙摇头。那是怕我？柳杏儿正要摇头，我没有打过女人，更没有打死过女人。前头3个女人是找来照顾3个孩子的，没跟他们睡过。那时候老三小总是嚷嚷着要娘，我要挣钱，没工夫看着他们，就在外头花钱请人来。只有你是我想娶的媳妇儿，等你病好了，咱们就拜堂。好了，你歇会儿。这该咋整啊？他无力地躺在床上，狠命挖掘原主的记忆。眼下是大晋朝，女子想独立生存很难，除非是娘家人死绝了，夫家人也死绝了，才能立女户。百姓们想离开一个地方，必须去衙门办路引，衙门不同意你就跑，会被当成流民抓起来。先别说能不能办到路引，便是办到了路引，一个人外出也容易被拍花子给搞去卖了。被拍花子弄走的女人多半都是被卖进了窑子。而且就算是想法子立了个女户，一个孤身的女子单独住，半夜有的是二流子爬墙。柳杏儿光想想就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分析出当下的具体情况，既不是特种兵，又不是杀手，也不是神医的柳杏儿蔫巴了。先活命，再挣钱，再偷偷攒钱，有了钱再另外想法子吧，不然能咋地啊？当个女人咋就这么难啊？陈虎收拾停当，就发现一个问题，家里没有大澡盆子。他想了想，还是烧了2大锅的热水，用吃水的水桶滴溜进屋。
今儿先将就着擦擦身子，等你好了再洗澡。说完，陈虎就头部金子要给柳杏儿擦身体。我自己来。你出去啊！见陈虎站着不动，柳杏儿哪敢动弹？我说过了，不打女人，别磨叽啊！再磨叽水都凉了。柴火可是要钱的，没有多余的柴火给你霍霍。说完，一把抢过柳杏儿手里的帕子，重新投了一遍，再将热气腾腾的帕子递到柳杏儿手里。别叫我出去，郎中说你不能见风，你不能下床偷帕子。柳杏儿没法子，只好整个人都缩进被窝里，摸摸索索地解开腰带，擦拭起身体来。擦完了，小手从被褥里伸出来。陈虎一把夺过帕子，扔进桶里泡了泡，重新投了之后，并没有直接递给柳杏儿，而是将大手探进被子里，拿帕子好一顿揉搓它。就你那磨叽劲儿，什么时候能擦完啊？这男人，他真的是哪儿都上手啊！就你那磨叽劲儿，什么时候能擦完啊？这男人，他真的是哪儿都上手啊！本来就发热的他，这会儿就更烫了，脸红的不行。男人一本正经，脸冷冷的，黑黑的，动作也麻利，就是手有些重。柳杏儿好些地方都被他给搓疼了，特别是那个地方，疼得他不禁叫出了声来。怎么这么涩啊？他干脆抬手捂脸，直接摆烂。几百年的脸都丢尽了。他捂脸的瞬间，陈虎勾唇笑了笑，不过这抹笑容很快就被他给收了回去。病着就别勾引我，等你病好了，少不了拜堂洞房的那天。我才没有勾引你呢，明明是他使坏，可是天天他说的啥？不要脸！快速给柳杏儿擦完身子，陈虎还有些意犹未尽。自己脱衣服还是我给你脱？我自己脱。刚说完，男人就伸手进被子里，把他的裤头给扒下来了。你干嘛呀？都说我自己脱。柳杏儿羞愤极了，然而她病得有气无力，惊呼不过像奶猫哼哼，娇得厉害。陈虎的耳朵都酥了，他一本正经的瞎说：你不好弯腰。算了，上上下下都被这色批给摸完了，这会再怎么矫情都于事无补。柳杏儿费了大力气将衣裳换好，再把脏衣服团吧扔到床尾，眼神不小心扫到床前。我的个老天爷！我的个老天爷！男人不知啥时候已经赤条条地站在屋中央，就着他的擦澡水洗身子了，背对着他，高大精壮的背影真的是把人的眼神抓得牢牢的，身材比例简直完美极了，颜狗真的是遭不住。冷静，冷静！他拉高被子，把小脸埋进被子里。非礼勿视啊，不看就不想了。其实偷偷看一眼也没什么吧，反正他背过去的又看不见我，这么好的身材，不看白不看是不是？以后等搞到钱之后，我要想法子跑路，这极品的身材是不是就看一次少一次了？况且他还摸我了呢，看回来才不会吃亏啊！刘杏儿鬼使神差的又把被子往下拉了一点点，虚眼往屋中央看去。哦豁，男人已经穿好衣裳了。他怎么动作这般快啊？柳杏儿的眼底闪过一丝失望，而恰在这个时候，男人忽然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猝不及防地对上了。陈虎将柳杏儿的眼神尽收眼底，心里却不由得泛起一丝得意来，小媳妇还是稀罕他的呀。看我干啥？他迅速将自己的脑袋缩进被子里。没什么。陈虎闷着低笑了两声，将两人的脏衣服团吧在一起，扔进桶里滴溜了出去。爹，那是吃水的桶桶。桶坏了，明儿爹重新做一个。没坏啊，明明晚上烧水用的时候还好好的。行了，赶紧去睡，明儿早点起来熬药。小孩被陈虎这么一吼，连忙转身跑回屋，刚关上门，隔壁陈虎的屋里就传来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怎么了？昏暗的屋里，柳杏儿跌倒在地，她身上松松垮垮套着陈虎的内衫，修长笔直的小腿儿从内衫下摆露出来一截儿，在昏黄的灯光下，这截腿儿十分晃眼。陈虎看到脑仁直嗡嗡，
她慌忙将人从地上抱起来，塞进被窝里，生怕晚一夕就把人重新冻坏了。她其实也来气了，这个女人都病成这样还不消停，折腾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要敢死，老子就把你扔山上喂狼。他的大手照着柳杏儿的腚打了一下。好好的，瞎折腾什么呀？因着他是在被褥里打的，声音就蒙在被褥里，可即便是这样，也把柳杏儿羞死了。我想出宫，我想出宫。柳杏儿实在是憋得不行了，双手捂着脸，就这么捂住，就当脸还没丢吧。等着。陈虎没想到是因为这事儿，心里的气瞬间就消散一空。是他没想周到，媳妇又是喝药又是喝粥水的，可不就尿多吗？陈虎去外头赶紧将水桶腾出来，去灶房撒了一层草木灰进去，一溜回屋。好嘛，吃水的桶这回变公桶了。他将公桶放到墙角，就去抱柳杏儿。你干嘛？给你把着。你放我下来！陈虎将他抱到桶边，真的就调整起姿势来。柳杏儿吓得魂都没了，真让陈虎把，他就不要活了。放我下来啊！柳杏儿带着哭腔，红彤彤的脸上满是抗拒和焦急，像是急眼了的兔子。兔子急眼会把自己气死的。好不容易有了个他稀罕的女人，可不敢让气死了。他无奈地将人放在地上。桶是干净的，别人没用过，以后也是你一个人用。你出去啊！柳杏儿推他，手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要么我来，要么我搀扶着你，不然再摔了怎么办？想害老子亏钱，没门儿！要么我来，要么我搀扶着你，不然再摔了怎么办？想害老子亏钱，没门儿！柳杏儿没法子，只能咬牙闭眼，自己提溜起衣摆，小心坐到木桶沿上。坐在桶上的时候，没力气保持平衡。男人一把将他的脸扣到了自己的肚皮上。柳杏儿慌张之余，下意识就抱住了他的腿。他这一抱，男人顿时紧绷起来，浑身血液沸腾了，千军万马般朝着一个点狂涌。柳杏儿的心神全被淅沥沥的声响引着，她羞得恨不能挖个洞给自己埋了，一丁点儿都没意识到别的地方有什么异样。柳杏儿从羞得想死到最后的麻木摆烂，感觉经历了1个世纪那般漫长。到底喝了多少水啊？怎么就没个完了呢？完事儿后被男人重新抱上床，他整个人都是木的。陈虎把公桶提溜出去洗刷干净，又装了些草木灰进去，重新拿到屋里。等他忙完回屋，床上的女人紧紧闭着双眼，把自己缩在被子里贴着墙。陈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吹灭了油灯，上床合衣躺下。没一会儿，屋里就响起不轻不重的鼾声。柳杏儿紧绷的身体这才放松，她偷偷转身盯着男人的侧脸看了一会儿，很是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才往男人身边挪动了一下，扯开被子勉强给男人盖上了一点。无论如何，若不是这个男人将自己扛回来照顾，她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因为靠得太近，柳杏儿的鼻尖萦绕的全是男人的气息，干净的皂角味道。她的精神在男人的鼾声中慢慢放松。好难得啊，古代的村子里还有这么干净的男人。柳杏儿不知道的是，她睡着之后鼾声就停止了，男人的眼睛忽然睁开，他转过身将人一把拉入怀中。我是有媳妇儿的人了。村里的鸡都还没叫头遍，男人就悄悄起身，帮他盖好被子，取了墙上挂的弓箭出屋。柳杏儿早上是被鸡汤的香味给馋醒的，睁开眼，猝不及防对上小孩阴恻恻的小脸儿。哎呀妈呀！吃饭，饭吃完了喝药。你敢死，让我爹亏钱，我就把你的尸体卖给别人，让你死了也不安生。真是气死他了，爹竟然让他把野鸡炖了熬粥，一只野鸡能卖50钱呢。自打这个女人进门，爹就开始败家。父子俩一个嘴凶一个嘴毒，配得一脸。小小的喝了一口鸡汤粥，温度合适。小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碗瞧，不停地吞口水。柳杏儿哪受得了这个呀？你想吃？谁要捡你的狗事儿？嘿，这熊孩子，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柳杏儿慢吞吞喝完鸡汤粥，肚子里有了食儿，人才会长力气。你爹呢？当然是出去找钱了。你以为像你一双肩膀扛着嘴就来了？不但要吃饭，还要喝药，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不然我回娘家。陈星瞬间噎住了，赶跑打断腿。这娃有霸道王爷的潜质啊！瞧这小台词，说的多溜。不过，你如果在我喝粥的时候不吞口水，那就更香了。小孩说完就跑，拐棍真成了他的第3条腿，杵得贼溜。没过一会儿，陈行又一瘸一拐的进来了，他手里端着一碗药，他的目光落在柳杏儿喝干净的缺口陶碗里，闪过一丝明显的失望。哎，小孩，你爹不给你饭吃？关你屁事！赶紧喝药。柳杏儿起了逗小孩的心思。虎哥，陈行吓得脸色一白，他慌忙转头，门口哪来的人？你吓唬我！哎呀，我眼花看错了。好苦啊！陈行气哼哼地收走了碗，将门甩得砰砰作响。小小的一个人，气性真大。喝完了药，柳杏儿又昏昏欲睡起来，她缩回宝贝里，没一会儿又睡着了。娘，给杏请郎中了没有？郎中咋说？才这么点儿？哎呀，你娘家的人死绝了吗？20两银子都凑不够。说完，他就抱着钱扭身回屋，门关了。杏儿，大嫂，杏儿呢？杏儿好了，娘给杏儿收了个好婆家，杏儿已经嫁过去了。你说清楚，杏儿明明病着，咋就嫁人了？刘二婶，你别听他胡说，是那男人欠了赌债，虎爷上门要债，刘大娘把杏儿姐姐抵给虎爷了，抵了8两银子呢。刘老婆子这会儿放完钱，从屋里出来，老柳家的事儿跟你有屁关系啊？让你在这嚼舌根子！男娃敏捷的偏头一躲，他马猴似的溜下了墙。娘，我们家杏儿被您抵了大哥的赌债。是抵债了，咋的吧？一个快死的病秧子，不抵债难道留着过年呀？你个没良心的老娘们，8两银子呀！你男人要干多少活才能挣得回来？你就不知想心疼心疼你男人？你给老娘起开！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你就护着这娼妇。欠债的是大哥，这赌的是大哥，不是老二。哎呦，儿媳妇儿要造反，我这都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一撒泼，刘二顺就慌了。福川娘，快跪下跟娘认错，娘也是为这个家好，这不是没法子的事情吗？刘二顺，杏儿是你亲闺女，陈虎是啥人你不知道，陈家就是狼窝，就是祸坑啊！刘二顺也痛苦得很。已经这样了，你让我咋整？这是我娘，我亲娘。我苦命的杏儿啊，摊上你这么个亲爹！二婶儿，都说陈虎打死了媳妇儿，可谁看见了？再说了，10里8乡，谁不喊陈虎一声虎爷？杏儿妹妹能给他当老婆，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那么好，你怎么不去给陈虎当媳妇儿？欠赌债的可是你亲爹，人家陈虎看上的可是杏儿，安乃操持这个家可难了。你可不能那么自私，只想着你自个儿。你可要想想清楚，你们江家山的人最讲究孝道，要是你不孝敬婆母的名声传回江家山去，不知江家山的人还容不容得下二婶一家人。毕竟江家山可是拥有3座极孝牌坊的村子，在咱们整个大晋都是独一份儿呢。江氏的肩膀瞬间就耷拉下来，若不是娘家3块节孝牌坊压着，他早就跟柳二顺和离了。和离前，他还要挠死这死老钱婆。福川娘，欠岳父岳母的钱，我去镇上干活，挣钱还。江氏将他的手甩开，踉跄着跑了出去。柳二顺去追，刚到院门口就被刘老婆子喊住了。哎，人都回来了还不下地干活，等着老娘下地干活养你啊？啊，娘，我就跟去看看。咋的呀？没有媳妇儿活不了了是不是啊？当初就不该同意你娶老江家的妇。我呸！啥结孝牌坊？哪天老娘得去一趟江家山，去找他们老江家的族长说道。刘二顺成功被刘老婆子吓住了，忙去墙头捡了锄头，扛了就往外走，边走边抹眼泪。我苦命的杏儿啊，娘来了！陈行给江氏开门，一脸不情愿地带江氏去见柳杏儿。江氏看着床上躺着的不知所措、眼巴巴盯着他的女儿，扑过去搂着她就哭。杏儿不怕，娘来了。柳杏儿浑身都是僵硬的，虽然有原主的记忆，但柳杏儿着实怕露馅儿，落在江氏的眼里变成了这孩子被吓坏了。
杏儿，你别怕啊，娘这就回你姥姥家，让你表哥来偷偷把你带走。陈虎站在窗外，听着屋里的动静，脸色阴沉的厉害，捏着柴刀的手已是青筋暴露。跑？那必须不行啊！陈虎我不了解，可是所谓的表哥我更不了解，况且能跑哪儿去啊？在原主的记忆中，外家也穷。再说了，江家山那令人窒息的贞洁孝义规矩，说是他敢跟表哥跑了，再不幸被抓回来，必然是要被见猪笼的。我不走，我就在陈家，哪儿也不去。钝刀子割肉和立刻去死，必然选择钝刀子割肉啊！门外紧绷不已的陈虎瞬间松懈下来，浑身的力气一散而空。这个女人果然是被我迷住了，不然也不会偷看我的身子。爹，您拿着柴刀干啥？陈虎狠狠瞪了小孩一眼，这臭小子就是故意的。这个女人果然是被我迷住了，不然也不会偷看我的身子。爹，您拿着柴刀干啥？陈虎狠狠瞪了小孩一眼，这臭小子就是故意的。陈虎莫不是想杀人？我可怜的杏儿，怎么就落入这个祸了？相比之下，柳杏儿就显得淡定多了，毕竟男人先前照顾她，照顾得挺仔细，且杀了她舍本呢。门开了，他往里迈了一大步，江氏母亲护崽儿似的将柳杏儿护在身后，明明怕得发抖，却丝毫不让。柳杏儿被这么护着，心里有些感动，虽然这份爱是因为原主。你冲我来，别伤害杏儿！娘，我会对杏儿好的，我不会伤害杏儿的。陈虎停住脚步，丈母娘的胆儿也小得跟鹌鹑似的，瞅着随时都会背过气去一样。江氏显然没想到陈虎会喊他娘。不，我不是你娘，虎爷，求您行行好，放过杏儿吧。那8两银子您再宽容些时候，我一定凑齐了来还您。我不白占便宜，我认利钱。陆秀才答应来提亲，杏儿就快当秀才娘子了，谁知竟……江氏的心都要碎了。陈虎的拳头又硬了，他又不是善人，行什么好？娘，我不走，我进了陈家的门，就是陈家的人。开玩笑，他跟着江氏回去，柳家能卖他1回就能卖他2回。还有，原主根本就不是失足落水，是被人推下水的。陈虎心里的烦乱和暴躁被柳杏儿娇娇弱弱几句话轻松抚平。既然媳妇儿说不走，那他就不管了。娘，你留下来吃饭。陈虎闷闷地扔下一句话，转身出屋。烧火做饭，用白米熬粥，白面做馍。小孩闻言心都在滴血。这么个吃法还过不过日子啦？惹毛了我，往里头撒一把耗子药，全家老小有一个算一个，都躺了板板才干净。怕小孩抠搜，陈虎自己把做饭要用的米面舀出来，还警告小孩不许藏。造访的事情安顿下来，陈虎就去剐兔子。进山一趟，陷阱里有兔子有野鸡，收获比以前好。小媳妇进家门，她的运气就好了起来。杏儿啊，陈虎他让我留下来吃饭。是啊，虎哥是这么说的。江氏抖了一下，哪有绵羊敢在老虎面前吃饭的？柳杏儿打量着江氏，看他头发乱糟糟的，明明江氏自己这般狼狈不堪，可还要死死地护着他，他无法不被触动。娘，您别担心了，虎哥对我很好，给我抓药，给我吃饱饭。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饱饭就是在这里，还喝的是鸡汤粥。娘，便是虎哥答应你放我跟你回去，你觉得阿奶会如何对我？或许下一个给我找的人户还不如陈家呢。我死过一回了，啥事都想透了。几句话把江氏戳得心疼不已。老钱婆不会给杏请郎中抓药，也不会给杏吃饱饭，是我们2口子没出息。可是你马上就要做秀才娘子了呀，马上就要有好日子过了呀。娘，我进过陈家的门，便是再回去，这门亲也成不了。江氏顿了顿，又嗷嗷哭了起来。陈虎手上在干活，可耳朵还是听着屋里动静。难怪媳妇儿爱哭，老丈母娘就是个爱哭的，随根儿啊。不过杜秀才是谁呀？武功高强的人耳聪目明，加上破烂屋子不隔音，他们说的所有话都被陈虎听了去。陈虎做菜的手艺
他没有做菜的手艺，兔肉就是煮熟了不差盐就成了。你们吃，吃完了我来收拾。身影消失在门口，姜氏才敢喘气儿。一大海碗的兔肉冒了尖儿，2碗浓稠的米粥，几个鲜乎的白面馍。老天爷呀，就是过年也轮不到我们吃这些金贵东西啊！或许杏儿进陈家也不是不好，可村里的传言……盯着肉吞了吞口水，也不敢下筷子，怕吃了陈家的肉，柳杏儿的事再无法挽回。杏儿啊，娘先回了，过2天再来看你。他没给柳杏儿反应的机会，就冲出了房门。陈虎忙从灶房出去，把人拦住了。娘，吃了饭再走。不，天黑了，家里等着。娘，你等着。陈虎很快就出来了，他把手上的篮子往姜氏怀里一塞。娘，我送你。不用。陈虎就将手里的火把递给他。那娘路上小心一些啊。姜氏不让，他就不勉强，怕给姜氏吓出个好歹来。柳杏儿又养了1天，又能吃饱，身上已经有了力气，故而洗脸、擦身子、出宫都能自己来，帮不上忙的陈虎十分失望。柳杏儿如先前那样背对着他躺着，屋里安静得厉害。陈虎酝酿了半天。那个，我买来的红布是给你做嫁衣的，你1身，我1身。回头要是娘再来，你让娘给咱们做，等你病好了，咱们挑个日子拜堂成亲。不让娘白做，给她工钱，包伙食。柳杏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肯定是不乐意成亲的。陈虎的人品如何，且放到一边，主要是古代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加上陈家又穷，柳杏儿不愿意。当然，她最不愿意的是自己遭罪，想跟陈虎商量商量，但又怕他开口之后陈虎变态度，把他拴起来咋整？柳杏儿寻思一番，还是决定再等等。在陈虎以为自己等不到柳杏儿的答案时，就听到柳杏儿娇娇的道：“谢谢你啊，虎哥。”陈虎的耳朵一下子就酥了，这一声谢如羽毛般从他耳朵里钻进去。陈虎哪里忍得住，他一把将人拉进怀里抱着。柳杏儿尖叫一声，陈虎低头亲了亲他的发顶，抬腿把挣扎的柳杏儿压住。好了，睡觉。你再敢动弹勾引我，你试试后果。先前他就是傻，为啥要等媳妇睡着？看吧，还不是给抱了。媳妇对他是假害怕，真稀罕。我勾引个屁啊！到底是谁硬邦邦的戳着人啊？狗男人，倒打一耙。柳杏儿心里吐槽的再厉害，也还是害怕的。原本以为自己被头狼熊抱着会睡不着，然而被男人的气息笼罩着，没多久就睁不开眼睛。女人在自己怀里渐渐软了身子，陈虎这才稍微松开了些。软玉温香在怀，他又是个正常的血气方刚的男人。忍不住的后果是半夜还跑起来洗裤头。柳杏儿睡得香甜，陈虎辗转难眠，后来干脆起身拿起弓箭打算进山。这次运气不错，刚进深点的地方就打了一只香樟。回到家的时候天还没亮，结果他就看到柳二顺两口子在他家门口放了一捆柴火和一篮子野菜。姜氏吓得后退2步，柳二顺局促地挡在姜氏身前，张了张嘴，到底啥话也没说出来。爹娘，你们来了，进院里坐。不坐了，我们这就走。那啥，我们会帮着干活，你能不能莫要打杏儿？刘二顺鼓起勇气说完这句话，膝盖微微弯曲，眼瞧着就要跪下来了。我不打自己的媳妇儿。这一刻他后悔这些年没搭理那些谣言，陈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索性不管了。日子长久了，老丈人和老丈母娘自会知晓自己是个啥样的人。娘，我今儿要去县城卖猎物，你能不能留下来照顾杏儿1天？正好我给杏儿扯了一些布，您帮着做成衣裳，能不能帮着做一下饭呢？不瞒您说啊，我做的杏儿不爱吃，就鸡汤能喝几口，那兔肉杏儿根本就不碰。啊？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马上就走，今儿1天，娘你就在我家吃饭。哎呀，不用了。娘，你不吃，往后就别上陈家的门。姜氏顿时不敢吭声了。陈虎见他没有反对，这才进院子。他进去之后，柳二顺大松一口气：“你安心在这儿照顾杏儿，你的活儿我会干。”
姜氏甩开他的手，蹲下身去捡野菜。刘二顺的肩膀瞬间耷拉下来，期期艾艾一步三回头的走了。陈虎先是在自己屋子的门口听了听动静，本来想进去找身衣裳换，但是怕自己的一身血腥味吓着了小媳妇，到底还是作罢了，就推开了隔壁房间梁小芝的门。爹，我今儿要进城卖猎物，你们姥姥会在家里帮着干活，你们两个不许捣乱，要听姥姥和娘的话。若让我知道你们闹腾人，转头老子就去赎个姚景回来。好的不珍惜，坏的来了，你们可莫哭啊！二哥，爹是不是不想过了？咋又往家里带人添嘴？你才5岁，操个什么心呐？听爹的就行了。这个女人还真是厉害，才进家门2天，就让爹把她娘留下来了。若是等我死了，那女人全家都来上来，小老三怎么办？别说有人照顾她，你就不管了，睡吧。今天家里有人干活，你也正好歇着。对，不能便宜了她。柳杏儿是被香醒的，睁开眼就看到了姜氏。杏儿，你醒了，虎爷去县里了，他叫我留着照顾你，你等着，娘给你打水洗脸啊。床头的斑驳旧木柜上放着一碗很浓稠的白粥，白粥旁边放着一碗香喷喷的兔肉和一个白面馒头。兔肉我回了一下锅，虎爷把将要吃用的东西全拿出来了，说必须得吃完。这个时候柳家也在吃早饭。娘，老二媳妇这下活都不干了，您可不能纵着她。刘二顺没在桌上，他要干2个人的活，没空耽误功夫回家，只拜托老三一会儿给他带来。呸！你懂个屁呀！那杜秀才是不是这几天就要来下聘了？老二两口子不在才好呢。等桃儿代替那个贱皮子嫁进杜家，老娘再腾出手来收拾他。也是，这几日让老二两口子忙得无法归家，正好办二丫的事儿。黄氏没意见，但老三媳妇郑氏相当有意见。娘，二嫂不见人影儿，那家里原本该二嫂干的活就应当归大嫂。娘，二嫂不见人影儿，那家里原本该二嫂干的活就应当归大嫂。以前家里的活都是姜氏干，煮饭洗碗，什么喂猪喂鸡，打扫猪圈鸡圈，打扫院子，洗老人的衣裳等等。其实姜氏的脾气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不过男人懦弱，护不住他，加之娘家又在姜家山，便是为着娘家在姜家山的处境，姜氏也只能忍。眼下偏生老二媳妇跑去了陈家，家里一摊活就被摆着了。凭啥我全干？娘都说了，姜氏不在家时，活咱俩一人一半。先前娘把二哥两口子支棱出去是为了大哥，那时我看在大侄儿的份上就忍了，如今把二哥两口子支棱出去是为了二丫，一个赔钱货而已，凭啥让我忍？你不干也成，等杜秀才来提亲，你看我咋说？娘，您看三弟妹，这是一家人能说出口的话吗？三婶儿，我还想着等我成亲了，就让相公给枣儿也找个秀才当相公。可三婶儿一口一个赔钱货，那算了，我这个赔钱货没那个能耐，拉把三丫。二姐，我不嫁秀才，我要嫁杀猪匠，嫁给杀猪匠顿顿有肉吃，我还能给娘给奶拿肉吃。柳桃翻了个白眼儿，一点出息都没有，杀猪匠和读书人能一样吗？行了，这2天家里的活啊，就老大媳妇儿干。老大媳妇儿早点起，猪草三丫去打。家里的姑娘，一个嫁秀才，一个嫁杀猪匠，这不正好吗？名声前程有了，肉也有了。吃完饭，柳三才揣着2个杂粮窝头在怀里。那个娘啊，我把早饭给二哥带地里去啊。枣儿你也走，把背篓拿着，割猪草去。柳三才带着柳枣出了家门，就将窝头塞给他一个。来，藏好了啊，饿了吃。到了地头上，刘二顺见只有1个窝头，也没说啥，接过来就啃。在他看来，孩子娘没干活，他娘能给他吃的就不错了。也不知道他们娘儿2个吃了没有，都吃的啥？可能吃个半饱。不是自家的粮就可劲儿霍霍，我要多吃点，不能便宜那对母女。小孩吃得面目狰狞，他绝对不会承认是因为好吃才停不下嘴的。陈吉看着他的模样，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吃完饭，姜氏把陈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接着就拿出陈虎给的布料，动手给柳杏儿缝衣裳。不能光靠着陈虎，还是得自己挣钱。这个人啊，谁有都不如自己有。想来想去，还是去摆吃食摊子要靠谱些。什么穿越女必备的做肥皂香皂的技能，可拉倒吧，那纯属是低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至于说玻璃水泥，不好意思，我也不懂。
先摆个小摊儿，能挣多少是多少，慢慢来。陈虎先去将猎物卖掉，得了银钱就去置办了粮食、油盐等物，又去肉铺买了些肉。陈虎背着一背篓的东西去赌坊，到了后院，进了东家的屋。家里安排妥当了，那女人可救回来了。想要女人跟我说一声，何苦去要一个快死的女人？她很好，我需要钱300两，给老儿看病。杨军听他这么一说，就想起回春堂宣扬的那事儿来。倒是有个活儿，赏金500两，不过上次接任务的5个人都失手死了，你确定你要接？接。我劝你多找几个帮手。不必，找帮手不得分钱出去，那可不成。刘二顺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刘老头看着日头落了，招了走人的时候，两兄弟没一个喊刘二顺的。刘二顺看他们走了，就扛着锄头去了陈家。到了陈家也不吭声，摸黑整理起陈家屋后的菜地来。种菜的动静还是挺大的，陈行跑出去看了一趟，见刘二顺在他家地里种菜，他也没说啥，就在一旁帮着递菜秧子。姜氏不放心，也跟着出去看。我给刘婶刨了块地，换了些菜秧子。姜氏嗯了一声，蹲下身将小孩抱起来就走。乌漆嘛黑的，别让他挖着你。陈行再成熟，也只是个5岁的小娃，他其实也很羡慕村里那些总被爷奶爹娘抱的小娃，但他没人抱，哪怕是腿瘸了也没人抱。原来被人抱是这种感觉呀！天黑了，快去睡觉，小孩都睡觉长个儿。我才不是小孩呢！啊，咋了？是那个女人的爹来给咱们种菜，他们一家人都在咱们家吃饭，给咱们家干活是应该的。陈吉怕弟弟被这家人的小恩小惠给笼络了去，小孩狠狠点头。是你爹，你爹去找人要了些菜秧子给你们种上。你爹若是抛开那个家，也算是个好人。就不能分家吗？分不了，你奶不会同意的。有我这么个江家山的儿媳妇在，你奶哪怕天天嚷嚷着要休掉我，也不可能让我出老柳家的家门。再说了，他们也舍不得你爹这头老黄牛。姜氏抬眼看了看自己的女儿，记忆中这孩子还是小时候问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如今再提必是被伤狠了。眼下看来，陈家的日子确实比柳家好过，且瞧着吧，若陈虎真和传闻一样，娘就是豁出这条命去，也要把你带走。娘，我不是失足落水，是被人推下去的，在河里我就死过一次了。回到柳家，阎王爷不收我，可他们愣是把来给我看病的郎中赶走，我又死了第2次，是虎哥带我回来，我乐意留下来跟虎哥过日子。娘，您别担心我，倒是要保重您和爹自己。在那个家里，即使咱们怎么忍让都没有用，咱们几个的命还不如家里养的牲畜。刘星儿是故意这般说的，提陈虎是不想这个可怜的女人天天担心，她的日子已经够苦了，若再担心她，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是虎哥带我回来，把我的命救了回来，我乐意留下来跟虎哥过日子。母女俩这番话又被陈虎听了墙角，心里别提多美了，只是心里赞美的同时又心疼起小媳妇来。狗日的柳婆子，等我忙空了腾出手来，定要好好收拾收拾她，给小媳妇儿出气。媳妇儿，我回来了。陈虎没有直接推门，而是后退几步喊了一嗓子。姜氏闻言忙站了起来。娘走了，你好好的啊。娘，您路上慢点儿。娘。陈虎进门，姜氏顿时紧绷起来。那啥，饿没？我去给你热饭。好，娘别忙，我在城里吃过了才回来的。有件事情要麻烦娘，我得出门一趟，大约半个月的功夫，想麻烦娘这些日子就来陪杏儿住，老柳家那头您甭管，我去说。姜氏求之不得，也正因为陈虎这话，让姜氏觉得陈虎这个人并不像村里人传扬的那样。爹娘，天黑了，路不好走，你们慢点儿。哎，这不能要。爹要是不要，就帮我扔了。拿着吧。先前姜氏不肯沾陈家的东西，是还想着想法子把杏儿带走，现在听杏儿说了那么多，姜氏也就接受了这件事情。走了一截之后，姜氏听到柳二顺肚子咕咕咕直叫唤，坐下来吃了再回去。啊，可没孝敬爹娘啊。姜氏冷冷地盯着柳二顺，陈家的东西，杏儿的东西，就是喂狗，我也不会给你家那些狼心狗肺的恶毒玩意儿吃。孩子娘可不敢这么说，
那是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江氏把柳杏儿跟他说的话说了一遍。柳二顺瞪大了眼睛，他们害杏儿。我说杏儿好端端的，为何会掉河里？我说呢，老东西怎么肯让我们两口子都回我娘家？不会的，咋可能？江氏不想跟柳二顺继续掰扯，提手从柳二顺手里夺过荷叶包，拔腿就走。柳二顺愣愣地看着江氏的背影，下意识跟了上去。他的脑袋嗡嗡嗡的，一边是爹娘兄弟，一边是媳妇和孩子，他能咋整？柳二顺，别把我逼急了，老娘一包耗子药下去，全他家的都别活！别跟老娘讲啥笑不笑，到时候拖着你们家老小下地狱，就没了去江家山闹腾的人。何至于此？他们要我闺女的命，你说何至于此？可杏儿她不是好好的吗？咋的？你还想杏儿真被他们害死？杏儿能活着，不是他们好心肠，是杏儿命硬。若不是江家山不许嫁出去的闺女和离，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猪狗不如，你们一家子人都猪狗不如。陈虎把买回来的东西归置好，几下把自己洗刷干净，进屋，从怀里拿出一个钱袋子来递给他。见他不伸手接，陈虎眉头一皱，拿着。看看多凶！我要出门半个月，这些钱你拿着花。刘杏儿打开看了看，里头有一把铜钱，还有些银块。你不怕我拿了你的钱跑了？他才进门几天呢，男人就给他这么多钱？哼，你跑一个试试看。果然是有后手的。那我要是都花了呢？钱本就是给你的，你想咋花就咋花。村里没啥花钱的地方，这么说来，我可以上街？想上街，等你好了，让你娘陪你去。真的？陈虎上床，把他扯怀里。骗你做甚？好了，睡觉。刘杏儿头天晚上就是这么睡的，搞明白自己砧板上的鱼这么一个身份，也就心安理得的摆烂起来，闻着男人身上的皂角味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哼，那般稀罕我，等舍得跑。半夜，陈虎又爬起来洗裤头。刘二顺和江氏来的依然很早，江氏把头天晚上陈虎给的包子热了，让陈虎先吃。陈虎看着包子，转身端了半碗出去给柳二顺。柳二顺啃着肉包子流眼泪，他长这么大只有在老丈人家里吃过一次，如今靠着女儿又吃上了肉包子。陈虎见不得男人哭，眼前又是老丈人，干脆转身上山去了。唉，小媳妇儿的爹娘都爱哭，怪不得小媳妇儿跟个鹌鹑似的。刘二顺干完陈家的活儿，就赶去柳家地里。等柳家人来了，没人问他饿不饿，好像他这个人是木偶，用不着吃饭，光干活就成了。陈行见江氏又做了好多白面馒头，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日子不过呀，不是你家的粮，你一点都不心疼，尽糟践了。还把无措的江氏往外推。江氏做这么多，他也觉得太过了。便是柳家过年的时候做的馒头，都比不上眼前这个。陈行，老子惯着你是吧？陈虎提溜着几只野鸡回来了，陈行被陈虎这么一吼，顿时吓呆了。哎呀，有话好好说，他还是个孩子。江氏虽然怕陈虎，但还是白着脸央求。小孩看了眼陈虎，又看了眼江氏，转身跑进屋里，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了。爹，阿行不是故意的，就是心疼粮食，心疼爹挣钱不易。再说，以前咱们家也不是这么个吃法。江氏听了这话，愈发的不安。哼，老子什么时候短缺过你们吃喝啊？老子说过，养得起你们。陈行，你要还认老子这个爹，就滚出来给你姥姥认错。哎呦，算了算了，他也没……娘，你来一下。杏儿，娘，你又没做错啥，不过是按照陈虎的吩咐办事儿。小孩的确不该跟你发脾气，那是他们父子的事情，您别掺和。娘，那是他们父子的事情，您别掺和。后娘不好当啊。再不好当，也比在老柳家让他们搓磨的好。后娘也是娘，是长辈，他们不敢对我如何。娘，您忘了，这家的老大在念书，念书的人最是看重孝道。如果他们欺负我，我就说他们不孝，奶不就是这么对付咱们的吗？你呀，就会宽慰娘。老子从来没有亏过你们的吃穿，你们这般做派是埋汰老子无用，养不起你们吗？卖衣裳，抠搜吃食，把自己饿成麻杆，说过多少次了，屡教不改。陈虎这回是真的生气了，他平时忙顾不上许多，
如今看来，小孩歪得厉害。丈母娘胆儿小，老丈人是个鹌鹑；小媳妇胆儿小加鹌鹑。她还在家就敢欺负丈母娘，她若是走个10天半个月，他们还不知会如何欺负柳杏儿呢。爹，我错了。爹，小老三不是故意的，往后我看着他，不让他再像今天这样。爹，我知道错了，我去跟姥姥道歉。陈虎冷冷地盯着陈行，这孩子跟以前一样，认错快，但从来不改。我今晚就会走，会离家一阵儿，在老子离家这段时间，每天都这么吃饭，听见没有？陈行连连点头。陈虎领着他去隔壁给僵尸道歉，完事儿就出门去地里找柳大富。柳大富见陈虎来了，腿都吓软了。柳杏儿要是死了，那8两银子的账就不算，听见没有？虎爷，咱们不是两清了吗？陈虎将他扔了出去，柳大富摔得惨叫一声。柳三才和刘老头见状，就躲得更远了些。我的腿啊！陈虎嫌弃他吵，抓起他的头发，将他的脸摁进了牛粪里。两不两清，老子说了算。让你家老儿媳妇儿去照顾柳杏1个月，若柳杏有半点不好，你他娘的就给老子等着。柳家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娘，你这段时间安心住下照顾杏儿，以后每日的吃食都按照今儿的这个样做。小孩子说啥您都别搭理他啊，有什么不对您记着，回来我收拾。姜氏连连点头。陈虎叮嘱完姜氏，就进屋关门，径直走到床边。柳杏儿往后退，水润的杏眼忐忑地看着陈虎。等我回来，成亲，洞房。男人灼热的呼吸烫得柳杏儿脸红透了。他看到男人眼中小白兔似的自己，他退无可退。陈虎在心里啧啧一声，一头狠狠亲在了他的额头上。啵的一声响起，柳杏儿连忙抬手捂着脸。妈耶，这不就跟演电视一样吗？陈虎虽然凶，但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都在柳杏儿的审美点上。他被狠狠地撩了一把。好好吃药，好好养身子，身子骨好些了，想上街赶场就让丈母娘陪你一起，瞧着家里缺什么你自己买，若是银钱不够就等我回来再买。乖，等我回来拜堂洞房。哇，你小心点啊！声音如黄鹂，婉转动听。他不敢回头，怕自己回头看到那双水润胆怯的眼睛，就再挪不动脚步。唱戏的说温柔乡英雄冢，果然不是瞎唱的。瞧着男人头也不回的走了，柳杏儿心底竟升起一丝别样的情绪。按道理他走了我该高兴才是，可为何反倒多了几丝惆怅呢？难道是舍不得？不可能是舍不得。或许是我刚传来这个全村传闻最凶狠的男人去救了我，给我治病的缘故，所以我对他产生依赖了。呸，这可是古代，在柳家的时候我是可以随意被置换的商品，在陈家未尝不是。但陈虎的新鲜劲一过，擅长瞎想的柳杏儿连忙打住，生怕自己再顺着思路想下去没被陈虎搞死，就先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柳大富被陈虎收拾了之后，冲回家洗澡换衣裳，带着刘老婆子杀气腾腾地冲到地里，把气都撒在柳二顺的身上。你这狗东西，都怪你！你瞅瞅你生的啥东西啊！哎呀，撺掇男人来揍自己的大伯，不孝的东西！老娘要上江家山去，问问江家山的族长，他们江家山的牌坊是不是纸糊的？打吧，只要娘把气出了，就不会为难孩子娘了。因着这件事，柳家就明着不给柳二顺饭吃，姜氏不好意思给柳二顺拿陈家的吃食，柳杏儿只能像先前那样拿几个窝头啃一口就不要了，等机会塞给柳二顺，就当是柳二顺每天来帮他照顾菜地，天不亮就来帮他挑水砍柴的工钱。陈虎走之前不但留够了粮食，还留够了肉食，让姜氏2天给柳杏儿炖一只鸡。柳杏儿的病好得飞快，她迫不及待地要出去走走，想想该如何挣钱。虽然小孩得了陈虎的叮嘱，不敢多说啥，但他那毫不掩饰的嫌弃小眼神明晃晃地告诉柳杏儿，他是吃白食的，他爹娘是打秋风的。小孩，你好好照顾你二哥，我们去挖野菜了。你不许跑！不跑，跑谁家去能像在这儿似的吃饱饭穿暖衣啊？陈香一下子就噎住了。这女人为啥要吃要喝要穿，她就不能不吃不喝不穿吗？他回头看了眼陈吉，陈吉秒懂他的意思。你跟着去吧，我睡一会儿。
陈行连忙去角落拿了小背篓背到背上，跟了上去。娘，咱们去人少些的地方。他才穿越来不是很久，不想跟村里人频繁打交道。江氏就觉得自己的闺女委屈，怕见人，心更疼。而陈行则认为柳杏儿是想跑，他下决心要盯好柳杏儿，坚决不让他爹亏银子。要去远点的山坡就得绕道。走到一半，江氏就去背陈行。陈行本来不想让江氏背，可想到二哥的话说他们一家人都在陈家吃喝，于是便不想便宜江氏，乖乖趴在他背上。别看你男人一天忙得不见人影儿，这2个孩子倒是养得好。柳杏儿无语，江氏从知道他跟了陈虎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哭得死去活来，到现在一口一个你男人，对陈虎满意的不得了。这才几天功夫，江氏和陈行对野菜都十分熟悉，到地方就开始挖。柳杏儿没着急，她得好好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这个女人说是要来挖野菜，可是她却不干活，就满山坡瞎溜达，肯定在踩点儿。她不紧不慢地跟着柳杏儿，看在江氏眼中就觉得这小孩懂事儿，还知道跟着他们家杏儿。柳杏儿往里走了走，还真让她发现了好东西。好大一片冰粉，好多成熟的冰粉果。娘，你快来啊！这不是假三江吗？采这个做啥？吃，这是好吃的东西。看到冰粉果的时候，他已经想好借口了。以前我去官道那边的山坡割猪草的时候，瞧见有个南边的过路客商在采，他说这叫冰粉果，晒干之后用布袋将里面的籽装着，泡水里搓，然后再上点石膏，就能凝结成冰粉。夏天的时候用凉水镇着，凉透以后浇上薄荷红糖水，能卖5文钱一碗。然后我就采了1背篓回去，可阿奶不肯听我说的，把冰粉果全倒掉了，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江氏明白了，杏儿被婆母打了，就再不敢吭声了。但现在来了陈家，没人打他，他才敢说的。那咱们试试。小孩一听可以做吃的，就动手了。江氏和小孩采冰粉果，柳杏儿就去采野桂花。冰粉做出来搭配桂花红糖水，味道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在采桂花的时候，他还发现了一棵栗子树，柳杏儿就后悔没多带个背篓来。不过他还是捡了些毛栗子，过晚上做栗子蒸糕的量就行了。原主的记忆中就曾经捡栗子去镇上卖过，不过没加工过的栗子和地里的菜一样，卖不起价钱，最多能换钱买点针头线脑。呀，这么多毛栗子呀！栗子树藏在那边，那边低矮又有别的树木挡着，小到这里看不见。这边啊山坡远，来的人本来就少，不然哪轮得到我们来捡呢？说完，他就背着背篓朝柳杏儿指着的方向大步走去。哟，这么多呀！娘，这里反正没人找得到，咱们一会儿再来。我先回去，你和小孩慢点儿啊。江氏生怕晚了栗子就成了别人的了。柳杏儿应下，牵了陈行的手下山。陈行的小手被柳杏儿抓着，他愣了。他的手好软，好暖和哟，跟爹的大手不一样。虽然也有些茧子，却柔软的像棉花。如果爹的手也能那么软就好了，那么软打人应该不会疼。娘，天黑前多跑几趟，能弄多少弄多少。小孩闻言眼睛一亮，他也想去帮忙。柳杏儿一把抓住他的后领子，将人扯回来。放开我！回去帮我烧火，不然我把家里的粮食都霍霍了。你敢？哼，你不在家看着我，你看我敢不敢？到家之后，柳杏儿让小孩生火烧水。反正水是他爹挑的，柴是他爹砍的，不用白不用。小孩成功说服了自己。柳杏儿找了一个麻袋，把毛栗子装进去，扎好袋口，找棍子对着麻袋一顿打。打完把栗子倒出来，带刺儿的毛壳就掉了。柳杏儿用刀在新鲜的板栗上划十字刀口，锅里的水滚开了，把栗子放下去，再加点盐煮熟，捞出来趁热剥壳。他把剥好的栗子倒进洗干净的石锅里，让小孩帮忙把栗子杵成粉末，他则去舀面粉，背着小孩在面粉里打了2个鸡蛋。如今他算是知道了，陈虎从未苛刻过孩子的吃穿，是小孩总是背着陈虎去把吃穿卖掉换钱，好给陈吉捡药吃。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穿越过后，倒是从陈行身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知。红糖用水化开，倒进面盆里，再放少许盐。怕陈行看出放了鸡蛋，柳杏儿就先揉面粉，他没这样干过，也不知最后的成品会不会好吃。管他的，反正弄熟了能吃就行了，不然让小孩看到面盆里有鸡蛋，非得闹翻天不可。
加水，陈行不吭声；加面，陈行好悬没跳起来。做的多了可以留着明天吃。有了柳杏儿这句话，小孩才没有炸毛的。姜氏回来的时候，栗子蒸糕刚好出锅，香甜的味道瞬间从灶房弥散出去。哎呀，你怎么蒸了这么多呀？柳杏儿将蒸糕夹出来，是把栗子煮熟了，放食窝里杵成粉末，混着面粉和红糖水蒸出来的。您看着这么多，其实一半是栗子粉，一半面粉。您去洗洗手，来尝尝味道。如果味道好，我想带去街上卖卖看。陈行本来因为柳杏儿说蒸糕里加了红糖水心疼，但又听他说想拿出去卖，揪着的心瞬间松开。等柳杏儿拿碗给他装了3个，他连忙端去隔壁屋。好吃，必是卖得掉的。他二哥就是货郎，姜氏小时候还跟着二哥去过县里摆摊卖东西呢。嫁到柳家以后，他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做点什么小生意补贴家用。然而柳家对二房的压榨太厉害，他和柳二顺挣下的钱是绝对落不到他们自己手里的。他能忍柳家人，是怕连累娘家。哇，这也太好吃了吧！二哥，你说这个蒸糕卖得出去吗？陈吉吃着香甜的蒸糕，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小孩，但他记得大哥的话，说是大哥那头成功了，爹将来有岳家的帮助，一定会飞黄腾达。或许能卖出去吧，可又能卖几个钱呢？陈行闻言也想起徐郎中说的200两诊费，瞬间就觉得嘴里的蒸糕不香了。不过能卖多少是多少，积少成多，你说对不对？陈吉哄小孩，小孩听他这话有道理，这才又啃起了蒸糕。陈行吃完了，就去帮柳杏儿收拾栗子。5岁的孩子干活那叫一个麻溜。刘二顺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陈家院外，吃到了柳杏儿给的栗子蒸糕。听姜氏说栗子还没捡完，他什么话都没说，晚上在陈家附近的稻草堆凑合睡。陈虎不在家，刘二顺不放心娘儿2个单独住。第2天，柳杏儿打算去镇上卖蒸糕和糖炒栗子，一打开院门，就见院门外堆着一大堆毛栗子，一看就知道是柳二顺弄来的。对于柳二顺这个人，柳杏儿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对妻子儿女是挖心挖肺的好，只是他同时又是个愚孝的儿子，是个无能的父亲和丈夫。如今便是人到中年，儿女双全，他也从未想过改变。但柳杏儿不能不管他，就冲着他每日再累都要来帮着干活，柳杏儿也不能不管。但如何管，管到哪种程度，柳杏儿需要斟酌。小老三也起来了，他看到那么多的栗子也很是高兴，揽去了收拾毛栗子的活儿。柳杏儿和姜氏则处理昨晚剥开的栗子，给栗子开口。家里的红糖太少，所以没弄多少。要出发的时候，柳杏儿给陈行留了1碗糖炒栗子。小孩一边吞口水一边拒绝，卖钱也不差你这一点儿。我们今天出去就是试试看能不能卖掉，若是能卖掉，还得买糖回来炒，不然还不够这一趟趟往外走坐车的钱呢。坐车？小孩瞪大了眼睛，可以走路的呀。我走路，杏儿，你一个人坐牛车。那我到了镇上还得等您，一来一回耗费的时间都可以再去弄些栗子，再做些栗子糕。就好比咱们卖栗子糕能挣20文，车钱2个人来回花8文，但是坐车咱们能多卖2次栗子蒸糕。要是不坐车，只能卖1次栗子蒸糕。你说怎么才合算？你说怎么才合算？坐车合算。刘杏儿有些惊讶，小孩这么聪明的吗？你们坐车去吧，早去早回哦。抠门的家伙一涉及到钱，态度就不一样了。陈行其实是想一起去的，可是怕坐车花钱，且不放心陈吉一个人在家。你会回来的吧？当然，家里还有鸡汤呢，在外面可没有鸡汤喝。小孩想想也是，于是转身哒哒哒跑回了小院。孩子还挺黏你的。那孩子只是怕我跑了，他爹亏钱。母女2个赶去村口，村口都会有牛车等着，拉去镇上赶场的村民1人2文钱。到村口的时候，牛车也刚到一会儿，车上也就坐着2个挎着竹篮的妇人。哟，你们这母女是去赶场啊？来，快上来坐。刘杏儿给了赶车人4文钱，钱是陈虎走之前给的。刘杏儿想着先用，后头挣钱了再还回去。哎，二顺媳妇儿，陈虎打没打信儿啊？瞅着你们信儿的脸色好了不少，这陈家的伙食开得好啊。哎呀，要我说，谁家的男人不打婆娘？只要婆家能给口饭吃就行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你说是不是？
你呀，好好劝劝你们家刘杏儿，让她好好跟陈虎过日子，说不定陈虎每天能少打你2次。妈呀，我连一句话都没说，这帮老娘们就把我每天挨打的事儿给安排上了。哎呦，这有啥可遮掩的？村里都传遍了，你家杏儿让陈虎一天打8遍。江氏气得仰倒，他正要张口辩驳，便被柳杏儿抓住了手。张婶儿，我听徐婶说你男人一天打你5遍，难怪您能教我，原来您每天只挨5遍打，比我少挨3遍打呢。呸！老娘啥时候一天挨5顿打呀？哎，你个小蹄子！柳杏儿装作被吓住了的样子。不是我说的，是徐婶子说的。大家都知道，你一天被男人打5遍，若是哪天没打够，男人半夜想起来，也会把您从被窝里扯出来揍一顿。张婆子闻言就忽然反应过来，她身边这位可不叫姓许吗？好啊，是你在外头嚼老娘的舌根呐，老娘撕烂你的嘴！你个从小麦到老的臭货，哪天不被男人打到嗷嗷叫啊？村里谁不知道？别说5遍，你一天挨8遍都算少。娘，村里人说张婶说的，徐婶跟她娘家那边的老表哥有一腿，又说徐婶说的，前些日子村里好几家人丢的鸡都是张婶偷的，她都看见了。2个婆子哪里听得这话，瞬间就红了眼，发狠的又掐又咬。这时被吸引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不乏有被提到的当事人和苦主。这些人立刻加入战团，把2个婆子一顿揍，揍完就扭着他们去找村长。刘杏儿深藏功与名，打败魔法的还得是魔法。你呀，这下可把他们给得罪了，往后可不知道该咋编排你。不得罪他们也会被编排啊。江氏噎住，无法反驳。哼，况且虎哥跟我说，让我不许怕人，谁欺负我他就揍谁。他无法时时刻刻扮演原主，所以得随时随地的给自己的改变找借口。柳杏儿拿陈虎当借口，简直不要太顺手。江氏对此接受的十分良好，因为他自己就知道，有人护着的时候，人的胆子会变大。闹剧收场之后，当车夫杨边要赶车走的时候，忽然有人喊：“等一等！”江氏看清来人的模样就垮了脸，是黄氏和柳桃。老二媳妇儿，你哪来的钱坐牛车？莫不是偷娘的钱吧？我没钱，车钱是杏儿给的。陈虎给杏儿的钱？咋可能？还用说，肯定是偷陈家的钱呢。等陈虎知道了，肯定会打死你。什么不学，偏学着去做贼。牛车上的妇人们听了这话，看柳杏儿母女的眼神就有了变化。还用说，肯定是偷陈家的钱呢。什么不学，偏学着去做贼。妹妹说的是，我没学好。妹妹说我偷谁的钱，我就偷了谁的钱。妹妹千万莫要着急，还请妹妹放心。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如今离了柳家，一定能学好。倒是妹妹有个烂赌，且用侄女抵债的亲爹，有个不学好偷家里钱的堂姐，可怜的妹妹，将来可怎么好说亲事啊？她柔柔弱弱，可可怜怜，宛若不胜凉风的娇羞白莲。果然，妇人们就觉得柳杏儿怕柳桃，宁肯被冤枉，也不敢为自己辩解。柳杏儿，你胡说！妹妹说的是，我胡说，我没偷钱。哼，钱是不是陈虎给的？等陈虎回来，大家问问陈虎就是了。若你们都不敢问陈虎，我们家杏儿又如何敢偷陈虎的钱？难道他为了几个铜板，敢不要命了？众人一想，谁敢偷陈虎的钱呢？黄氏和柳桃气死了都。上不上车？我上老子就走了。黄氏和柳桃连忙爬上牛车，坐到牛车边缘生闷气。给钱。他给。你是我侄女，理应给长辈出车钱。区区4个铜板而已，你不会舍不得吧？没有舍不得，只是我不敢。大伯娘，你先垫着，等虎哥回来了，我问问虎哥。我想虎哥一定会愿意请大伯娘和二妹妹坐牛车的。我是给大伯娘抵赌债进的陈家，陈家的钱我不敢乱花的。大伯娘，您不会为难我吧？坐不起牛车就别坐，你们欺负人也欺负得够够的了。哎，你们也说是区4文钱，
既然如此，你这个当大伯娘的，把侄女和弟媳妇的车钱给了呗。人家给你们大房还赌债，舍了一个闺女出去，你不能连4文钱都舍不得吧？皇氏母女被众人对得脸红筋胀，没好气的掏钱。你们管得真宽，谁差这几个钱？皇氏母女恶狠狠地瞪着姜氏和柳杏儿，柳杏儿窝在姜氏的怀里，冲着两人笑，好悬没将母女两个给气死。娘，你说柳杏儿会不会被脏东西附身了？以前她哪儿有这么厉害？不可能，她现在就是仗着自己有了撑腰的男人才敢嚣张。她就算敢说话又如何？还不是和以前一个怂样，跟她爹一模一样。这臭丫头要是能被当成妖邪烧死就好了。娘，撞他们下去。皇氏一听，立刻看向姜氏和柳杏儿，眼瞅着前头有个大坑，柳杏儿一直戒备着这母女两个，总觉得他们的眼神不怀好意。然后她也看到了不远处的大坑，机会啊！在路过大坑的时候，车夫招呼大家坐稳了。柳杏儿故意拉着姜氏说话，似乎没有注意到车夫的提醒。皇氏母女俩见状，在车轱辘落坑颠簸的那一瞬间，双双扑向柳杏儿母女。然而柳杏儿却尖叫着扯着姜氏往后一倒，做出一副不小心被颠了的惊恐模样。皇氏母女没推到人，双双从忽然露出来的空档摔了下去，两个人咕噜咕噜的滚了几下，疼得龇牙咧嘴，哭爹喊娘。没长耳朵啊！老子提醒了让你们小心的，老子有人作证，你们摔成啥样都跟老子没关系，还走不走啊？不走就滚，莫在这耽误功夫，一会儿到了镇上集都散了，大家伙就白花钱坐车了。哎呀，快走快走，莫跟他们磨叽。皇氏和柳桃惊呆了，他们竟然在半路被车夫甩下来了。多谢大哥您的维护，不然今儿个我就得被二妹挠伤了。柳杏儿就摸了几个铜板出来，打算给车夫。虎爷叮嘱过我，让我护着嫂子，我也是替虎爷办事儿。原来对方帮忙是因为陈虎啊，5大3粗又凶巴巴的一个人，偏偏十分体贴。回头若不逢场，嫂子也要用车，可以让人去大河村找谭墩子。好，那谢谢你了。柳杏儿拉着姜氏去镇上溜达，镇子不大，两边的商铺也有限。柳杏儿去茶馆看了看，倒是有卖花生瓜子，价钱也是极便宜的，2文钱可以买一把。娘，咱们还是去县城吧，我琢磨着这些东西在镇上很可能卖不掉的。赶场的都是附近的老百姓，身上穿的衣裳基本都带着补丁，糖炒栗子和栗子蒸糕，这些人还真不见得舍得买。不如咱们在这里试试，实在卖不掉再去县城。要去县城又得给车钱，姜氏舍不得。娘，我还没去过县城呢。你还有车钱吗？娘放心，虎哥给了我好多铜板。两人先去找先前的车夫，柳杏儿就让姜氏给他拿了一块栗子蒸糕，自家做的，你尝尝。你既是陈虎的朋友，少儿给你个蒸糕，你就拿着吃啊。谭墩子不好意思地抠了抠脑袋，到底经不住诱惑，接过了蒸糕。他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糕点。谭墩子啃了2口就不啃了，小心用帕子包好，揣进怀里。墩子兄弟，我们想去趟县城，你看。上车，我送你们去。那些婶子们就不管了吗？他们卖了东西得了钱，便不大愿意再坐车，左右回家也是空手回，不累。也不全是，但吃人的嘴软，更别说还有陈虎的嘱咐在先。我就在这等你们，魏时末申时出客之前，你们须得到这儿，不然天黑赶不回去。姜氏表示知道了，和柳杏儿背着背篓进县城。县城就比镇上繁荣多了。杏儿啊，咱们去哪儿卖呀？娘，咱们找个茶摊或是小吃摊，借他们的炉灶热一热板栗蒸糕，热的总归要好卖些。哪有人愿意借的？柴薪不要钱的嘛。咱们借一借，万一能借到呢？路过一家茶馆，茶馆挺大。娘，您看，那些小孩给小2几文钱就能进去卖东西，不如您有样学样，也给几个钱，然后进去卖栗子，价钱就咱们昨晚商量好的，10文钱一包，一包大概有2两左右，这样算下来1斤就能卖50文钱。会不会太贵啊？怎么会贵呢？咱们用了不少糖呢，反正不能讲价，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咱们换一家再卖。娘，您想想，说是您先头卖了2个顾客，后头怕卖不出去降价，前头的顾客不得找您扯皮啊？便是1个顾客都没卖，人家讲价您就让价，
人家会觉得这东西是不是不值当这么多钱？不然您怎么答应的这么畅快？秀儿啊，你咋懂这些的？我跟虎哥说想做点小生意，虎哥就给我讲了讲做生意的门道。万年工具人陈虎再次被柳杏儿面不改色的搬了出来。谢谢你惦记我啊。娘，您去卖栗子，我在外头等您。没出嫁的时候，姜氏跟姜木生出来跑过生意，他的胆儿还是挺大的。见姜氏进了茶馆，刘氏就抬步去了不远处的一个小吃摊儿。婆婆，我想借用您的火和蒸笼蒸一下蒸糕，另外我的甜蒸糕卖5文钱一个，若是在您这儿卖掉了，每个都另外单给您1个铜板。这附近有好几个小吃摊儿，就这个小吃摊生意不太行，老板是个老婆婆，人家比较会吆喝，可老婆婆不会吆喝。老婆婆朝着柳杏儿比划了一下，麻利地腾出一个蒸笼来。柳杏儿才发现她不会说话。谢谢您啊。将蒸糕蒸好，柳杏儿花了3文钱买了一个包子吃，发现味道不错，于是便张嘴吆喝起来：卖包子，热腾腾的包子，买1个包子送1碗热汤嘞！他也没有瞎喊，番子上写着呢。脆生生的声音响起，摊位前也有人来问了：您来几个包子？来2个吧。啊，您带走还是这儿吃呢？在这儿吃的话，我给您盛热汤。在这儿吃。很快，小摊前的位置就坐满了。柳杏儿没插手帮忙端，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意，又是吃食，需避着点咸。雅婆婆的包子不多，卖完以后，差不多柳杏儿的栗子蒸糕也好了。栗子蒸糕，美容养颜的栗子红糖蒸糕好了哟！她的声音脆得很，吆喝起来像是黄鹂鸟在唱歌。这些我全要了，这些我全要了。哎呦，好阔气的顾客！柳杏儿看到杜秀才，就跟原主记忆中的人对上号了。这是原主的心上人呐，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样子，长得还行吧，就是太阴了些。柳杏儿没搭理他，给先来的人装蒸糕。这些我全买了。这位公子对不住，您的钱大，小女子找不开。不用找。杜秀才将银子拍在案板上，就要去拉柳杏儿。柳杏儿连忙躲过，还请公子自重，公子可是读书人，误了名声可不好。你既知道名声重要，为何要抛头露面，当街叫卖啊？你到底知不知羞耻2字是怎么写的？干啥干啥？你这书生要买就买，不买就滚，拦着人家做生意做甚？你的银子拿走。这县城的差役还挺管事儿的，来的真是及时，不错嘛。差役推搡着他离开。杜秀才转头看向柳杏儿，那眼神仿若柳杏儿干的是啥脏活。什么玩意儿？对我指手画脚。蒸糕没多少，很快就卖完了。22个蒸糕，5文钱一个，总共就是110文，除去给雅婆婆的22文和一开始给的4文钱，一共入账84文钱。柳杏儿数完钱，笑得见牙不见眼。谢谢婆婆，我走啦。说完，她冲着雅婆婆笑容灿烂的摆了摆手，去查一查此女子。是大人。卖光了。掌柜的尝了尝，还问我还有没有，能不能直接卖给茶楼。我寻思着可以卖，你说咱们卖给茶楼多少钱一斤合适啊？能卖给茶楼当然好，这样咱们就省事儿不少，还能腾出时间来干别的。咱们一包有2两重，卖10文，算下来50文一斤，那就卖给茶楼40文一斤吧。那就卖40文。先前在茶楼卖栗子，姜氏渐渐地找回了记忆深处的感觉。娘这就去跟掌柜的说。姜氏神采奕奕，说完就转身，风风火火地跑进了茶楼。成了成了，我就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感谢他。娘跟你说，这个做买卖呀，就要嘴巴甜，不管人家说啥难听的话都不要在意，咱们能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了。娘，我也要跟你学。好，娘知道的都教你。哎，对了，蒸糕呢？娘去把蒸糕卖了。娘去卖栗子的时候，我去旁边的摊子买了1个包子吃，顺便给了4文钱借用摊主的锅灶蒸笼。那摊主是个哑巴婆婆，人很好，还帮我把蒸糕全卖光了，除开给她的4文钱，还剩84文钱呢。姜氏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儿，直夸柳杏儿运气好。娘，我饿了，咱们先去吃碗面，然后再去买糖买面。我跟哑婆婆商量好了，后日带蒸糕来，还在她家卖。那感情好，下次就娘来卖。他没法子给闺女准备嫁妆，就趁着陈虎没有回来，多帮着闺女挣点钱吧。
两人走到一处面摊前，来一碗鸡汤面，你快吃。柳杏儿见他这样，就知道姜氏自己舍不得吃。这种沉甸甸的母爱让柳杏儿暖心的同时又有点心酸。柳杏儿管摊主要了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分了一半的鸡汤面给姜氏。娘不吃我就不吃。他倒是想给姜氏再喊一碗面，但怕姜氏炸毛。柳杏儿坚持，姜氏就没法子。娘，等以后赚钱了，咱们吃面就一人喊一碗。姜氏嘴里含着面，眼角有泪溢出。若不是一双儿女暖心，姜氏在柳家早就过不下去了。吃完面，柳杏儿问摊主杂货铺在哪条街。母女两个来到这条街，把这条街上的杂货铺、粮油铺先逛了一个遍。白面买了20斤，清油2斤，红糖买了5块，砂糖买了10斤，一共花了1010文，折1两银子10文。从店里出来的时候，姜氏人还是恍惚的。1两银子就这么花出去了。娘，咱们赚得回来。娘，那是不是柳杏儿的二舅？黄氏一看，果然是姜木生，他二舅，福川他二舅。姜木生闻声看了过来，一看是黄氏母女，脸上先是冷了一瞬，才浮现出笑容。这娘们儿对自己的妹妹不好，他早就想揍，只是父母拦着，说揍了往后妹妹的日子更不好过。因着村里的3座牌坊，村里的闺女嫁出去只能死，不能被休，也不能和离。哟，你来的正好，让我瞧瞧你这里都有些啥货色。家里给杏儿说了婆家，那可是县城里的秀才，我们今儿上街就是给杏儿采买东西的。之前姜氏夫妻来娘家借钱，说杏儿病重，恰巧就在秀才宫来提亲的节骨眼病重。杏儿可好些了？好了，大好了，弟妹把钱拿回来，家里就带杏儿去县里医馆看的病，花了差不多30两银子呢。也是我家，换上别人家，谁肯出这么多钱给闺女看病？姜木生觉得是因为杏儿有秀才公看中，柳家才肯出钱。不过眨眼功夫，母女两个就快把姜木生的担子都快拿空了。福川他二舅，你看看这些要多少钱，跟我们家去拿。黄氏意犹未尽，又怕拿光了姜木生没东西卖，真跟他回家去拿钱。眼下不成，回头我再去。黄氏连忙拉着柳桃走人，两母女走得飞快，也不顾身上疼，生怕姜木生撵上来。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啦。我们带出去的东西都卖完了，买这些回来是为了做更多的吃食。姜氏就把背篓里的钱全部倒在破席子上。这么多！好了，快坐下来数，10个串成一串。最终竟然数出了820文。我去收拾板栗。我去看看还有没有板栗。哎，娘，你拿盆先去河边装点沙石回来，不要太大的，也不要很细的。姜氏二话不说，拿了盆就去河边。柳杏儿就和小老三一起给板栗开口。姜氏把沙石弄回来，柳杏儿先把沙石放进锅里烘干，把细沙子筛干净了，又将大个的石头子儿挑出来，让姜氏洗干净。烘干后放点熟好的清油和糖翻炒，炒热了放板栗进去翻炒，香甜的味道飘荡在灶间。小孩闻着这味道，不停地吞口水。病殃殃的陈吉听着家里热火朝天的动静，眼神闪烁，心里有些东西在动摇。这个女人如果能一直这样的话……哎呀，等等兄弟，世奇二哥，你这是去哪儿？啊，我去下河村柳家看我外甥女去。那你就不能去柳家，要去陈家。你外甥女被柳家抵债给了虎爷，如今已经是虎爷的媳妇儿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姜木生就变了脸色，疯了似的往小河村跑。你外甥女被柳家抵债给了虎爷，如今已经是虎爷的媳妇儿了。疯了似的往小河村跑。柳三才见姜木生杀气腾腾的来，就跟刘老头一起往后退。柳大富扔了锄头就跑，被放下挑子的姜木生几步追上，摁在地上狠狠地揍，拳拳到肉，揍得柳大富哭爹喊娘。哎呀，老二，你拉一把呀，老二！你敢过来，我就把我姐带走，走到天远地远，你永远也找不着。刘二顺不敢动他了，刘老头和柳三才见状，拔腿就跑。柳二顺，你个怂货，你连媳妇儿和闺女都护不住，你咋就不去死啊？你但凡能够撑起来，他们都不能像如今这般，杏儿也不会被弄去抵债。杏儿，我是二舅啊。木生，你咋来了？烧火的小老三见又来一个柳杏儿的亲戚，整个人都紧绷起来。
这人不会是想拿钱走的吧？我听说了杏儿的事，我来看看他。我想带杏儿走。你别听外头的人瞎说，陈虎对杏儿很好的。现在好不代表以后好啊！他前头打死了3个，这一个咋地也要装一段时间的好人呢。娘，二舅，你们进来说话吧。江氏想着屋里在炒板栗，不敢叫江木生进去看，毕竟杏儿已经是陈家人了。娘，我吵不动了。二舅，你来的正好，来帮帮我。娘，二舅，你们进来说话吧。江氏想着屋里在炒板栗，不敢叫江木生进去看，毕竟杏儿已经是陈家人了。娘，我吵不动了。二舅，你来的正好，来帮帮我。刘杏儿爹娘都喊过了，早就过了尴尬期。外甥女儿喊帮忙，她肯定要进去的。进去，顺手从刘杏儿手里接过锅铲。嚯，这样炒板栗啊？对，沙子洗干净，加糖，加板栗炒，这样炒出来的更香更好吃。江氏噎住，江木生也傻眼了，两人都没想到刘杏儿就这么把做法说了出来。杏儿啊，这法子你不能挂在嘴边说的，这让人学学了可咋整啊？二哥，我们今天卖糖炒栗子，卖了800多文钱呢。茶馆的掌柜还说好40文钱一斤收呢。这生意做的呀，请你放心啊，二舅不会拿你的法子去挣钱的。为什么不能挣？我和娘一天再多也就能弄50斤栗子，况且阳安府好几个县呢，我和娘在定陶县卖，二舅可以去临县卖。嘿嘿嘿，那行，那就算咱们合伙，等卖了钱啊，二舅分你1万。我不要，这又不是什么秘方，这法子很容易被看破，估计到了明年满街都有糖炒栗子卖的。那我不管啊，咱们就说今年，你要是不要啊，那我就不卖了。不然二舅给我2成就行了。二舅若是不愿意，那就别炒了，我也不卖了。别，这说好的生意怎么能不干呢？就按你说的啊，等你家的板栗用完了，二舅帮你收。刘杏儿笑着点头，江氏心里松了一口气。二哥这人做事大气，杏儿也大方，毕竟这么多年只见娘家帮他没有回报过半分。对了，二舅，您啥时候回去？一会儿天该黑了，山路不好走。哎呀，我今晚不走，晚上随便在哪儿打个盹就成了，外头多的是草垛子。要不就在堂屋打个铺。哎呀，你就别操心了，我今晚啊帮你们多炒点板栗，天亮就走。啊，对了，杏儿，不然你跟二舅走吧，这陈家，哎呀，到底不是好地方。我不走，虎哥对我好，您别听外头人瞎说。而且没有虎哥，我如今的坟头都长草了。他若真是坏人，当初就不会把我带走。主要是能走哪儿去呀？况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陈虎可不是鹌鹑。二舅，我喜欢虎哥。二舅，我喜欢虎哥。刘杏儿做出一副羞涩的模样，没招啊，这么说才能打消江木生的念头。外甥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还有啥好说的？以后要是过得不好啊，你一定要跟二舅说，二舅豁出命去也要带你走。栗子炒好了之后，刘杏儿装了一小碗给小老三，你尝尝，你二哥在病中不能多吃，吃1-2粒就行了。卖钱。不差你这点儿，你认真吃，吃完跟我说比昨天的如何。小老三这才端着碗一瘸一拐去了隔壁房间。二舅娘，你们也尝尝。比昨日的好吃，又香很多。江木生把板栗挑出来装筐里，继续放生板栗进去炒。我呀把柳大富揍了一顿，把柳二顺也揍了一顿。这会儿江木生有些后悔，他打了人，柳家人定会从江氏身上找补回去。打就打了，他们也该。娘，虎哥跟我说，柳家用江家山的牌坊拿捏娘，娘就可以用柳福来拿捏柳家，大不了鱼死网破呗。他还说，这世上就是凶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工具人陈虎再次上线。又是小媳妇对我念念不忘的一天。虎哥说，打蛇打7寸，柳福来就是柳家的7寸。读书人最重名声，以前你们老师不拿他做法子。虎哥说，都不用咱们去柳家闹，只去问柳福来，说他爹用我抵赌债的事儿传出去，他的书还念不念得成了。哎呦，虎爷就是虎爷啊。虎哥还说，娘和爹都是柳家人，说真闹到了那一步，就得舅舅或是姥姥姥爷出面，抢在他们去江家山找族长前先发制人，把柳家以江家山的牌坊来拿捏儿媳的事情传出去，再去书院门口大闹。但在之前还是威胁为主，让他们知道撕破脸谁也别想安生。还有，江家山的规矩重，
出嫁女便是被婆家搓磨致死都不能合力回江家山，正是因为这个规矩，江家山的闺女在十里八乡很受欢迎。胡歌说可以让舅舅们直接去找村长，说柳家把娘搓磨得太狠，要是村长不管，舅舅们就去找江家山的族长说理，让江家山有闺女的人家不许把闺女嫁到小河村来，想娶江家山媳妇的人家能坐得住。二舅，我觉得胡歌说的很对。刘杏儿说到这个地步，江木生和江氏还有啥不明白的？哎呀，枉我还觉得我跑的地方多，见识多，可竟然连这点都想不到啊！江氏灰败的眼底有了星星点点的光。是啊，虎哥就是厉害。虎哥说江家山只要求自己的村里的姑娘守规矩，却从不给嫁出去的姑娘撑腰是不对的。村长族长不能光吃饭不干活啊，说早晚会想出法子治一治他们。到时候我给他打酒喝。说到这里，他就咬牙切齿地将黄氏母女打着柳杏儿的名头骗他东西的事儿说了出来。他们哪来的脸？江老二啊，你出来，老娘知道你躲在陈家。江老二啊，你出来，老娘知道你躲在陈家。柳杏儿，开门。这次传来的是村长的声音。院门打开了，江氏还没回过神，就挨了刘老婆子一个巴掌。村长，他打我！哎呀，江家山的人跑到我们小河村来撒野来了！哎呀，好香啊！哎，这陈家在做啥呀？这么香？放糖了吧？我闻到甜味了。村长，您说陈家过来造房，在做啥好吃的？这我哪知道啊！哎呀，村长，他打我！村长还没啥反应，江木生就嚷嚷起来。哎呦呦呦呦！这就是小河村的民风啊！一个当奶奶的人了啊，男人还没死呢，就对着别人的男人动手动脚。村长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柳家还真是阿子，这婆婆不正经的人家能嫁吗？早知道当初我妹妹就是去庙里当姑子，也不给你们小河村当媳妇儿。回去我就跟族长说，以后不要把闺女嫁来小河村，备受搓磨不说，婆婆还不检点。他常年跑货郎，胡搅蛮缠的本事他也会。大兄弟，这样可不成啊！除了刘老婆子，我们村的人都很好的。这婆子就是坏，全村出了名的。她不要脸是她，跟我们真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们眼瞎呀！明明是这张富的哥哥打老娘啊！不用你去找，老娘就去江家山找你们族长说道说道。那家里的活也不干，就知道偷汉子搞破鞋。江木生又狠狠甩了他一巴掌，一脚将他踹墙角去。说，您看见了啊？这老婆子污蔑我们江家山嫁出来的姑娘，今儿她要是不把她嘴里的奸夫找出来，这事没完。明儿我就去县衙告状。咱们县啊不，咱们府可只有一个江家山是有牌坊的，别说县令大人，就是府台大人也不允许江家山有半点污垢。不会说话你就把嘴巴缝起来。福川娘咱们还是知道的，每天从不亮天干到天不亮，比别人家的生活还累，上哪儿去找野男人去？若是江木生闹到衙门去，他这个村长就当到头了。别看不起村长，每年摊派徭役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他能捞不少。也是江家山的村长从来不为村里嫁出去的姑娘撑腰，叫他都觉得江家山的人好欺负，从来都没有往这一层上想过。看不得他打我呀，他一个当晚辈的。我可不是你的晚辈，你算哪根葱啊？江儿啊，不管怎么说，你来小河村打人都是不对的。你看把人打成啥样了？赔钱，没有40两银子都过不去。你们瞅瞅，你们好好瞅瞅，我家老大都被他打成啥样了？打你老子承认，你要是死了，我肯定给你赔棺材钱。但是打柳大富我不认，谁看见了？谁看见我打他了？我家老三看见了，老头子也看见了。他们做不了证的，不信咱们就去衙门试试去。凭啥做不了证？因为他们是柳家人，上了衙门，大老爷不认他们的证词。外村人欺负到小河村来了，村长还胳膊肘往外拐呀！救命啊！在灶房厅墙角的柳杏儿无语，这刘老婆子闹腾了一晚上，先是骂村民们眼瞎，得罪了村民，这会儿又得罪了唯一能帮他的村长。要知道，村长就是再讨厌刘老婆子，为了面子也会对他维护一二。你这老钱婆还有完没完？来2个人，把他的嘴给老子堵上！看来不是村长管不了村里这些泼妇，端的是看村长想不想管。我出去之后，你守在灶房，把门拴了，知道不？不用你教。他傻不傻？锅里的可都是银钱。呀，还疼不疼？江氏摇头。
你出来干啥？快去灶房干活，灶房的活可不能毁了，那是陈家的根本。他这么一说，村民们就明白柳杏儿为啥先前不出来了。哎呀，这姑娘哭起来的样子可真可怜，以前咋就没发现呀？哟，这姑娘是不是长肉了？来陈家才几天啊，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不打紧，已经干完一波活了，等下再去干一样的。柳杏儿抬手轻轻去抚僵尸额头上的包。都是我没用，我要是有用，您就不会遭这些罪。对了，娘，姥姥姥爷不是给您凑了20多两的银子吗？您快拿钱去找郎中看看。村民们一听就倒吸一口凉气，20多两啊，江家这么有钱的嗖？钱都在你阿奶那里，我和你爹带了银子回来，就被刘老婆子给抢了。村长爷爷，那天赵三娃把当天的事儿学给村长看，村长就让人扯开刘老婆子嘴里堵着的一把草。小孩瞎说，没有的事儿。不信，村长你问我家老二，让他说老娘抢是没抢。刘老婆子笃定柳二顺不敢说实话。娘，僵尸脸色发冷地看着柳二顺。你个不孝的东西啊！你要让你娘被人当贼马？我娘没抢，我娘没抢。他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僵尸的眼底浮现出浓浓的失望。江木生也是，以前他还拿她当妹夫，认为她是无辜的，他也是被亲娘逼迫的。可现在，哎，村长您瞧，是江家人找事儿，您可要给我老婆子做主啊！江二兄弟啊，孩子说的话不可信的，刘二顺又说没这事儿，你看没有实证，这事儿就……二舅，您先前说姥姥给凑的银钱，每个上头都用簪子画了个道道，是不是真的？刘老婆子猛地看向柳二顺。娘，我不知道他们在钱上做了记号。我活，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说，你也看见了啊？如今刘老婆子抢没抢我家给杏儿救命的钱？去柳家搜一搜，看看上面的钱有没有记号就明白了。若是说不肯搜，那我明日一早就去县衙报官。那20多两是江家的钱，不是刘家的钱。哎，你胡说！明明只有13两，并178个钱，哪里有20多两？那你还不赶紧去把钱拿来！这老泼妇哭着嚷着要他带人来陈家主持公道，好嘛，他这个当村长的脸都被这老泼妇给丢尽了。慢着，他们母女今日在镇上从我摊上拿了不少东西，还请村长带人一并从他们家搜一搜。他们母女骗我说啊，过几天有秀才公来家里跟杏儿提亲，那些都是给杏儿才买的，说让我上柳家来收账。今儿你们要么把东西还给我，要么就把账给结了，不然明日官府见。黄氏傻眼了，柳桃也愣住。哎呀，好啊，你们娘儿两个学会私藏东西了是不是啊？老娘挠死你们！刘老婆子扑向黄氏，柳桃下意识躲开，一声都不敢吭。她还要嫁秀才公呢，万一被挠花了脸咋整啊？说到底也是柳二顺不是个男人，可不咋的，自己的闺女自己都没卖，让兄弟拿去抵账，真是个窝囊废。行了行了，赶紧回家把东西和钱找出来还给人家。天黑路远的，你们就别跟着去了，我一定能把东西和钱都要回来。陈虎把你教得很好，比娘年轻的时候呀好多了。刘杏儿看了眼蹲在地上呜呜哭的柳二顺，娘，我先进去炒栗子了。对柳二顺，他也想明白了，这个人不能沾，哪怕他有一腔爱女之心，到时候刘老婆子一句话，他是可以昧着良心坑妻儿一把的。蒋老三已经把炒好的板栗挑出来了。明儿卖了板栗，我去买个大点的筛子筛，现在这么挑太慢了，耽误挣钱的功夫。刘杏儿已经摸准了小孩的脉，要买东西在他眼中必是败家的行为，但买东西是为了挣钱，那就没毛病。你爹是孬种，赶我爹差远了。蒋老三挺起胸膛嘲笑柳杏儿。对，从父亲的角度来讲，他没资格跟虎哥比。小孩，你有一个好爹。用柳二顺来和陈虎比，柳杏儿感觉是对陈虎的侮辱。福川娘，那是我娘，我没法子。你也是当娘的，福川那么护着你，你应该知道。我不知道，福川孝顺我，是因为我对他好，是因为他姥姥姥爷舅舅们都对他好，是因为他的脑子不糊涂。你不一样，柳二顺，往后陈家这边你别来了，你是柳家人，你帮着陈家干了活，哪天你娘来找杏儿要工钱，杏儿给不出来。不会的，真的不会的。你要还是个人，你要还念着杏儿是你的亲闺女，你就别再来陈家。柳二顺，你别逼我剪了头发去庙里当姑子，便是江家山有3座牌坊，也管不了出家的事。
以前我在你家苦熬是为了杏儿，为了福川。如今杏儿有陈虎护着，等福川回来了，陈虎也能护着他一些，我就放心了。说完，姜氏就进了院子，并拴上了门。事情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呢？娘，不管您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傻孩子，娘没事儿。姜氏抹了抹眼泪，快步走进灶房去接着揉面了。刘杏儿叹了一口气，到底还是怕刘二顺寻死，便出门去找他。杏儿，爹，我不欠刘家的了，我没有死，不代表柳家没有作孽。是爹没用，因此柳家人对于我来说是要我命的仇人，不会因为你是我爹而改变。你说的对，你没用，但请你不要寻死，因为你死了，我娘就是寡妇，寡妇的名头太难听，寡妇的日子也太难过了。还有程家这里，你也莫要来干活了，不然柳婆子当真会生事儿的。我记住了。这头姜木生像是打开了任督二脉，不但去柳家搜出了自己的东西，还逼得刘老婆子不得不将从姜氏那里抢来的钱还给了姜木生。被打肿脸的刘老婆子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老婆子在村里耍赖耍横了一辈子，这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大的亏。等她闹累了，柳桃才冒出来搀扶她。阿奶，您不觉得柳杏儿不对头吗？她会不会是掉进河里以后被啥脏东西附身了？您想想，以前她啥时候敢当着外人说话？可今晚那赢钱的事情就是柳杏儿说的。刘老婆子一听便眯起了三角眼。阿奶，要有陈虎护着，我瞅着二婶儿怕是一辈子都不带回柳家的。她敢？以前二婶儿是不敢，可如今有陈虎撑腰，除非陈虎不要柳杏儿，厌恶柳杏儿，二婶儿自此失了靠山，才会回柳家，不然到最后二叔恐怕也会离了柳家。想都不要想，他敢不回来，老娘得打死他！老娘绝不可能便宜老二那个野种。有姜木生帮忙，晚上不管是蒸糕还是炒板栗，都是先前的3倍。大家虽然累，但都笑得很开心。第二天天不亮，谭墩子就来接人了。这次姜氏没去，是姜木生和柳杏儿去县城。哟，怎么比昨儿的更香一些了呢？哎呦，你喜欢就成。说是拿锅里再炒一炒加热会更香，加热之后用棉垫子捂着的筐子装起来，能保温很久呢。多谢小娘子提醒。您尝尝，这也是我们做来卖的，叫板栗蒸糕。您这里要不要留点当茶点卖？这个上锅一蒸，香味就散开了。香味出来之后，必会帮您引更多的客人。哎呀，昨儿我就听有客人夸哑婆那儿卖的蒸糕味道好。哎，小姑娘啊，你跟那哑婆是亲戚？啊，不是亲戚，不过是合作伙伴。掌柜的摸着胡子，连说了几个好字。那你这个栗子蒸糕卖与我是多少文一个呀？4文。您别嫌弃贵，实在是糖贵，白面也贵。我在哑婆婆的摊上卖5文，您这是大店，但凡进了店的东西都要涨涨身价，卖6文刚好，7文不过分，8文也不贵。你这个小媳妇儿可真会说话呀，是个做生意的料子。你这个小媳妇儿可真会说话呀，是个做生意的料子。那就留50块吧，你够吗？啊，够的够的。这板栗蒸糕呢，50个是200文，63斤的栗子是2520文，和共计是2720文。2700文也是2两多，差点3两银子。姜木生虽然心中有数，但掌柜的真把银钱给到他手上，他还觉得像是做梦。这个板栗啊，每天在200斤以内，老夫全部都能吃下。你能弄出来吗？啊，能。姜木生狠狠点头，必须能。阿舅，虎哥说银钱多了就要签契约。啊，对，掌柜的，您可得给我签个契约啊，不然我若是真送200斤来，你又不要了，那板栗可就砸在我们手上了。契约到手，姜木生的心才放进肚子里。哑婆婆，我来啦，这是我二舅。哑婆婆先是冲着姜木生点了点头，然后就指了指一口空着的锅和上头冒着热气的蒸笼。刘杏儿忙将栗子蒸糕放到热腾腾的蒸笼里。二舅，这我一个人就成，您去铁匠铺买2口大锅，陈家1口，姥姥家也要1口。刘杏儿掰着手指头跟姜木生数要买啥东西，姜木生一一记下，就跟谭墩子走了。杏儿，你别卖了，跟我走。
陆秀才请假出来就是为了找柳杏儿，他喜欢温柔小意的。以前比兔子还胆怯的柳杏儿就十分合他的心意。你这个书生咋回事？当街就动手动脚，你哪个书院的？啊，二位差爷，他是小生的。大哥，小女子不认识他。走走走，你莫要在此胡搅蛮缠，不然我们兄弟只能请你去衙门走一趟。没法子，他只能拂袖而去。小娘子，给我们拿30个蒸糕带走。连着2天，二位都帮了小女子的忙，就用这些蒸糕作为谢礼，还望二位莫要嫌弃。往后雅婆婆的摊位，还望着二位多看顾呢。我们当差拿了衙门的月钱，就得干事儿。说完，串脸虎捕快看了一眼雅婆婆，要让我们大人知道了，会打我们板子的。便是在现代，吃拿卡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捕快的月钱并不高，他提到了大人，想来县令大人是个十分有手腕的清官。姑娘，我姓谭，他姓张，以后你在县城若是遇到什么麻烦，可以去衙门找我们兄弟。那感情好，小女多谢2位差爷了。2位差爷啥时候有空，小女让舅舅请2位喝酒。捕快摆手，帮这点忙就要酒喝，老太太可不会放过他们。柳杏儿帮着雅婆收摊儿，等江木生采买完东西才离开。婆婆，明儿我还来。雅婆笑眯眯地朝他摆手。陆秀才在城门外柳杏儿回村的必经之路的茶寮坐着，想在这里堵他。他越想越气，要知道柳杏儿家里人对他这个秀才公可是巴结至极。陆秀才回想起自己以前和柳杏儿说话，那姑娘流露出的羞涩表情，心底就有一团火在烧。回去他就哄得自家老太太同意他在娶妻前纳妾。不过在柳杏儿这头，陆秀才骗他是求娶。杜公子，陆秀才扭头一看，来人是柳杏儿的堂妹，同窗柳福来的亲妹妹柳桃。这不是桃儿妹妹吗？你来找你姐姐。柳杏儿也在县城，这个小淫妇怎么阴魂不散？你姐姐在帮人卖包子，这是你们家谁的主意啊？她快嫁给我了，这样抛头露面不好。天杀妇，要是把家里的事漏了可咋整？我还如何离开桃江嫁进杜家？杜公子，我姐姐是如何跟你说的？她忙，没有功夫跟我说话，于是我便再次等她，想问问她为何这般做。我们杜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可容不得未婚妻在外抛头露面，登龙卖笑。啊，原来他们2个还没说上话呀。杜公子，这事儿是姐姐做的不好，我就是来找她回家的。家里人说啥她都不听，就怕嫁进你家被嫌弃嫁妆太少，就偷偷跑出来说要挣嫁妆钱。不怕杜公子笑话，我家因着供养我哥哥念书，着实没有什么余钱，也难为了姐姐。杜公子，您回书院吧，我这就去把我姐姐替回去，保证她再也不出来了。哦，对了，我姐在何处帮人卖包子？公子你告诉我，我也不必满城无头苍蝇似的找。不瞒公子说，昨儿我来找她就没找到，她跟家里人又死活不说地方。见他眉头紧锁着把地点说了出来，又道：其实也不怪姐姐，我家连给她买胭脂水粉的钱都凑不出来，她的嫁衣还没着落呢。陆秀才扯下腰间的钱袋子给柳桃，缺钱就来跟我说，何至于去帮人卖包子？卖包子一天能挣几个钱？不成不成，姐姐就是怕被公子看不起，这钱小女不能替姐姐收。陆秀才强势塞到他手中，这些银子若还不够帮他置办嫁妆，过2日我再拿些给你哥哥。这些银子若还不够帮他置办嫁妆，过2日我再拿些给你哥哥。杜公子，您可千万别给我哥哥，您也知道他是读书人，终归是有些清高的。陆秀才想了想，你回家去取50两银子来，再去要2匹红绸。刘涛听得眼睛发亮，激动的双手忍不住扯帕子。小厮回来之后，陆秀才看着他拿来的2匹水红色绸缎，给了小厮一个赞赏的眼神。切不能用正红，小厮还算机灵。然而柳桃不懂这些，他的心思都被桌上放着的水红绸缎给夺去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让陆秀才的小厮都没眼看。行了，你把这些东西带给杏儿，让她别为嫁妆发愁，在家等着媒婆上门。哎呀，杜家果然富贵呀！等我进了杜家，必能吃香的喝辣的。从裁缝店出来，柳桃直奔书院，给了守门小哥几个铜板，劳烦他去喊一下柳福来。柳桃这次来，就是刘老婆子让他来找柳福来讨对付柳杏儿和二房的主意。啥事儿啊？这么着急火燎的来找我？快点啊！耽误久了，食堂的饭菜都被抢光了。那就不吃食堂，哥，咱们去饭馆吃去，我有钱。柳桃说这话的时候，声儿有点大，引来了路边几个乞丐的注意。
这钱哪儿来的？是杜公子给的。柳桃将自己忽悠杜秀才的话说了出来。柳福来从钱袋子里掏了一半钱，揣自己兜里，将剩下的扔给柳桃。你这人咋这样啊？把钱还给我！你信不信？我要是告诉阿奶，这钱你一个字都留不住。这会儿他太后悔了，后悔在柳福来面前露财。这小子还真是被柳杏儿那个小蹄子勾没了魂啊！哥，你得给我想想法子，万一洞房的时候他见不是柳杏儿，必是要闹起来的。这有何难？我帮你买点药，你出嫁的时候带在身上，下到茶水里，保准杜秀才喝了，变眼睛的人是猪，他也能当成貂蝉。你说谁是猪啊？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柳桃见柳福来吃饭那么凶，也连忙狂吃起来，生怕手慢嘴慢抢不到。吃的差不多了，柳桃瘫坐在椅子上打了个饱嗝。哥，阿奶让我来跟你讨个主意。他把江木生打柳大富，并且威胁家里要来书院找事儿的事情说了一遍。哎呀，无妨啊，到时候就推到二叔身上，说是二叔赌钱输掉的女儿，我爹只是帮他背黑锅。这话让阿奶说，二叔不会说一个不字。至于村里人，我是村里唯一的童生，村长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允许村里人来给江家人作证。你回去跟阿奶说一声，找神婆的事儿提前缓一缓。柳杏儿长得那般好，就这么死了可惜了。我来想法子。走路不长眼睛的呀，短命鬼急着投胎还是咋的？柳桃揉着被撞疼的胳膊骂骂咧咧，直到去城门口坐牛车的时候，才发现他的钱袋子没了。你没钱还坐什么车呀？赶紧下去啊！给人腾位置。车夫杨鞭赶着车走了，柳桃崩溃地蹲在地上大哭。没钱到的短命鬼，偷我的钱！这可是县城啊，他靠2条腿得走到天黑才能到家。我的钱，真是白折腾了不说，还把自个儿的私房钱给赔进去了。柳福来匆匆回书院，半路被人撞了一下，等他反应过来钱被偷了的时候，人已经在书院里了。还得去给柳桃买药，这他们都不但没占着便宜，我还要闹天呀！二舅啊，回家我肯定要被娘骂的。实在是买太多了，除了糖和面粉这些东西，柳杏儿还买了1床席子、2床被褥。哎呦，现在知道怕了，买的时候咋叫都拦不住你。可都是家里要用的，我娘应该不会骂太凶哦，你说是吧，二舅？江木生扭过脸不去看柳杏儿，忍不住抬手捂着嘴巴偷笑。娘，小孩，给你们带了肉包子，赶紧蒸热了吃。小老三一听包子就吞口水，但脸却是黑黑的。又乱花钱，不过了呀！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要让马儿跑，得给马儿吃草，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才有力气挣更多的钱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小老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只知道包子已经买回来了，如果他不吃就亏了。他不但自己吃，还给陈吉拿了一个。大门关上，眼见江氏就要发火。娘，您猜猜咱们今天卖了多少钱？哎呀，卖再多钱也不能这么霍霍呀！可这些都是要用的，这次买了，以后就不用买了。况且还有些是二舅买的，过些日子他要拿回姥姥家的。啊，再跟您说件事儿，今儿我们跟茶楼的掌柜签了契约，往后每天给他送200斤糖炒栗子。哎呦，200斤呐！200斤能卖8两银子。1天8两银子，100天就有800两银子，二哥就能看病了。小老三扑过去抱住柳杏儿的腿。娘，这孩子的眼里怕只有钱哦。人家要200斤，娘和小老三就不能出去捡栗子，你们2个也捡不了那么多呀。那就得收栗子，如果收栗子顺利的话，二舅就可以回去了。姥姥家那头也要把生意赶紧做起来。如果是收栗子，那这门生意抛开乱七八糟的本钱，200斤栗子的利润就只有4、5两银子。4、5两银子接连挣100天，那也是4、500两银子呀，也能给二哥治病。娘，你累了，你坐，我给你倒水。逗得江氏江木生哈哈大笑。喝了他倒的水，江木生就忙碌起来。路上，柳杏儿就跟他说了，要在灶房外头加上大锅，专门用来炒栗子。江氏等人吃了包子垫肚子，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起栗子来。陈吉偷偷站在窗口，看忙得热火朝天的小院。弟弟多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的内心挣扎不已。陈吉就去回想家里曾经出现过的那几个女人，以及大哥跟自己说过的话。女人最会骗人，小老三上当，
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大铁锅安好了之后，小老三就围着铁锅转。好大一口锅，还有好大一把铲子，这一锅得炒多少板栗呀？都是钱呀！二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们是躺在云朵上吗？新买的被褥十分软和，洗干净的小孩在上面打滚儿。好香啊！都是因为我拖累了这个家，不然小老三也不必吃这么多年的苦。二哥，娘好厉害呀！娘很快就能挣够给你看病的。话没说完，小老三就打起了小呼噜。陈吉瞪大了双眼看低矮的房顶，心里想着事儿，一宿没睡。这些是以前我家里人捡的板栗，我挑了些好的来，不多。娘，这些板栗你分开放，今儿我买个秤回来就能称重了。谭墩子估摸着板栗有100多斤，想说让柳杏儿给100斤的钱算了，但亲兄弟明算账，没过秤，这事儿就说不清。哦，这是我娘子做的玉米粑粑，你们尝尝。不能总吃人家的，得回礼。正好，我们晌午不用做午饭了。哇，好吃，能卖钱。这些都是放糖来着，还用的是最好的米面，能不好吃吗？拿出去卖要亏的，而且我家娘子身体不好，也劳累不得。谭墩子帮着把东西搬上牛车，柳杏儿就跟姜木生和姜氏说：今儿我一个人去县城就是了，二舅在家里搭棚子，娘继续去捡板栗。不成，今儿我一个人去县城就是了，二舅在家里搭棚子，娘继续去捡板栗。不成，姜氏哪放心柳杏儿一个人去县城啊？那咱们可就得请人才行了。这日子不过了，请人不花钱呀。婶子您放心，我会护好嫂子的。娘，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乱走，到哪都带着谭大哥。嫂子，您叫我墩子就行了。虎哥媳妇的一声大哥，我哪受得起啊？成，就叫你墩子，那就麻烦你了，墩子兄弟，走吧。一会儿我去亚婆那里卖蒸糕，你左右无事儿就去私下逛逛，看有没有卖生板栗的，若有便帮我买些，把人领来亚婆这里拿钱。我不管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品质好的我都给10文钱1斤。这不是在给我喂钱吗？要知道山货这种东西，只要买的多是可以讲价的，别说8文，7文都能讲得下来。钱一个人是挣不完的，不找你我也得找其他人买，但你是虎哥的朋友，我自然是可着熟人来，你说是不是？这样还省心。多谢嫂子。他媳妇的身体不好，时常要吃药，家里很是缺钱，虎哥时常带着他挣点儿。没想到虎哥刚找的媳妇也看顾着他，谭墩子十分感动，茶楼如头天一样，收了柳杏儿带来的所有板栗，然后还要了50个板栗蒸糕。交完货，柳杏儿就去亚婆那里放蒸糕，一来就开始吆喝着帮亚婆卖包子。不远处，几个贼眉鼠眼的人一直盯着亚婆的摊儿。你盯着他们，我去衙门喊人。不过谭捕快带人来了之后，才发现那些人不见了踪影。人呢？哦，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散了。我瞅着就是一些地痞流氓，我就没跟去，我得守着老太太啊。收了323斤板栗，1斤赚3文，这一趟他就赚了900多文钱。你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以先不给我。够的。谭墩子把几个卖板栗的带到一边去分钱，谭墩子给钱痛快，几个卖板栗的农人十分感激，他们纷纷问谭墩子还要不要板栗，明儿他们还送来。你们等等，我再去问问东家。要啊，肯定要的。刘杏儿算了算自己如今手上的钱，您听的话，800斤以内可以随便收。谭墩子心里有了数，转头去跟几个农人说。刘杏儿跟亚婆道别，让谭墩子去杂货铺，他得继续买糖和白面。小本生意就是这样，什么都跟蚂蚁搬家似的，得一点一点来。上了牛车之后，谭墩子就赶着牛车往城外走。走到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忽然有人冲出来抢了柳杏儿的包袱就跑。谭墩子见状马上去追，柳杏儿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人拿帕子捂了他的口鼻，他脑袋一晕，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被谭墩子紧追的地痞连忙将包袱扔到谭墩子的身上，谭墩子跑回牛车的地方，结果没看到柳杏儿的影子。哎，你媳妇被人用麻袋套走了，你快去衙门报案吧。差爷，我嫂子被人抢走了。可是在亚婆那里卖栗子蒸糕的小娘子。谭墩子连连点头，谭捕快和张捕快对视一眼，顿时就想起了早上的那几个地痞流氓。你去衙门外头等着，我们召集人手去找人。哎，你去召集人手，我去找冯六指。老太太好不容易有个伴儿，要是这个伴儿出了问题，老太太肯定要伤心。
几个地痞得手之后，把柳杏儿身上的钱袋子给拿了。哟，有几两银子，这钱不多就不分了啊！回头兄弟们喝酒吃肉。这娘们儿长得不赖啊，能卖个好价钱。挣钱的货莫动，咱们兄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不然以后谁还敢找咱们做生意呀？行了，我去送货，你们等着啊。吴哥，弄来了，你们等着啊，我去喊妈妈。春香楼的老鸨来了，一见就十分满意，这个姿色条理，花魁是当得的。我这个妹妹啊，温柔得很，兔子似的胆子，十分好拿捏。像她这样的姿色，怎么也能值个100两银子耶！像她这样的姿色，怎么也能值个100两银子耶！呸！100两你也敢喊？就这样的村姑，老娘我20两一个能买一屋子回来，50两再多就没有了。哎呀，50两太少了，您再给添点儿。我说王五兄弟，你这是哪儿带来的土包子？这么不懂行没规矩！50两银子已经很公道了，你没见赌坊抵债的姑娘，谁能抵超过20两的？哎，那行，那就谢谢妈妈了。老鸨子让人拿来卖身契，契约上写明柳福来卖妹子，柳福来签字画押，这才把银钱给他。50两银子到手，王五分走30两，柳福来自己只落下20两。柳杏儿悠悠醒来，看清周围的环境和面前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顿时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你被你哥哥卖进了春香楼，不管你以前是什么，如今都只是一个姚姐儿。你呢，若肯听话，那就能少吃苦头；若是不听话，老娘不介意先便宜楼里的男人们。你别以为老娘就这点招数，你要是不信邪，大可以试试逃跑或者是寻死，看看会落到个什么样的下场。老鸨子说完就带着人走了。光没了，柳杏儿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如墨一般的漆黑，恐惧包裹着她。该怎么办？难怪教科书上说万恶的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可不是吃人吗？陈虎探出头，刚好看到柳杏儿被人抬走的一幕，他的神色瞬间变得冰冷无比。屋内床上躺着一个昏迷的姚姐儿，姚姐儿身边躺着一个无头的男子，而陈虎的腰间绑着一个布包袱，看形状有点圆。等老鸨子带着打手走了，陈虎才跳进了院子。院里有人守着，陈虎几下把人解决了，从他们身上找到钥匙，打开柴房门。进去就见被捆绑了双手，头脸湿淋淋的柳杏儿。陈虎的心像是被人用刀狠狠扎过一样，他去解开柳杏儿手上和脚上的绳索，重获自由的柳杏儿第一反应就去咬对方脖子上的大动脉。别，是我，外面有人守着，别出声。听到熟悉的声音，柳杏儿的眼泪如决堤的河水一样哗啦啦的往下淌，软倒在陈虎怀里瑟瑟发抖。陈虎哪见得这样的柳杏儿，他的心都要碎了。别怕，我来了，有我呢。他的小脸贴在陈虎的脖颈上，眼泪糊了他一脖子。这是他穿越来之后最害怕的一次。其实他一直很小心，谭墩子没来，他就没离开雅婆婆的摊子，谁知道还是被人掳走了。上来，我背着你走。陈虎捡起地上的绳子，绕着柳杏儿的膝盖窝往他腰上一绑，然后让柳杏儿抱好他的脖颈。陈虎背着柳杏儿爬上墙头，从房顶上走。陈虎带他去找了家客栈，要了间房，然后给小二几个钱，让他帮忙跑一趟医馆，叫个大夫来。等热水送来了，陈虎看着客栈发黄的帕子，到底没用，只是撩起衣摆，从李姨的下摆撕了一块，打湿了给柳杏儿洗脸，又给柳杏儿倒热茶喝。喝完了，他要起身去放杯子，柳杏儿不让，抱着他不松手，小脸埋在他的胸口蹭了蹭。你别走。柳杏儿像小猫似的颤音带着祈求，让陈虎的眼眸一暗。不走。他也搂紧了小媳妇。没事了，咱不怕啊。不走了，就待在陈虎身边，哪也不去了。他要媳妇，我就给他当媳妇。客官，大夫来了。进来。大夫，请您帮我媳妇看看，她吓着了。老大夫心说看出来了，他上前去给柳杏儿把脉。柳杏儿把脸埋在陈虎怀里。哎呀，这位娘子啊，就是惊吓过度，别的呢没什么毛病。麻烦小二哥跟大夫去抓一下药。小二和大夫都走了，陈虎才小心翼翼地问柳杏儿：“你
你能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吗？你能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吗？柳杏儿这会儿心情已经平复了不少。有人抢了我的包袱，谭墩子去追，然后就有几个人冲上来，拿帕子捂了我的鼻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就在那个柴房，那老鸨子说我被人卖进去了。陈虎闻言脸色越发阴沉，对方是有预谋的。对了，我被抓走了，谭墩子肯定吓坏了。虎哥，咱们去找他吧，万一他找不到我回家跟我娘说，我娘会急死的。你这样还咋走啊？刘杏儿急得不行，总不能让陈虎抱着他满城找人呢。你乖乖躺一会儿，等小二抓了药回来，我去接个板车推着你走。可是没有可是，只不过耽误一会儿的功夫。刘杏儿这才不说话，他就盯着陈虎，陈虎在哪儿，他的视线就在哪儿，粘人的不得了。好了，不怕。刘杏儿的小脸就蹭了过来，贴在他的腿上，布料阻挡不了小媳妇滚烫的呼吸，把血管里的血都给烫沸腾了。柳杏儿可不知道陈虎在经受什么样的煎熬，他贴着陈虎，心里渐渐安稳下来。客官，这是剩下的钱。少你了。陈虎又提说借板车的事儿。这个好办，客栈就有闲下来的板车，客官给点押金就能拿去用，租金也便宜，您一天给5个铜板就成。一切都办妥当之后，陈虎把柳杏儿抱下去，放到板车上，药包让柳杏儿抱着。柳杏儿见他腰间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袱。虎哥，你把包袱取下来，我给你抱着。陈虎的眼神凝了一下。不用，这个沉，你这会儿抱不住。他推着车往县衙的方向走，得去问问谭墩子是不是报官了。墩子在那儿，你别吭声，我去找他。你被卖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对你名声不好。在现代，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更不要说是古代。墩子，你嫂子没丢，不要声张，咱们回去了。陈虎突然出现，谭墩子就傻眼了。完犊子了，咋跟虎哥交代呀？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虎哥，我报案了。你去销案，说是误会，人找回来了。当时只是内急去找茅房，路人骗你的话，你当真了。他递给谭墩子2块碎银子，多说说好话，多道歉，这银子给衙役们打酒喝。陈虎不认为谭墩子报案不快就能上心，随便哪朝哪代拐子都不好抓。直到柳杏儿归心似箭，陈虎先去客栈还板车，再雇了个骡车送柳杏儿回村。一路上，陈虎都将柳杏儿抱在怀里，缓过来的他窝在男人怀里就有些不自在。陈虎的每一次呼吸都能影响他的心跳节奏。男人的胸口硬邦邦的，箍着他的手臂也是硬邦邦的。好了，睡会儿，养养神。刘杏儿听话地闭上了眼睛，眼皮子随着骡车的颠簸越来越沉，渐渐的就睡了过去。你嫂子的事儿什么都不要跟家里人说，就说你嫂子有点着凉，去医馆开了点药。虎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莫问。还有，下次你再送你嫂子上街，必须寸步不离，不然咱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我知道了。让墩子送你回家，就像往常一样。我还得去一趟县城，夜里一定能回来。你忙你的，我娘陪着我，我不怕。见陈虎的脸色有些难看，于是连忙找补。我就是怕耽误你的正事儿，我没有不想你回来。那你想我回来？那我晚上就回来。听说你们先前买下了一个姓柳的姑娘，她牵涉到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人现在带走。大人说你多少钱买的人，衙门就出多少钱给你，不叫你吃亏。但此事必须烂在肚子里，倘若泄露半分出去，大人绝不轻饶，搞不好会被杀头。老鸨子忙命人去把柳杏儿带出来。不好了，妈妈，人不见了，我们的人还全被打晕了。快去请大夫，务必把他们救活。另外，你把卖身契拿出来。卖身契拿来递给两人，两人一看，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因卖身契上写的名字是柳桃，不是柳杏儿。难道是我们搞错了？还是报案的那个没说清楚？这份卖身契我们要拿回去当证物。他们两人醒来之后，你立刻派人来通知我们。找人的案子撤了，那人说是误会，他嫂子去找茅房去了，然后路边的人骗他，他信了。谭不快张不快目瞪口呆，还是去找县令，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有点意思啊，春香楼的打手只被人踢了一脚，
就断了胸骨人事不行？回禀大人，并且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那对方的武艺应该还是有些高强的。小小的定陶县还能有这等人物？那大人，这案子还要不要查下去啊？你们去一个人悄悄到小河村探一探，看看柳氏是不是回村了。若他安然无恙，这件事就不用管了。嫂子，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你。没事儿，跟你没关系。对方有心算无心，谁能想得到呢？谭墩子把板栗钱全给了柳杏儿。嫂子，这钱我不能要，我没有。墩子兄弟，你要是想从此跟我们家断了来往，这钱我就收下；若不想，你就莫要再提。这钱是你该得的，我还指望你继续帮我收栗子呢。还有，往后给茶楼送栗子的活，我也想找你去干。你眼下来这一出，是不想帮我？不，我乐意帮嫂子。那就把钱收起来。谢谢嫂子。嚯，这么多栗子啊！墩子兄弟去收的，有300多斤呢。小老三也跑来看栗子，圆丢丢的眼睛全是光。刘杏儿恍惚觉得小老三的眼里冒了一长串的钱，并且伴有当当当的钱串入罐的声音。嫂子，明儿我还是那个时辰来。老时间，家里有栗子也一并带来。谭墩子再度道谢，然后赶着牛车走了。二舅，我这边基本上已经弄顺了，你啥时候回姥姥家把板栗生意做起来？趁着过冬之前多卖些挣点钱。哎呦，不着急，我先在你家里帮上几天，等你老爷和大舅来了，咱们好一块结伴回家。那样路上有个伴儿，也能走得安稳些。二舅有成算就行。赶紧的收拾栗子，称出个200斤来，剩下的先放堂屋里，这可都是钱呐。一家人顿时忙碌起来。刘杏儿忙碌的同时打量着陈家的房子，实在是太小，有些住不开。她不想将事再回柳家，有陈虎在，这个问题说不定是可以解决的。刘杏儿自己都没发现，不知不觉间，她对陈虎已经如此信任了。收工的时候，刘杏儿道：“今天咱们来发工钱吧。”发工钱？对，就是发工钱，可不能叫你们白干活，是不是？每天能拿点工钱，好叫这日子有盼头。我可不要啊！我帮我大外甥女儿干活，要什么工钱啊？行，不要工钱，二舅就走吧。我去找个不知根底的人来干活。另外，以后二舅说的分成我也不要。娘是不是也想说不要？那娘就回柳家去吧。这些活我一个人干个通宵还是能干完的。江氏一阵无言，他抬手抹了一把溢出的眼泪。你这孩子咋就这么贴心呢？江氏觉得自己嫁给柳二顺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生下这一双儿女。我呢？我有工钱吗？当然有，不过你年纪小，干活有限，工钱就有限。姥姥和舅爷一人1天30文，你20文。20文吗？这么多？你不许骗我！刘杏儿把铜板拿出来分，她当时只把银子揣身上，铜板又重又多，是放进装板栗的麻袋里的，没丢。也是经历了这一遭事儿，她才想给大家把工钱结了，她怕再有个什么意外，叫大家都跟她白忙活了。二哥，你看，好多钱，有60文呢！陈吉看着开心的飞起的弟弟，心里浮现出一股十分复杂的情绪。赶紧藏起来，别让耗子偷了。二舅爷，你给我做个钱匣子行不行？我要这么大的。小老三用双手在空中画了个大大的弧度。这么大的钱箱子你放哪儿啊？你的房间放得下吗你？小老三顿时蔫巴了。对哦，房间小，放不下。刘杏儿看他这样就笑得不行，家里所有人脸上的笑都带着希望，特别是江氏。原先江氏的眼神里那可是一点鲜活气儿都没有。二舅，晚上虎哥可能要回来，到时候只能跟你挤一挤了。成啊！早知道我就回柳家。娘，咱们不回柳家，让虎哥想法子，虎哥最厉害了。兴隆赌坊。哟，哎呦，你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吗？这次陈虎领的任务十分危险，杨军是真的没想到陈虎竟然能把这么危险的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陈虎将腰间的布包袱解下来扔给杨军。碰巧发现了潘公子的踪迹，就帮你结果了他。好兄弟，哥哥记你这个情儿。我不要你的人情，我要钱。哎呀，你呀，我过山峰的人情你都不要，真是掉进钱眼里了你。兄弟缺钱，你这个朋友难道不伸把手吗？我以前又不是没塞过钱给你，你他娘的说啥亲兄弟明算账啊？哦，这会儿是变相的问我要报酬呢。
你还缺多少钱呢？随便接济个100-200两吧，现银，拿大链装好。得，我给你钱，还得赔上个大链。陈虎拿了钱就走，拿了钱就不认人，这的无情啊！拿了钱就不认人，这的无情啊！天已经黑了，金龙赌坊已经上了生意。陈虎看到了地痞头子冯六指在赌坊里四下窜，他默默地出了赌坊，拐去赌坊隔壁的一条巷子。说，今儿春香楼的人是谁卖进去的？是王五他们几个。冯六指麻溜卖人。你这么清楚，这事是你吩咐的？陈虎手上的匕首重了一些，冯六指只觉得脖子一疼，一股子血腥味就钻进了他的鼻子。哎呦，小，不是小的，真的不是小的，是衙门的人找小的问来着，小的才帮他们去打听了一下，才知晓是谁干的事啊。去打开门叫你的人，把他们叫来，莫回头，也别想着逃跑。冯六指慢慢往前走，他稳了稳心神，缓缓走到门口，打开门朝外喊了一声，立刻就有人颠颠的来了。六爷，把王五他们几个全叫来，一个不落。六爷有好事找他们。得嘞，小的马上去叫。回来吧，不必关门。冯六指战战兢兢往回走，回到屋里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他比先前更害怕了。好汉啊，小的何处得罪了您啊？您好歹给小的指一条明路吧。他们来了之后，你去把他们杀了，不然死的就是你。什么？我不敢杀人啊！好汉，那小的去准备了。去吧。六爷，您老这么晚叫兄弟们是有啥事啊？有事您说话。老子有桩大生意收给你们。几人闻言大喜过望。来，把酒满上，咱们边喝边说。六爷，兄弟们先敬您一杯。说完一起干杯。几人喝完酒刚要坐下，忽然发觉不对，然后双手抓着喉咙，十分痛苦地跌坐了下来。莫怪老哥我呀，是你们不知道得罪了哪方神仙。好汉，他们死了。冯六指四下张望，然而没有回音。陈虎赶回陈家的时候，公鸡都开始打头道鸣了。走到小媳妇门口站了站，举着的手收了回来。算了，叫他睡个好觉。是虎哥吗？刘杏儿连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姜氏也跟着起来了。陈虎有点后悔，不该因为是回家就不收着动静，把小媳妇吵醒了。是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刘杏儿眼底闪过一丝欢喜。我出去，让姑爷进来。今儿啊，你别去县城了，娘和你二舅去啊。好，娘，你去卖蒸糕的时候照顾着点雅婆婆，帮她照顾照顾生意。头天才发生那样的事儿，刘杏儿的确是不敢再去县城了。您到了县城，去哪儿莫要一个人，一定要跟二舅一起。被人抢了东西也莫要追。我听说最近县里闹拐子了。姜氏一一应下，她收拾妥当，打开房门，还是有点杵陈虎。姑爷回来了。娘。娘，您去县城再买一套被褥和席子回来。姜氏这回没说糟践钱，只说知道了。陈虎进屋去拿自己的换洗衣裳，刘杏儿一直眼巴巴地看着他。我去洗洗，很快就回来。陈虎的动作果然很快，他带着一身水气进屋，关上房门之后就上床。刘杏儿乖乖给陈虎腾地方。陈虎钻进被窝以后，觉得哪都是小媳妇的味儿。刘杏儿打了个哈欠，一夜没睡。现在困了。陈虎一把把他揽进怀里。好了，睡吧。小媳妇跟着亲娘不敢睡，她回来就犯困，可见小媳妇是想他想的睡不着。有陈虎抱着，刘杏儿就安心了，很快就睡了过去。陈虎低头亲了亲小媳妇的侧脸，也闭上了眼睛。把门拴好啊，你再回去跟你二哥睡会儿，莫要吵着你爹娘。知道了，你们出门小心，小心钱袋子哟。姜氏和姜木生都笑。牛车动了起来，小老三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睡觉是不可能重新回去睡的。小老三自己端了个盆，坐在小凳上捡板栗。柳杏儿睡得还算安稳，她做梦了，梦见自己被逼接客。但是千钧一发之际，陈虎从天而降，他就像是头顶金冠，身披金甲，脚踩五彩祥云的英雄，救了他，还抱着他在天上转几个圈圈，有桃花花瓣漫天飞舞的那种圈圈。噩梦硬生生被他做出了粉红泡泡。陈虎比柳杏儿先醒来，他想起床，但是小媳妇趴在他身上，扒拉得有些紧，陈虎就不起了。他稍微动弹了一下，调整姿势，看着小媳妇的脸，抬手轻轻去描绘她的眉眼。小媳妇的眉眼无疑是精致的，脸蛋比刚进陈家的时候多了点肉，也多了点血色。或许是不满陈虎拉开了点距离，小媳妇朝他的怀里拱了拱，
哼唧了几声，睡得贼香，就是腿不咋老实，或许觉得被子里忽然多了根擀面杖似的东西，他总是拿腿去蹭。陈虎无奈，最终只能偷偷起床换裤子。小老三见他出来，张嘴要喊：“嘘，爹，我去给您热饭。”他拿盆舀水把裤头洗了，小老三就招呼他去灶房吃早饭。爹，这是娘和姥姥做的栗子蒸糕，拿出去卖4文钱一个呢，你吃吃看好不好吃？陈虎咬了一口，入口松软香甜，味道十分好。爹，慢点，别噎着。小孩又伸手帮他拍背，陈虎一把抓住小老三的手，他后背有伤，刚才小老三那一下正好拍在他的伤口上，挺疼的。小老三收回手，重新坐回去，又跟陈虎嘚吧嘚吧说起他们这几天用栗子挣钱的事情。小媳妇真是太能干了。嘿，爹，照着娘的赚钱速度，很快咱们就能给二哥看病了。用不着，你给老子记住了，男人挣钱养家天经地义，别一天盯着娘们的钱袋子。给你二哥看病的钱，老子已经挣回来了，眼下就等着那个太医来，回头我再去县里问问。真的吗？那我去告诉二哥。动静小点儿。二哥，爹说给你看病的钱挣回来了，等你的病好了，你就可以和大哥一样去书院念书了。是啊，好起来我就可以去念书了。爹打猎十分危险，平时打的野猪也不过能卖几两银子，难道爹去深山打老虎了？这200两必是爹用命换来的，我不能糟践。他知道自己的身子骨，别说太医，就是神医也救不了他。他紧紧抓着被子，琢磨着怎么离开才能利益最大化。虎哥，你在哪儿？陈虎把手里的蒸糕往碗里一放，连忙出灶房，就看到小媳妇朝他扑来。陈虎直接抱小孩似的抱起他。咋光着脚丫子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遭了风寒咋整？陈虎说得来气，进屋就往柳杏儿的腚上扇了一巴掌，没敢用力。咋光着脚丫子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遭了风寒咋整？陈虎说得来气，进屋就往柳杏儿的腚上扇了一巴掌，没敢用力。陈虎将他重新塞进被窝，转头就去给他找袜子衣裳。柳杏儿从被子里探出脑袋：“我挣钱了，得了风寒不花你的钱，我自己有钱看病，不会让你的银子打水漂的。”陈虎噎住，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他拿着翻箱笼找出来的袜子，把柳杏儿的脚丫从被子里扯出来，放到自己胸口的衣襟上蹭了蹭，然后给他套上袜子。袜子给穿好，陈虎又帮他穿衣裳。我自己来，我的病已经好了，怎么还拿我当病人呢？陈虎不说话，用行动证明他的态度。他这会儿沉着脸，冷峻的外表就显得更凶。柳杏儿只好乖乖配合，只是穿裙子的时候，屁股上又挨了一下。再敢糟践身子，试试！你打我！你明明说不打媳妇的，你骗我！陈虎被柳杏儿委屈的样儿弄得方寸大乱，他企图让自己温柔点儿。那叫打吗？那叫摸，你自己搅起。你就是打我！陈虎噎住。疼啊？疼啊？陈虎忽然掀开柳杏儿的裙子，要去扒拉她的裤子。柳杏儿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往后躲。哎，好了，别躲，我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我不疼了。柳杏儿有点后悔故意掉眼泪去逗陈虎。他知道陈虎不是真想打他，但就是想捉弄他，好叫他往后别这么干了。可惜陈虎不是一般人，不按牌理出牌。虎哥，我真的不疼了。陈虎盯着他，仿佛在辨别他这些话是真是假。这目光对柳杏儿来说，就像是被饿狼给盯上了一样。猛兽果然不能随便逗的。行吧，下床，穿鞋去吃早饭。陈虎杵在床边，柳杏儿不敢动。陈虎气笑了，先前还叫装往他怀里扑，这会儿又当他是洪水猛兽。再不过来，那就是还疼了。柳杏儿麻溜的下床穿鞋，然后绕过陈虎，跑去灶房打水洗漱。这算不算是被用过就扔啊？哼，等着，早晚找你算洗裤头的账。柳杏儿在灶房里深呼吸，她红着脸去拿锅里温着的蒸糕。忽然，灶房暗淡了下来。虎哥，柳杏儿的耳朵尖儿都红了。过来，坐着吃。他拿起先前没啃完的蒸糕继续啃。柳杏儿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在他的对面坐下。咱们家的房子小了，还得重新接几间。
娘在咱们家挺好，就别让她回去了。我来想法子治柳家。你是会读心术吗？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一会儿我就去找村长，看看谁家有土砖，先买些回来，争取今天就盖一间房出来。必须盖出来。今晚他可不想跟媳妇分开睡。虎哥，我这里有钱。你的钱自己收着，我养得起你。陈虎吃完就去村长家，村长看到他还有些诧异，因为陈虎在村里一直是独来独往。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对于陈虎，村长还是有点犯怵的。陈虎从怀里摸出一吊钱，想请村长帮我买点土砖，再请2个人，我想再干2间房，房子不用多大，最好今儿就能把房子盖起来。这是土砖的钱，工钱另外算。村长心里算了一下，一吊钱买土砖还能剩下一半来。行，这件事交给我。陈虎从村长家出来，又去了木匠家，让给打2架床。不用花哨的功夫，但得今儿要。再做2个澡盆子，4个木头箱子，1张8仙桌，回头一并给我送过去。陈虎又要了些木板，问了价钱之后，就直接把钱先给了木匠，自己借了木匠的板车，把木板拉回去。陈虎这个人啊，别看他名声不好，可整个村儿也就他给钱痛快，从来不耍赖。虎爷来了就干活吧。陈虎已经把要修屋子的地儿给画出来了，大家伙儿照着他这个印儿继续挖地基、平地平，重新和泥。因着家里有人修房子，刘星儿跟陈虎打了声招呼，想带着小老三去隔壁屠夫家买肉。人家来干活，你不得管顿饭呢？不用你去，你在家好好待着，我让宋老三去买。干活的人瞅着柳杏儿小媳妇似的垂着脑袋，被陈虎一吼就乖乖进了灶房，心中都叹了一声造孽。不过谁也不敢吭声儿，没法子，都怕他。家里没有茶叶，柳杏儿就在屋后挖了一些蒲公英泡壶里，等水凉了一些之后才放进篮子里。几位叔伯大哥都来喝口水，歇歇再干。虎哥，喝水。陈虎接过水一饮而尽，些许茶水顺着他的嘴角流淌下来，从脖子到喉结，再没入领口，打湿胸口的衣衫，看得柳杏儿面红耳赤。进屋，外头不用你管。还是凶巴巴的，明明早上还冲着我耍流氓来着，这会倒是又凶又冷，果然是传说中的八点无情。不对，我在想些什么啊？柳杏儿回到灶房就跺脚，脸红透了，这脑袋瓜里怎么尽是颜色废料？娘，你咋的了？咋好好的，脸还红得那么厉害？娘，你不会是起热了吧？我去找郎中来。不用，我没事儿，我昨儿捡了药的，回头就喝。他又去翻柳杏儿的药包，想给她熬药。行吧，让小老三忙活去吧，熬好了可以留着夜里喝。柳杏儿找了篮子去后头山坡找野菜挖，宋老三刚巧也到了。嫂子可大好了。打量着脸上有了些肉和血色的柳杏儿，宋老三就觉得陈虎的眼光真好。当初虎哥用8两银子把快死的人儿扛回来，他还觉得虎哥是在糟践钱，如今看来反倒是赚着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谢谢你啊。看他手上滴溜着的肉和肉骨头，柳杏儿就知道他便是陈虎口里说的宋三。宋老三，你愣着干啥？还不快来干活，要老子请你？宋老三吓得一个机灵，连忙将肉递给柳杏儿。来了！我这虎哥的眼神简直太吓人了，跟要杀人似的。柳杏儿也在陈虎凶凶的眼神下，把肉菜全部拿灶房去，不冒头了。你来帮我尝尝，看盐味合不合适，吹吹再吃，别烫着。小老三摆出一副勉为其难帮忙的样子，吃进嘴巴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都亮了。哇，好好吃啊！怎么样？小老三咂巴嘴，还行吧。你要是不一边挺着嘴角，一边盯着这2袋海碗菜吞口水，我就信了你的话。这叫什么名儿啊？小老三努力板着脸，装作随意的问。先把肉煮熟了再炒，这叫回锅肉。原来是回锅肉啊！刘杏儿忍着笑刷锅，锅烧干了之后下少许油，这一把他做红烧肉。哎呦，咱还做肉呢，这么多都够吃了呀，往后不过日子了呀。你去问你爹是不是全做，我可是听他的。刘杏儿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真是把以前的习惯带来了，忘记这里是古代，这个家是陈虎做主，问都不问就把肉给做上了。陈虎不会又像早上似的打我吧？想到这里，刘杏儿又红了脸。不行，得跟陈虎好好谈谈。
爹，肉全做呀，一点都不留呀。全做。陈虎知道小老三的抠搜病又犯了。造房的事听你娘的。好。灶房里的柳杏儿松了一口气，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让她很是安心。剩下的五花肉全被她做成了红烧肉，柳杏儿拨了一点到小碗里，照例让小老三先尝尝咸淡。哇，这是什么神仙肉呀？怎么样？好好吃！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什么，他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娘啊，做人不能骄傲，我大哥说了，要胜不骄，败不馁。咦，小老头，不理你了。不理我可以，但是你要盯着灶堂，别不理灶堂里的火就成。小老三好气，不想听娘的话，但说出口的话还是很乖。要大火小火啊？大火。各位叔伯兄弟，快去洗洗手吃饭了。众人本来是怵陈虎的，可是桌上的菜简直太诱人，肉啊，3大碗的肉啊，还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汤，2大篮子馒头。嫂子，你这手艺简直太绝了。你们喜欢吃就成。刘杏儿说完看了一眼陈虎，陈虎正巧也在看他。男人的腮帮子鼓鼓的，大口啃馒头，大口吃肉，看着他的眼神像是下一筷子就该来夹着他吃的感觉。你们慢慢吃。刘杏儿说完，逃似的快步走回灶房。你快点啊！他是真着急，吃饭怎么能这么磨叽呢？菜都凉了，万一红烧肉和回锅肉飞了咋整？来了，莫催。好满足啊！小老三也学着柳杏儿的样子，把回锅肉夹在馒头里吃，吃得他直眯眼睛。就是啃完以后，2个人的腮帮子都糊了油。花猫，我是大花猫，你是小花猫。一大一小就这么因为对方脸上的油忽然拉近了距离。今儿家里有人干活，咱们得先紧着干活的人，回头我挣钱了再去买肉，我给你做连山回锅肉吃，还有蒜泥白肉、咸鱼蒸肉、龙眼肉、东坡肉、酱肘子、东坡肘子、剁椒肘子、凉拌猪头肉、酱猪头、红烧猪头。娘，我们养点猪吧，就这么个吃法，靠买肉得花多少钱呀？我打猪草。娘，我们养点猪吧，就这么个吃法，靠买肉得花多少钱呀？我打猪草。得问问你爹，我是不会养猪的，所以你别指望我喽。你想想，有养猪的时间，我还不如多琢磨点挣钱的事儿。要是把钱挣着了，买多少猪不行？不用你，我来养。等家里的事儿理顺了，来年开春你就去念书。若是能腾得出时间伺候猪，你想养就养，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我没有意见没用，还是得问问你爹。我不念书，念书费钱，我就养猪。念书你能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当官了就能给我当靠山，还能挣俸禄。啊，还有，就算是你考不上举人进士，做不了官，只要你把字儿练好了，去书店帮人抄书，抄写1本还能得1两银子呢。你养1头猪，养1年才能卖2两银子，你自己算算这个账，是养猪合适还是念书合适？而且我听说，只要字儿写得好，画画的好，一幅字画少则卖几两银子，多的成千上万两银子也是能卖的。小老三果然被哄住了，这么挣钱呀？我念书，我要挣钱，也要挣大钱，让家里天天都有肉吃。天天吃肉太败家了，就3天。不，10天，10天也不行，1个月吃1次肉。虎哥，嫂子这手艺绝了，回头去开饭馆都能成。老子养得起媳妇儿，不用他去开饭馆，饭馆累，他受不住。众人闻言，觉得陈虎也不是不心疼媳妇啊。陈虎洗了手进灶房，进去就看到2只花猫，抬手就给柳杏儿擦脸。是我不对，走的时候银子拿少了，看小媳妇儿馋肉馋的。脸疼，真疼，都被蹭红了。嫩，真嫩，想亲一口。来人肯下力气干活，再加上修的房子也小，在天黑前到底给弄出来了。姜氏和姜木生回来的时候天还没黑，晚饭是姜氏接手做的，姜木生就去村里找人买了1只鸡1只大鹅，姜氏烧好招待这些人。大家那是相当不好意思，他们干活又不是不拿工钱，结果在陈家吃2顿肉。结伴回去的路上，众人就忍不住议论：虎爷这个人挺好啊，看着凶，可
客人实在。可不是嘛，咱们没少去帮工，能管饭还给肉吃的就虎爷一家。一夜之间，村里人对陈虎的看法就改变了不少。娘，二舅，屋子修得仓促，还没亮就让你们住，你们暂且将就一下，等往后日子好了再换好房子。江氏一边点头一边抹泪，这就很好了。只要不回柳家，便是让他住猪圈，他都是愿意的。娘，你安心住，有我在，柳家不敢来要你回去。江木生一听他说这话，一把抓住他的手，哭得嗷嗷的。陈虎啊，二舅谢谢你啊，二舅给你磕一个。哎，二舅，哪有长辈给小辈跪的道理？杏儿是我媳妇儿，媳妇儿的娘就是我的娘，女婿孝敬丈母娘天经地义的。杏儿是我媳妇儿，媳妇儿的娘就是我的娘，女婿孝敬丈母娘天经地义的。刘杏儿看着这一幕，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江氏兄妹和柳杏儿感动得一塌糊涂，可陈虎却在想：哎，丈母娘一家是真能哭啊，不过只有小媳妇儿掉眼泪最好看。把屋子收拾好之后，江木生就开始炒板栗。这边江氏给柳杏儿交账。今儿雅婆婆跟我比划，我知道她在问你，就跟她说你男人回来了，这2天不去县里。雅婆婆人很好，咱们第一次做生意能遇到这样好相处的人是运气。你在家待着几日，最近莫要去县城了。县城出了几起命案，死了好多人呢，满大街都是官差。死人是咋回事？听说封了一个窑子，那窑子叫春香楼，春香楼里死了个嫖客，说姚姐醒来的时候发现跟他睡的嫖客没了脑袋，当场就吓晕了。按理说陈虎什么都不知道，他如何能得知我在春香楼？除非他本人当时就在春香楼。所以春香楼死的那个人是陈虎杀的吗？另外几个是被毒死的，死在半掩门。刘杏儿的脑袋嗡嗡的，江氏后面说什么他完全没听见。陈虎站在灶房外，看到柳杏儿呆滞的小脸血色全无，陈虎心里就是一个咯噔。就知道会吓着小媳妇儿，哎呀，该咋办呢？哎呀，我就知道会吓着小媳妇儿。说跟我没关系，那小媳妇儿问我为啥去窑子，该咋解释啊？去嫖？哎呀，不成，她对我那般痴情，要知道我去嫖都不跟她洞房，必然是要伤心死的。哎，对，去春香楼送猎物。他稳住心神进灶房，柳杏儿吓得往后一缩，陈虎的眼神就暗了下来。虎爷！外头传来木匠的声音，陈虎转身走出灶房，帮木匠师傅2个卸货。娘，熬点浆糊。哎，好嘞。杏儿，你去问问你男人有没有糊窗户的纸。刘杏儿就只好起身去找陈虎。陈虎在收拾安装门窗落下的垃圾。虎哥，娘让我问你有没有糊纸。刘杏儿有点犯怵，陈虎没抬头。陈行，去拿些废纸来。好嘞。小老三应声之后就跑去屋里。娘，这些不够，再喊我拿。说完就赶忙去看他的灶堂，生怕耽误了火候。你瞅瞅，这2间屋子要添补些啥，记下来，回头我去买。他看陈虎站在左边屋里，他就进了右边屋里。陈虎无奈，舌头抵了抵后牙槽，然后跟进了右边的屋里，关上门。柳杏儿被他惊了一下，下一瞬就被男人扯着胳膊抵在了土墙上。男人高大的身躯笼罩着他，男人低头，下巴几乎蹭到了他的额头。你干嘛？柳杏儿的心砰砰砰跳得贼快，快到要从嗓子眼蹦跶出来了一般。怕我？柳杏儿点头，但跟着又摇了摇头。她小心把手举起到陈虎面前。有一点点。陈虎垂眸看他忽然送上门的小手，想也不想就抓到掌心，凑到唇边贴了贴。别这样，外面还有人呢。行吧，没人的时候再这样。陈虎松开了他。我是去送猎物，鹿，那地方稀罕这个，路边鹿血他们都泡酒卖，我没嫖。他的确是个窑子送过鹿，不过不是昨天罢了。没嫖过，这辈子都不嫖。说完，陈虎又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他便补充一句：费钱。那若别人请你呢？不去，脏。哦，只是因为怕脏啊。
陈虎用竹片把浆糊刮到窗户架子上，柳杏儿分了一些浆糊走，去隔壁贴窗户纸，下面的倒是能顺利贴好，上面的垫脚都不成。他正想去搬凳子的时候，身后忽然照上来一个人，从他手里接过纸张和竹片，把纸张贴了上去。男人就这么把他圈在怀里，也不让道，两个人的身体就这么紧紧地贴着，透过窗户纸还能看到外头隐隐约约的人影儿。柳杏儿正有些害羞，男人的身体就离开了些，拿了纸张和浆糊自顾自地贴了起来。男人的自如让柳杏儿心中有点不得劲儿。果然是我想多了，他对我好是因为我是被买来的，并不是喜欢我。果然是我想多了，他对我好并不是喜欢我。他不知道陈虎在偷瞄他，也不知道陈虎忽然退开是怕自个儿身体的反应吓着他。看柳杏儿和没事人一样，陈虎就放心了，庆幸自己退得快。将是把栗子蒸糕蒸上锅，就舀水让小老三洗漱了去睡觉。没事，我来烧火。姥姥，你再去做点蒸糕吧。二哥看病的钱有了，还有吃药的钱呢。爹说不能指望女人的钱，可要有生意我才有工钱。你个小不点儿，赶紧去睡，小孩睡少了容易长不高。不会，吃饱了就能长高，我还能干，我不困。洗脸睡觉。小老三不敢嚷嚷了，老老实实去洗脸睡觉。嚷嚷着不困的小家伙沾枕头就睡着了。还是我来炒，你们俩呀早点去睡。不用，我来炒。二舅跟我说说咋炒的就行了。屋里收拾好了，二舅再去瞅瞅缺啥。炒，就听你的。昨儿因为害怕，柳杏儿主动往陈虎的怀里钻。这会儿两个人在屋里门一关，柳杏儿就有点不知所措。陈虎把搭链和包袱里的钱拿出来给他。搭链里的200两银子留给老二看病，包袱里是500两银子，你都收着。回春堂我去问过了，说老太医下个月来，若到时候我不在家，你就带她去。700两的巨款就这么给我了，万一丢了咋整？我不收，你自己收着。你是我媳妇儿，不给你给谁啊？丢了就再挣，有啥大不了的？这么多钱放哪儿啊？这么多钱放哪儿啊？就算这个时空的1两银子折合人民币150块钱，700两银子就是10.5万块钱，在现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啊，新买的，装这里，然后塞床底下。你要是不放心，明儿再买把锁头。说着，陈虎就自顾自地去把银子倒进箱子里，盖上之后就塞进了床底下。睡吧。他大手一捞，就把柳杏儿薅上了床，往被褥里一塞，他就钻了进去，抱着柳杏儿，让她无法动弹。柳杏儿略挣扎了一下。你再想男人也得忍忍，回头洞房就给你，不许馋。陈虎不想委屈柳杏儿，虽然他比小媳妇还馋还想，必须忍着。柳杏儿无语。虎哥，你干啥了？挣这么多钱？正经来路，打了2个值钱的畜生。值钱的畜生？什么畜生值钱？虎哥，你去打老虎了？那多危险啊！我的个天啊！差不多吧，比打老虎难多了。200两碰巧，那500两可不好挣。你一个人？一个人。柳杏儿忽然想起那天在骡车上闻到的血腥味儿。虎哥，你点下灯。要尿啊？他点燃油灯就要去屋外拿公桶，柳杏儿跑过去拦住他，抬手就去解他的衣裳。陈虎的脑子嗡的一下子就炸了。就这么憋不住？要是小媳妇儿实在是憋不住，我也不是不可以勉为其难的从了。反正我也没想过娶别人。你为什么不说你受伤了？柳杏儿看到陈虎肚子上缠的绷带，她贴上去闻了闻，并没有药味，有淡淡的血腥味。柳杏儿连忙动手拆他的绷带，反应过来的陈虎一把抓住他的手，低头就对上他红红的眼眶。没事儿，皮外伤。原来小媳妇儿没想那啥呀。不过她是在担心我呢。皮外伤害怕我看？既然被发现了，不让她看，估计不能消停。没招，谁让小媳妇儿喜欢我呢？男人干脆脱了上衣，精壮的身材顿时展露出来。柳杏儿的耳朵尖红了。看样子小媳妇儿是馋我身子呀，有眼光。绷带解开了，露出里头狰狞的伤口。
果然一点药都没有。这2道伤痕是新的，除开这些，他身上还有别的旧伤，狰狞可怖，也令人心疼。咱们家有伤药吗？好了，别哭，不是啥大事。我问你，咱们家有伤药吗？有。陈虎连忙去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来。这儿呢。往日你是怎么上药的？用手挖一坨，直接抹上去啊。刘杏儿闻言，重新去洗干净手，等手指干了，才从罐子里挖出膏药来，往他的伤口上抹。疼吗？不疼，倒是痒得很。小媳妇的手在他身上轻轻地划拉来划拉去，从所过之处一直痒到了心里。你别磨叽，快点。陈虎怕自己忍不住，直接将小媳妇给摁床上。你别磨叽，快点。陈虎怕自己忍不住，直接将小媳妇给摁床上，就催促。柳杏儿被他一凶就慌了神儿，手指一重就戳到了他的伤口。陈虎嘶了一声，柳杏儿下意识就低头去给他吹伤口，一道道热乎乎的气息喷薄到伤口上。陈虎脑袋里的神经瞬间就断了，他一把将小媳妇扯到怀里，扣着她的后脑勺就吻了上去，身体里有头凶兽在嘶吼。他亲得很凶狠，柳杏儿被他亲猛了，软在男人的怀里，想推开他，又怕碰到他的伤口，就这样迷迷糊糊的。陈虎松开他的时候，他抬手去触碰自己的嘴巴，肿了。不许勾引我。没有勾引啊。陈虎把人抱床上塞被窝，自己胡乱给伤口上药。睡觉。他吹了灯钻进被窝，背对着柳杏儿，他戳着她。亲一下就哭，戳着他还不得吓晕过去啊？还得再好好养养，不然禁不住咋整啊？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哼，男人心海底沙，比针都细。你为啥不抹药啊？麻烦。陈虎答得含糊。抹药不得一股子药味啊，还不是怕你闻了会哭，到底没瞒过去。以后别这样了，受伤了要抹药，好不好呀？柳杏儿在他身后轻轻柔柔的央求，像小猫在他背后软乎乎的喵喵喵。陈虎觉得自己的小媳妇不该叫柳杏儿，应该叫刘小喵。快睡。虎哥，咱们家钱够用了，往后别去打老虎了，成吗？虎哥，咱们家钱够用了，往后别去打老虎了，成吗？柳杏儿见他身上的是整整齐齐的刀伤，是被人砍出来的伤，但陈虎不愿意跟他实话实说，他就不深问。陈虎的从前他管不了，他也管不着，但他就是想陈虎往后好好的。小媳妇这么怕我出事，定是心疼我。这次的伤受得不冤，那看在小媳妇这么在意我的份上，往后我就打打猎收收账就行了，不去接任务了，守着小媳妇在村子里过小日子，再生几个我们自己的崽子，美滋滋啊。半夜，男人照例起来洗裤头。早上天不亮，他就拿着弓箭啥的上山了。姜氏和姜木生去县里卖栗子，柳杏儿就在家里把屋里屋外都收拾了一番。完事儿，他端了脏衣服去河边洗。哟，这不是柳杏儿吗？好久都没看你来洗衣裳了。来这儿洗来，我刚好洗完了。谢谢你啊，栓柱婶。柳杏儿扒拉了一下原主的记忆，把眼前这些人给对上号。柳杏儿啊，你家陈虎是不是一天打你8遍啊？柳杏儿无语，这些人是不是不见他挨打就睡不着觉啊？8遍说少了，他一天啥事都不干，净在家打我了。好好说话，你这是咋瞎说呢？这不我说没挨打你不相信，你想听的无非就是我一天挨8遍打，我干脆多说点，让你高兴高兴。他的话音一落，所有人都哄笑起来。你想听的无非就是我一天挨8遍打，我干脆多说点，让你高兴高兴。他的话音一落，所有人都哄笑起来。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我这在关心你，不识好人心，你就嘴硬吧。你怕是不知道，这老柳家呀，这2天可是有好事儿。柳桃今儿一早就被顶花轿抬走了，说是要嫁去县里秀才家。我以前咋听说跟秀才说亲的是你呢？谁让你没福气进了陈家，这往后啊，可别想当秀才娘子了。说完，孙寡妇端着洗衣盆扭着腰就走。杏儿啊，这都是命，你莫往心里去啊。
我没往心里去了，什么秀才不秀才的，我不稀罕。就杜秀才那种人，他真是看不上眼。杏儿呀，往后你家要干活，还是来找你拴柱叔，你拴柱叔厉害着呢。老头子昨儿包了几块肉回来，给家里人一人尝了点儿，简直好吃的不得了。要是有活一定喊拴柱叔。往后有啥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我能帮肯定帮。别说，还真有一件事儿，我想买点鸡蛋，婶子家有吗？有，当然有，正好攒着够了50个，打算下个场拿镇上去卖。你要多少？都卖给我吧。虎哥给我钱了，让我多买点鸡蛋，家里的孩子要吃。往后婶儿有鸡蛋只管往我家送，虎哥在县城有关系，我可以做些鸡蛋糕送县城去卖。鸡蛋好，价钱就跟在城里卖一个价钱。婶儿你觉得成不成？成，怎么不成？婶儿这就回去给你拿鸡蛋去。你真的要买鸡蛋呐？哎，我们家也有，你要不要？要的，只要鸡蛋好都要的。醒蛋坏蛋我可是不收的，收了虎哥得收拾我。众人纷纷表示理解，陈虎那样的人谁敢惹呀？说完这些，妇人们顾不得洗衣服了，忙慌慌起身往回跑。鹅蛋鸭蛋也要。哎呦，可把这帮妇人们高兴坏了，脚下的步子更快了。柳氏，这帮人走了之后，刘星儿就听到背后有陌生的男人声音传来。来人穿着浅蓝色团花暗纹的锦袍，长身玉立，温文尔雅。这是县令大人。循声看去，就见河边走来2名捕快，这不就是帮他赶走杜秀才的谭捕快和张捕快吗？刘星儿连忙行礼。无需多礼，这里不是县衙。他回想着自己曾经选修的表演课，做博主的学点演戏的本事还是挺有帮助的。他扯着手指，摆出一副局促不安和紧张的样子。古代人嘛，见官哪可能不怕？有个叫谭墩子的人之前来县衙报案，说你被人劫掳走了。后来本县的人查到劫掳走你的人将你卖进了春香楼，他们赶到春香楼之后，却发现你人不在春香楼，而春香楼的打手们伤了好些人。再后来谭墩子就来销案，说是误会。刘氏，本县不相信这是误会。刘星儿顿时白了小脸。你也不必害怕，你若是实话实说，本县不会为难你。大人，民妇不敢隐瞒，只是这事儿不敢让夫婿知道。故儿才跟墩子兄弟撒谎的，说是民妇的夫君知晓。说到这里，刘星儿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落，崔之义的眼眸闪了闪。你放心，本县正是因为顾忌这一点，带人来趁着无人找你。对，其实呢，我们是可以大张旗鼓的来查的，毕竟春香楼里面有卖身契嘛。卖身契，竟然还有卖身契这种东西落在别人手里！卖身契，竟然还有卖身契这种东西落在别人手里！你别怕，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等案子了结了，本县会将你的卖身契还给你。救我的人身上有血腥气，他大概有谭差爷那般高，戴着一个黑色的头套，只露出眼睛和鼻子，身材要比谭差爷要结实一些。他把我提溜上房顶，带着我从房顶跑出了春香楼之后，就把我胡乱扔到一个巷子里，然后他就不见了人影儿。我不敢在巷子里多待，等腿上有劲儿了，就连忙去找谭墩子。他跟你说过话吗？没有，民妇问他是谁，他没吭声儿。大人，恩公他可是杀人犯。民妇听母亲回来说，春香楼有人被杀了。大人，恩公是好人，那人肯定是坏人，不然恩公不会杀他的。他是好人坏人，自有律法来衡量。而且你岂知他顺手救人，不是为了扰人视线，给他自己争取逃离的时间。刘星儿白着脸晃悠起来，一副摇摇欲坠，接受不了这个说法的模样。想见村妇，到底还是心思单纯了些。行，本县知道了。你可记得劫掳走你的人是什么长相？民妇当时没看清，就被他们给捂晕了。那几个人是冯六指杀的，证据确凿，但这2件案子发生的时间太近，且都好像跟柳氏有点关系，崔之义才亲自来跑一趟。当然，毕竟老太太的面子是要给的。看小媳妇儿的样子，被县令的话给吓狠了。只要小媳妇儿不傻，就能联想到我身上。小媳妇儿确实不傻，她对县令撒谎了。媳妇儿，刘星儿被他的声儿吓了一跳，他连忙四顾。
我看过了，没人。那个人是山贼，还是采花大盗？被他折磨死的姑娘不计其数。瞒不住了，只能交代。希望媳妇能别太怕他。谭墩子可靠吗？我快去找他，他知不知道怎么说？他会不会说漏嘴啊？咱们回家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陈虎看着怀里神色紧张的小女人，心里的滋味真是复杂极了。这个小女人好像不关心自己杀没杀人，只关心她会不会被暴露。你放心，墩子是个稳妥的人，他不会说漏嘴的。以后我不会再干这种事儿了。陈虎这次主要是缺钱，加上顺手，反正这次他不会后悔。如果他不去春香楼，小媳妇就危险了。我们回家吧。说完，柳杏儿又想起衙门里的卖身契，虽说是个雷，不过她可以不认。她是陈虎的媳妇，村里人都知道。按照这个时代的规矩，除了陈虎，谁也不能卖她。柳福来也是这么想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卖身契上写柳桃。县令暂时不打算搭理柳福来，死者是朝廷一直在通缉的凶犯，说是这个人是他弄死的，就是大功一件。崔之义从大河村出来，回来的路上琢磨了一路。他是世家子，世家子有世家子的自信、骄傲、自负，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柳杏儿没有骗他，还是得把冯六指抓到，才能知道真相。嬷嬷怎么在这儿等我？我不是说了吗？从村里回来就来找您啊。人我见到了，人没事儿，善后的事儿啊，我会做好，必不会让人知道他曾经流落到那种地方过。您放心，害他的人啊，我会慢慢收拾，不会叫他好过了去。亚婆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要我说呀，您那个摊儿啊就别摆了，您从我上任开始摆到现在，这要找的人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而且啊我也会派人私下打听，您何苦呢？万一我不摆摊儿，姑娘又出现了呢？姑娘最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崔之义叹息一声，不再说什么了。齐嬷嬷虽然是崔之义的奶嬷嬷，可当年若是没有齐嬷嬷的拼死保护，她就活不下来。而齐嬷嬷的嗓子就是因为保护她，被人生生毒哑了的。其实这个话题崔之义提过好几次，但齐嬷嬷就是不同意，故而他才拜托茶楼的东家多多照看一二。陈虎和柳杏儿回去没多久，家里就来人了。江老爷子夫妻2个，还有江水生和柳福川。老太太顾氏看到柳杏儿就跑过去抱着一顿哭，柳福川也跑过去抱着柳杏儿的腿哭。江老爷子和江水生站在一旁，一起抬手抹眼泪，动作十分一致。我没事儿，虎哥出钱请郎中把我治好了，而且有虎哥撑腰，我和娘都不用怕老柳家了。虎哥把柳家老大的门牙都给打掉了。等江家人平复了情绪，柳杏儿就给他们介绍人。小老三十分乖巧的喊太姥姥，给老太太高兴的当场给她摸了5个铜板。拿去买糖吃。太姥姥给你的，你就拿去好了。小老三高兴的收下铜板。太老爷、大舅爷，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水去。江老爷子见他一瘸一拐的，哪能让他去倒水呀？嘿，太老爷，您别看我是个瘸子，家里的活我都能干。娘没进门的时候，我一个人照顾二哥，我能干着呢。哎呀，来，拿去买糖去。谢谢大舅爷。他可不嫌弃少，说2句好话就有7文钱了呢。福川，跟着去帮忙。柳福川忙跟着小老三进灶房。柳福川比小老三大1岁，2个孩子平时在村里也打过照面，只是没打过交道而已。你是娘的弟弟，我该喊你舅舅。初次见面，长辈要给晚辈礼钱的。你看太姥姥和大舅爷就给我了。初次见面，长辈要给晚辈礼钱的。你看太姥姥和大舅爷就给我了。柳福川很纠结，姥姥给他的5个铜板，他一直揣在怀里。想了想，他揣回3个铜板。毕竟大舅舅只给了3个铜板，但即使是2个铜板，小老三也不嫌弃。倒是柳福川一脸的舍不得。舅舅，咱们把水给太老爷他们端去吧。有钱进兜里的小老三态度好得很，一声舅舅把柳福川给叫高兴了。我是当人舅舅的人了，不能小气。2个人把水端进堂屋。陈虎已经和几人见过礼了。陈虎去江家山收过账，他的传闻江家人也知道。不过眼下看到柳杏儿养得比在柳家好多了，必是日子过得好才这样。江家父子喝完水就撸袖子要帮陈虎干活。
顺便砌个柴火棚子。我瞧这院有点小啊，呼盘了那么多的板栗，没了放柴火的地儿啊。老爷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活儿咱们2个干就行了。老大呀，你去屋后把菜地给料理了。男人们活儿干得热火朝天，柳杏儿就拿了2只野兔和2只野鸡出来，要去小溪边收拾。哎呀，这么多人呐，哪用得着吃肉啊？姥姥，虎哥吃肉厉害，家里2个孩子和我都要补身体，肉做少了，虎哥要不高兴的。我去收拾，血乎乎的脏，你收拾菜。我的背篓里有青菜、萝卜、白菜，你瞅着拿些出来。你大舅的挑子里有红薯、土豆，还有干辣椒、芋头。啊，芋头你别动，想吃一会儿姥姥来洗。红薯土豆，这个时候有红薯土豆，红薯啊，土豆啊，可以做好多好吃的。柳杏儿决定晌午做一个土豆烧兔子，再做一个炸薯片。红薯的话，挑几个埋进灶坑里，回头就有烤红薯吃了。这年头的人都缺油气儿，油炸的食品香味儿，没几个人能抵抗得了。他塞了一片进江老太太的嘴里，老太太嚼着嘎嘣脆的薯片，吃得直舔唇。姥姥，这个土豆片如果拿出去卖，您觉得能不能卖得掉？比如拿去茶楼、戏楼这些地方。啊，能卖掉，就是太费油，不知道会不会亏。那回头试试就知道了。菜烧好了，柳杏儿这次没做面食，而是焖了一大锅米饭，红烧兔肉的汤水拌米饭吃，简直绝了。杏儿啊，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啊？以前我打猪草的时候，听一个过路客商说了几个菜，也是虎哥纵着我让我试手，加上他吃过的好吃的也跟我说，我就琢磨着做一做。柳杏儿张口就来，反正老太太也不会去找陈虎挖根挖底的问。柳杏儿招呼男人们和孩子洗手吃饭，她则将米饭和鸡汤端进去给陈吉。陈吉看着柳杏儿放下的饭菜，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连先前带来的女人便是装模作样对他们好的时候，也没柳氏这般用心。这个女人是真心的吗？算一算，大哥休沐的日子已经过了，也不知他下次休沐能不能回来。男人们坐上桌，柳杏儿把酒拿出来给他们满上，入口咔嚓脆的土豆片让众人十分惊艳，这可是下酒的好东西啊。陈虎看了眼笑盈盈的小媳妇，心里满满当当的，把小媳妇带回家起的是色心，而现在他的心里多出了好些让他不明不白的情愫来。小媳妇儿好像每天都有惊喜给我，还是我的眼光好。这顿饭一个个的都吃得肚滚流圆。吃完饭，柳杏儿让他们休息一下，但老头不乐意，继续带着江水生给柳杏儿干活。江老太太则帮柳杏儿做针线，柳杏儿手里还有些布，打算给几间屋子都做上窗帘。房子不好，但日子可以想办法过得美美的。冰粉搓出来，点一点石灰水，顺时针搅拌，等粘稠之后就盖起来，放进装了冷水的木盆里。杏儿啊，你这是做的啥？到了晚上您就知道了，我就试试，若真能试出来，明年夏天咱们就有东西可卖了。你呀，就像你二舅，你二舅啊就愿意琢磨挣钱的法子。外甥像舅嘛。下午，陈虎见江木生和江氏回来了，就拿起家伙事儿上山，把家里留给江家人。那一家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柳二顺更不是个玩意儿，他娘放个屁，他就能颠倒黑白，张嘴说瞎话。老两口又是一番抹泪，他们好好养大的姑娘，让老柳家这般搓磨。当初若是老丫头没被二流子纠缠，没被柳二顺给救了，她就不能落进这么个火坑。陈虎是个好的，杏儿啊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而且陈虎啊还给妹妹修了间屋，老柳家那头他去解决。江木生又说起了板栗生意，给江家几个人惊得不行。还是得弄个棚子养几只鸡，留着下蛋才好啊。正说着呢，就听见前院吵吵嚷嚷的，众人连忙回去看，便见好些妇人带着鸡蛋杵在院里跟柳杏儿说话。哎妈，杏儿这是要干啥呀？他把这些鸡蛋全买下来了。这装了满满3箩筐的鸡蛋，买来做啥？日子不过了呀。买鸡蛋是为了烤鸡蛋糕，回头拿出去卖，这就是个长久的生意。哦，嘿，原来是做生意呀，那就好。回头板栗生意做着，烤鸡蛋糕的生意也做着，多一个进项。老规矩，还是2成利。江家其他人纷纷点头。
也不问柳杏儿从哪儿听来的，估计是从陈虎这儿听来的。陈虎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见多识广。天擦黑的时候，陈虎回来了，他腰间挂着几只野兔，几只野鸡，肩膀上扛着一头野猪。哇，野猪啊！哎，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些野物收拾出来不卖，自家吃。我们来收拾，你赶紧去洗洗。杏儿啊，你给女婿张罗点热水。江家老爷子和江水生抬着野猪去西边，小老三扎了个火把点燃，给他们照亮。柳福川则跟着江氏和江老太太，把剩下的野鸡野兔用盆装了，也去了西边。灶房里，柳杏儿给陈虎打好热水，让他把衣衫脱了。这可灶房呢，随时都有人来。乖，晚上困觉的时候，老子给你看个够，莫急。你这人张嘴就是混话，我看看你的伤。没事儿，一头野猪而已，皮外伤不影响我宰猪。柳杏儿不吭声，就杵在他面前，眼睛里尽是执拗。陈虎哪受得了他这样的目光？关键越是这样，他越不敢让柳杏儿看伤。囫囵洗一下就出了灶房，点了一个火把去西边帮忙。柳杏儿无语。我想买些铺院子和屋子的青石砖，不知是咋卖的，给不给送？没有花纹的10文钱一片砖，娘子是要全铺吗？咋这么贵啊？你再少点儿。青石砖那得先采石再打磨，而且是宽1尺长2尺的大砖呢。就这个院子加所有的屋子，最多600匹青石砖，也就是6两银子。这2间屋子才花了不到1两银子，铺个地的砖就要6两银子，这跟小有啥区别啊？那要不你们不买，土房子土地，乡下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买，还得劳烦您给送来。石匠高兴坏了，他忙应下，欢天喜地的走了。咱们家要做吃食生意，地上要晒板栗，往后还得晒别的，老是泥地可不行，还是青石板铺的院子方便干净。再有，屋里都铺上青石板，往后收的板栗等山货就能安安心心的放屋里搁着。而且青石板的地要干净许多，做吃食生意最要紧的就是干净，所以这6两银子必须花。晚上给你们尝尝我做的冰粉，到时候收板栗的时候顺便收些冰粉果，东西多了，这青石砖就把晾晒和储藏问题都解决了。江木生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等江老爷子等人把猎物收拾回来，江氏就去做饭。柳杏儿和江老太太等人一起把兔子和鸡都用盐腌了。小老三就教柳福川给板栗开口，所有人都忙得热火朝天。晚饭后，大家也没歇着，马不停蹄地炒板栗。估摸着大家胃里的东西消化了一会儿，柳杏儿就把冰粉拿了出来。娘，这是啥？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冰粉，上次咱们采的冰粉果做的，你尝尝看能不能卖钱。你二哥不能吃啊，太凉了。这就是冰粉啊，是透明的哎，配上红糖汤水，好好看。2个小孩连忙坐下舀冰粉吃，甜甜的凉凉的，还带着桂花香味儿，太好吃了，可以卖钱。柳福川也跟着狠狠点头。回头我带你去摘，我知道哪儿有冰粉果，要避开柳家人。柳福川记得清楚，只要遇到柳家人，他手里的任何东西都会被抢走。好，咱们今年秋天尽量的去收冰粉果，明年夏天就可以卖这个了。到时候再琢磨琢磨放点别的东西。大家累了一天了，可眼里还是泛着光。柳杏儿烧了水，打发2个孩子去洗了睡。二哥，我喜欢这个娘。说完就秒睡。本来就十分纠结的陈吉，这下更纠结了。今晚你跟姥姥和娘睡，我去和二舅挤一挤，老爷和大舅睡一间屋。柳杏儿倒是没觉得不对，可她还是坚持帮陈虎看了看他的伤，发现并没有恶化，这才松了一口气。别去打猎了，知道吗？陈虎抓着他的手，有些心痒。担心我啊？别担心，我不会舍得死，还没洞房呢。柳杏儿甩开他的手，就把他推出了房门。房门关上的那一瞬，他仿若听到了男人的笑声。可恶！第二天早上，柳杏儿请谭墩子再帮着喊一辆骡车来，姥姥姥爷一家要回去，光靠走路得走2天呢。陈虎把头天腌制的野猪肉和野鸡野兔的肉装了一半，让江家人带走。江家人自然推拒，他们来都没帮上啥忙，拿这么多东西走，脸热呀。姥姥姥爷拿着吧，外孙女婿孝敬的，你们不要，是不是嫌弃外孙女婿啊？江家人不知道对陈虎多满意，只好收下东西，心里想着等挣钱了就买些棉花布料，给一家人都做件衣裳。老爷，江家山的规矩是死的，但若是想活用，
也是可以的。若江家山出去的姑娘真的不守妇道，不孝顺长辈，那没啥可说的。可若不是这般，反倒是被婆家倒抬一耙，那婆家人就是在故意抹黑江家山的名声，抹黑江家山的牌坊。毕竟阳安府和定陶县的衙门都不会允许江家山的牌坊有污名。陈虎的话给他指了一条明路，若不是为了江家山的规矩，他早就叫闺女和离归家了。你们这次回去要做板栗和冰粉的生意，可以向村里人收购板栗。那些姑娘们被婆家搓磨，江家山却不肯撑腰的人家多帮衬着点儿。村里的一些村老和族长那里也可以走动一下，莫怕，凡事有我。江老爷子老泪纵横，老江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整齐划一，抬手抹泪。陈虎看得牙疼。咱们家男丁多，你家没干力气活的人，陈虎呢又是个在外头跑的，就让你大舅留下来帮忙吧。柳杏儿当然愿意，陈虎身上有伤，多一个人帮忙，大家都不用那般累。大嫂呢？大嫂说腰疼回家去了。哼，不就是闺女嫁给秀才了吗？瞧把她嘚瑟的。昨晚上大娘还让我去给她倒洗脚水。啊，你阿奶知道不？知道啊，阿奶知道也不管，还说我是个赔钱货，该多干点活。你们也都过来歇会儿，干活莫要那么认真，除草割多少是够啊，囫囵能应付就行了呗。有了他这话，母女两个扔掉割草刀就过来了。不过刘枣没做，倒是满山坡的找起了野果来。你们两个摘这个做啥？这个又不能吃。喂鸡，要你管，要你管。你凶啥？我就是问问，没听说过这东西能喂鸡，你们肯定是在骗我。你帮我摘一杯了，我给你1颗糖，但是不许告诉柳家人。若是告诉，以后我就不给你糖吃了。好，我帮你们摘，我也不告诉别人。小姑娘干活十分利索，等她摘满了1杯篓的冰粉果来给柳福川，柳福川果然就把糖块给她了。还有糖吗？我再去摘。柳福川没有糖了，刘子儿肉眼可见的失望。没有糖，有甜甜的蒸糕你要吗？摘满1杯筐就给你1个蒸糕。我要先看看蒸糕啥样。他才不白做工呢。你等着，我回家拿去。正好你的杯篓借我一下，我送回家腾空了再给你。娘说冰粉明年夏天要卖钱，还说要给钱收冰粉果。1个蒸糕卖4文，1大杯篓的冰粉果少说10多20斤，怎么算怎么合算。我送回去，你留在这里。走着走着就懊悔起来，我嘴怎么这么欠呢？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馊主意？万一刘嫂藏不住往柳家说了，又是事儿。他气喘吁吁地跑回陈家，进门就喊：姐，我闯祸了！姐，我闯祸了！慢慢说，不着急。柳福川就把自己用糖跟刘枣换东西的事儿说了。姐，我那时候就是想堵他的嘴，你也知道，刘嫂心里眼里只有吃。可我回来的时候想，他一定瞒不过柳家人的，到时候阿奶肯定要来找麻烦。没事儿，姥姥他们刚去揍了他们一顿，他们不敢来了。再说了，就算来又咋样？回头你去村里找几个小伙伴，让他们都帮着摘冰粉果，1文钱2斤。不用刘早说，柳家人也会知道。但他们知道了又怎么样？家里有你姐夫呢。柳福川终于把心放进了肚子里。姐姐，我们答应用蒸糕去和刘早换。蒸笼你去拿，然后你和小老三采的，姐姐也给你们算工钱。对外就说是你姐夫帮县的闲商收的，也不知道他们用这个干啥。记住了吗？记住了。柳杏儿称了称柳福川带回来的1杯篓冰粉果重量，14斤冰粉果，一共7文钱。你把钱和蒸糕都拿着，看他怎么选。刘枣知道冰粉果还能卖钱的，就干劲十足。第1杯篓你已经换糖了，后头你摘的才可以换钱，1文钱2斤，不许有烂果子、小果子。我能找人帮忙吗？随便你。不过阿奶要是敢来找麻烦，姐夫会揍得他满地找牙。柳福川受江家人影响很大，江家人指望柳福川长大了能给江氏和柳杏儿撑腰，自然会把柳福川教得跟柳家离心。而柳家之所以愿意让柳福川经常去江家住，为的就是让江家帮柳家养孙子。刘老婆子的算盘打得非常响亮，左右柳福川是柳家的孩子，他还能不认祖宗不成？等他到了13、14岁，能冲一个壮劳力的时候，再要回来让他干活不迟。刘崽儿去找他爹娘，如此这般一说，两口子跟打了鸡血一样，把杯篓里的猪草倒掉，和刘崽儿去寻摸冰粉果去了。这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没人要，
他们很快就各自摘了一背篓。你们送去我家，不过我娘肯定不想看到你们，你们送到外面，我进去喊我爹来称称，帮你们拿钱。你不是说给栗子蒸糕吗？可以给栗子蒸糕不？栗子蒸糕5文1个，你们要几个？6个。小老三背着自己的背篓在前面带路，到了陈家大门外，一家3口就停下了脚步。娘，爹回来了没有？回来就出来收货，是柳家的讨厌鬼，娘你别出来了。这讨厌鬼就讨厌鬼，有吃的有钱才是实惠的。陈虎拿着大秤从院里出来，一脸的凶相。虎爷，您受累了。陈虎不说话，单手就提溜起夫妻2个背着都很重的背篓。哎呀妈呀，这凶神千万惹不得呀！娘，他们要6个栗子蒸糕，要减30文出来。好，刘三才拿了钱和栗子蒸糕，还有点不真实的感觉。走，趁着天早，咱们赶紧去采。刘三才跟老婆孩子一人分了1个栗子蒸糕，大步往前走。哎，早他爹，这个蒸糕真好吃，怪不得要卖5文钱1个呢。柳杏可算是掉进蜂窝里了，一天要是能这么吃，我宁愿挨8鞭打。哎，媳妇儿，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啊！我不打你，我可不像二哥那榆木脑袋。我幸好嫁的是你，要是嫁给你二哥可就完了，我们早也完了。就是不知道我们枣儿将来能不能嫁给卖猪肉的。你放心，肯定能。村里找不着就镇上找，大不了到时候使点手段，咋的也要让枣儿嫁进屠户家里啊！哎，媳妇儿，今儿挣的钱可要藏好了，不能让娘知晓。哎，闺女，回家可啥都别说啊！你奶要是问起猪草，你就说让江家人给你扔河里头去了。知道了，爹。一家3口回到山坡之后，顿时傻眼了。山坡忽然多出一群小崽子，都在摘那种果子。哎，这咋一会儿功夫就来了这么多小崽子采果子？咱们再往里面走点。为自己的小家挣钱，刘三才绝不拉稀摆带。陈家在收酸浆果的事情，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全村。第2天，村里的妇人们、更多的孩子们都背上了背篓上山，如蝗虫过境，狠狠地把村边的山坡全部扫荡了一遍。他们不知道城里的行商为啥要收这种东西，但是有钱不赚王八蛋。是虎哥收账的时候认识的行商要收，虎哥想着咱们村山里也有，就把这个生意给揽下来了。至于人家干啥用，咱们不知道。不过那老板跟虎哥说，只要咱们这边有，那他年年都要收，唯独一点，就是不能以次充好，糊弄他。若是东西不好，他就再不来收了。众人纷纷表示，他们绝对不会以次充好，糊弄谁也不敢糊弄虎爷，不是？可就在同时，打脸的来了。陈虎冷哼一声，把一个妇人递来的背篓倒出来，里面不但大小参差不齐，还混有石头。是孩子顽皮，虎爷你滚！妇人吓得腿软，匆忙将地上的果子捡进了背篓，灰溜溜的跑了。其他排队的妇人也纷纷在自家背篓里挑选起来，还不是觉得卖东西的人多，陈虎忙不过来会疏忽，让他们糊弄过去。刘杏儿看到这一幕，依旧是笑盈盈的。大家伙要都这么搞，这买卖就只能做今年1年了。虎哥干点啥不好，非得干这个？不过是想着大家乡里乡亲的，让大家都能挣点买油盐酱醋的钱补贴1、2。大家要是不愿意，索性就算了。我们虎哥去收一笔账，少说还得有1、2两银子的进项呢，何苦被拦在家里耽个10日啊？他这一番话让妇人们心慌起来，纷纷保证以后再不敢这么干了。陈虎一直黑着脸不说话，气场十分吓人。好在有柳杏儿在旁边轻轻柔柔地说着话，不然这帮人搞不好会被陈虎吓跑。到了晚上，柳杏儿就让陈虎去找村长，托村长帮着收板栗。他就不信了，村民和村长都能从陈虎和他手里挣钱，往后刘老婆子再跳，他们会帮刘老婆子？陈虎是带了钱去找的村长，他给了村长5两银子的病钱。东西要好，不然您第一次交的板栗我能要，但生意要继续下去，就万万不能够了。村长2口子自然是拍胸脯保证，让陈虎放心。陈虎在家养伤，兜里有钱，家里的院儿又逼仄得很。这些天收的冰粉果子快堆不下了，可冰粉果子还得继续收，板栗也得继续收。杏儿，咱重新修一座砖瓦房的院子吧。啊，那得多少钱啊？不大的话40、50两银子，加上铺地的砖70、80两银子。我想着就在小院后头修一个砖瓦的院子，我们住那个院子，前头土院就他们3兄弟住。
圆房以后动静大，得跟几个崽子离远点儿。那样会不会不好啊？老子住好房子，儿子住土房子，天经地义。陈虎是给了柳杏儿700两银子，但是其中200两是给小老二看病的，且看病只是给诊费，又不包括药钱。咱们的院是小了些，不如再扩一点，但还是修土房子。土房子挺好的，而且再修的话，时间从容，咱们还能自己上山砍点木材，晾晒好了做家具、门窗啥的。土房子强厚实，冬暖夏凉，不比砖瓦房差。听你的。陈虎风风火火又去找村长买宅基地，他家那一片都是荒地，荒地便宜，1两银子1亩。陈虎直接买了5亩地，顺带还是喊村长招了人手帮他修。陈虎又去找了木匠，这次我出木头，你帮着做木工活，要十分精细的那种。门窗的木头还是从你这儿出，你现在就可以做了。门窗得有雕花，并且要上漆水。除了门窗，还得正经打一张结实耐用的架子床，一应的家具饰物什么的也得是新的。木匠听陈虎滔滔不绝地说着，脸上笑开了花。这么多东西得挣好多钱呢。陈虎耿直大方，木匠也是个会做生意的人，双方一拍即合。回去的路上，陈虎想，还得挣点钱才行。有了媳妇，日子就和往常不一样，不能得过且过。他寻思着去打猎，然而柳杏儿不让。你身上有伤，不许去。这点伤不碍事的，况且我只是去山里下套抓野兔一击，你不知道那山里的野兔多得很，几乎是一套一个准儿。看柳杏儿不说话，陈虎道：你看我先前修房子干活呢，是不是没事儿？我还打了一头野猪。还好意思说，真不把自己个儿的身体当回事儿。反正不许去打猎。陈虎突然觉得这有媳妇儿也是有一点点小烦恼的。这次你要修的房子大，我就多叫了几个人。行，您做主就成。房子你打算咋修啊？修个2间的院子，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后罩房看着修。你不修牲口圈吧？左右这次要大动，不如把牲口圈修了。牲口圈就修在老宅子的后起的屋子里头吧，那边还有一小溜地儿。牲口粪便多，别熏着他的小媳妇。至于其他人，他不管的哟。这样修挺好，将来杏儿生几个孩子都能住得下呀。众人纷纷笑了起来。柳杏儿不好意思的低头。杏儿，你还有啥想法没有？能不能挖2个地窖，再打一口井，灶房要大，编一个大烤炉。我媳妇儿说的，你们能不能干？那个别的呢我们都能做，只是这打井不行啊，打井得找专门的手艺人。你们要打井，这人我可以给你们找，就是打井不便宜啊，得好几两银子的。其实你家用水也还方便，不远处就有条小溪，可以去挑水啊。整个村子也没有谁在自家的院里打井。然而陈虎一锤定音，打。行，我昨儿帮你翻了黄历，今儿一动土，就今儿开始干活。成。这帮人热火朝天的去干活了。柳杏儿就琢磨着咋开伙食，蒸饭是最合适的，只是家里的米不够。他把这事儿跟陈虎一说，陈虎就找他要钱，去找村长买粮，买了200斤稻米，200斤杂粮。柳杏儿就把稻米和杂粮掺和着煮饭，再熬个大骨头萝卜汤，一个白菜烧肉，齐活。因为药物的原因，杜秀才睡了柳桃。第2天早上发现人是柳桃，他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还没等他质问为何是柳桃，知道自己被抬进门不是妻是妾的柳桃先爆发了。柳桃砸东西的时候砸到了杜秀才的脚，导致杜秀才只能躺在床上养伤。他闹腾得太凶，杜秀才家里的老太太和当家太太都看他不顺眼，老太太更是扬言他要再闹下去就将他提脚给卖了。你们前脚卖老娘，后脚我家就会去报官。你们来柳家提亲的时候，全村人都知道媒婆说的是求娶，不是纳妾。除非你们想新都的公民不想要了，那就去找人牙子来卖。这都是话赶话，我们杜家没有把儿子收用过的女人转手发卖的道理。只是你说想当崇文的妻子，那是不行的。我们崇文呐是定了亲的。你先听我说完，你们家的身份原本纳妾都是不够的，是崇文喜欢柳杏儿，央求着家里去给他纳妾。我们家从来都说的是纳妾，许是媒婆在中间捣鬼。你若是要去告便告，我们家没什么好怕的，最多媒婆被收监打板子，
倒是你，我们家纳的是柳杏儿，接进门的却是你，也不知你进了衙门一顿板子下来，还能不能有命在？杜家的妾每个月还能领1两银子的月钱，你好好想想吧。刘星儿有空就在家里试着烤白糖鸡蛋糕，这几天烤出来的鸡蛋糕总是不能让他满意，倒是便宜了小老三等人。唉，我就觉得已经可以卖了，娘为啥还不满意呀？我姐姐觉得不好，那就是不好。二舅说做生意要看长远，不然就是一锤子买卖。难道你不想鸡蛋糕的生意能一直做下去？想啊，那还有啥说头？有你吃的，你还抱怨上了。我又不傻，可是费钱啊。唉，挣钱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可是板栗和土豆片还有栗子蒸糕都卖出去了，那些也没有试多少次啊。没试多少次也辛苦不是吗？给板栗开口，炒板栗都不容易，切土豆片也是，我娘切了好久呢，还得天不亮就起床切。你说钱好不好挣吧？小老三耷拉了脑袋，不好挣。我认为这次试出来的够好了，可以拿出去卖了。确实比先前所做的鸡蛋糕好吃。拿去给你二哥吃，他可以吃这个。二哥，你快吃鸡蛋糕，可好吃了。先前娘烤的有焦糊的地方，娘说那种你不能吃，闻了好几天的香味儿，你肯定馋了。快吃吧。小老三以前咋就没这么多话呢？自从那个女人拖家带口进了陈家之后，小老三不但笑得多了，还长了点肉。陈杰的心有点不适应，但又忍不住动摇了。这鸡蛋糕好，是吧？刘杏儿十分有成就感。嘿，我外甥女儿就是厉害啊！这个鸡蛋糕，我觉得比点心铺子里面的所有点心都好吃啊！唉，大舅啊，你这心眼儿也是偏到了嘎吱窝，小心夜里睡觉，别的点心蜂拥来找你算账。娘，我教你怎么做鸡蛋糕，回头你去一趟老爷家，和板栗一样，给我2成的份子就行了。明年咱们就不炒板栗卖了，就靠着卖鸡蛋糕，收入也不会少。打她嫁人就是娘家一直帮补她，如今杏儿帮她回报娘家，让江氏如何能不动容？今晚咱们一家人开小灶，不跟干活的人一起吃。说完就给陈虎塞了一个鸡蛋糕，你尝尝。陈虎在柳杏儿灼灼的目光下把鸡蛋糕吃完。好吃吗？柳杏儿期待地望着他，要不是丈母娘和大舅在旁边，陈虎就亲下去了。小媳妇真是勾引他不分场合。好吃，好吃到他觉得自己能从此过上吃软饭的日子。他的小媳妇咋就这么能耐呢？娘，明天我去县城。我跟你去。有陈虎陪着，江氏有啥不放心的，自然是同意了。晚上，柳杏儿和江氏炒了几个菜，把挂在房梁上的风干兔取下来蒸熟了吃，大人孩子都吃得津津有味。哎，我咋觉得这兔子的味儿也是能卖钱的呀？怎么把蚕丝兔和风干兔给忘了？不过刘杏儿没多说，等东西做出来之后再说。晚上数钱算账，加了土豆片的收入，一天的收入多了好几百文，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早上，刘杏儿醒来之后身边没人，她起床洗漱之后，陈虎回来了，带回来不少野兔和野鸡。刘杏儿瞪大了眼睛，我没有去打猎，这些都是先前下的套子，你看都是活蹦乱跳的，不是用箭射杀的。刘杏儿看了一眼满身露水的陈虎，忽的就心疼了，眼眶子也不由自主的泛红。快去洗洗换衣服。唉，这具身体的泪点太低了，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来忍了，还是控制不住想掉眼泪。都怪这家伙，看着牛高马大的，却是十分细心。明明我昨天也没说啥，他就能洞察我的心思。好。陈虎应声往屋里走，刘杏儿跟上去。陈虎转头看他，咋的？想看我换衣裳，查我身子了？说着动作还不停，几下就把上身的衣裳给脱了下来。我看看你的伤。说完就上手去解绷带。哼，想摸就摸，莫要找那么多的借口。哼，想摸就摸，莫要找那么多的借口。说完，男人抓着他的小手放在自己赤裸裸的腹肌上，汗津津的。谁下？他甩开手，逃似的跑出了屋子，到底还是没有敌过汉子的脸皮厚。陈虎看着柳杏儿落荒而逃的背影，轻笑出声：可不能再让小媳妇看这伤口了，不然又得掉眼泪。哎呀，女人就是烦。刘杏儿去灶房把手洗干净，
可是洗不去的是手上的触感。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他的软乎乎，男人的硬邦邦，但意外的好摸。柳杏儿被自己色色的想法羞到了，她连忙狂摇脑袋，把脑袋里的颜色甩出去。娘，您咋的了？姐姐莫娘不是傻了吧？没啥，就是刚才头上好像落了虫子，我把它甩下去了。姐姐呀，你不是不怕虫子的吗？以前在柳家的时候，你还抓虫子喂鸡呢。我谢谢你哦。今天我跟虎哥去县城，你们想不想去？想去就带你们去县城玩一天。两个小孩眼睛一亮，只是亮了一瞬便熄灭下来。我不去，我要留在家里干活。我也在家里干活，不耽误姐姐的正事儿。那谁陪我去县城，我就给谁买糖葫芦。娘，不可以败家，过日子要紧。一串糖葫芦都可以买半斤米粮啦。不能想，一想就心疼。冰粉还没开始卖，家里收冰粉果每天钱流水一样给出去。对此，小老三已经很窒息了。姐姐，你和姐夫去吧，我也不吃糖葫芦。我和小三子留下来给叔伯爷爷们做饭。对哦，还有那些干活修房子的人呢。这俩小孩懂事的令人心疼。那好吧，等咱们家闲下来了，我再带你们去县城。哟，这不是姐姐吗？来镇上干啥？还坐牛车？看来日子过得不错呀。他一步三扭走到牛车跟前儿。嫁人就像是第二次投胎，你说你头一次运气就不好，第二次运气还这么不好，舍了脸面去勾引我家相公，结果我家相公娶的还是我。柳涛瞄了一眼脸黑透的陈虎，他是故意这般挑拨。回头看陈虎打不死这个水性杨花的小狐狸精，柳涛恨死了。杜秀才心里眼里只有柳杏儿，还说什么他给柳杏儿提鞋都不配。他的话音一落，陈虎就跳下牛车，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提溜住柳桃的衣领，把他拖到前面不远处，狠狠地摁进了一坨上冒着烟的热乎牛粪里。姨奶奶！陈虎淡淡地扫了一眼车夫，车夫识趣地将马车挪开，让了位置。这姨奶奶也真是的，上不得台面，出门就惹祸呀。柳杏儿傻眼，他都没反应过来，陈虎就把柳桃给收拾了。他怎么就这么会啊？星星眼。咱们赶时间，别闹，下回老子再好好收拾他，给你出气。陈虎以为小媳妇不高兴他这般容易就放过柳桃，连忙低声哄了起来。谢谢你啊，虎哥，随时随地都护着我。他这一笑勾得他心颤，陈虎连忙别开脸，不敢再看，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好端端的说着话呢，这人怎么就忽然不理人了？然后他就看到一抹红从男人的脖子根蔓延到他的耳朵尖儿。这是害羞了？陈虎这种人还会害羞？不远处，刘桃吱哇乱叫，狂吐不已。婆子只好让他躲在不远处的小树林里，等着车夫回去找水，再给他重新拿一套换洗衣裳。刘桃不愿意，他闹着要回去洗漱换衣裳。姨奶奶想回去也不是不行，不过姨奶奶可要想好了，你真的要顶着一脸牛粪回去，好叫公子瞧见。刘桃顿时不敢吭声了，委屈的直哭。您仔细看看这卖身契，上头有时间。您儿子抬进家门的柳桃早就被他哥哥卖给了我们。杜老爷，您说怎么办吧？是上公堂还是私下里，咱们就解决了。柳桃进了杜家门的信儿，还是县衙的捕快偷给他的，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不让柳家好过。春香楼的东家是有实力有背景的地头蛇，杜老爷惹不起，捏着鼻子给了500两银子，把卖身契换回来。柳家一女二卖，老子不会放过他们的。咋才这点水啊？你干啥吃的？哎呀，我说姨奶奶，这路上不平，我又着急给您送过来，谁知这水竟然颠簸的只剩下这么点了，您就将就着用吧啊！姨奶奶赶紧洗，不然耽误了时辰可不好，回头给公子的日子过得不顺，可就坏了。柳桃没法子，只能就着这点水胡乱洗了洗头脸。有马车到村里，自然是个大新闻。柳桃又是个爱显摆的，这不是柳桃吗？这是3招回门啊！是啊，婶儿，这回我婆婆给我准备了好多点心带着，你们都来尝尝。说话的时候，手不是碰碰鬓边的花儿，就是抬手摸了摸头上的金簪。
桃儿真是富贵命，这是嫁到福窝窝里去了吧？哟，这金镯子上是啥呀？像是粪呐！咦，我说桃儿啊，你这些东西别是在粪里扒拉出来的吧？刘桃有苦难言。我不活了！你们去柳家吃点心吗？不去，怕是从粪里捞出来的。可不咋的，有这时间呢，还不如上山找板栗和酸浆果子呢。哟，这3朝回门，姨奶奶家里清风雅静的，知道姨奶奶配不上我们公子，3媒6聘都没过，就匆匆一顶小轿接走的人，只能为妾。放肆！我是主子，你是奴婢，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是老太太的奴婢，不是姨奶奶的奴婢，在杜家比你有体面，还请姨奶奶认清自个的身份。刘桃更羞愤了。阿奶，不是让你去找神婆吗？陈虎都回来了，你都还没把柳杏儿给解决了。解决？咋解决？陈虎把柳杏儿那个骚蹄子护得跟眼珠子一样，如今又是在村里收板栗，又是收那劳什子酸浆果，这下他可在村里抖起来了，就是村长也偏心他们一家。刘桃嫉妒的眼睛发红。贱人，好的男人们一个个的都为他试了环，陆秀才心里眼里都是他，连陈虎那个凶神也被他笼络了去。这好办，你去找神婆，然后去买些泻药扔进村里的井里，只要全村人都拉肚子找郎中，神婆就来村里说柳杏儿是不干净的东西上身了，只要她活着，早晚都要把村里人全都害死。哎，这个主意好啊！到时候再买点给猪和牛配种的药，找几个懒汉把姜氏那帮妇一并收拾了。就这么办。老姜家已经和他们家撕破了脸，往后肯定不能再送粮食来。还有姜氏扎在陈家不回来了，他们也拿捏不到。回头再把柳福川提小卖去小官馆，又是一笔进账。我听说小官可比小姑娘卖的贵，就柳福川那小模样，少说能卖20-30两。老二怕是不会愿意，轮不到他不乐意。回头他干活的时候，老娘就把人弄走卖了，他晓得个屁呀！爹，小官是啥？为啥卖二哥去做小官能卖那么多银子啊？爹，二姐以后会不会撺掇着阿奶把我给卖了？爹，你跟阿奶说，要卖我的话，卖进有肉吃的地儿。刘枣接连发问，柳三才一个都答不上来。哎，你赶紧找个地儿拉粑去啊，不然回头拉裤子上了。哎呀，我忘了。刘枣说完撒丫子就跑。他爹，娘不会卖咱们枣吧？往后枣去哪儿你都得盯着，咱们这个娘心眼里只有他大孙子呀。刘桃这个小贱人心毒得很，回头等我搞点钱，咱们就想法子分家。哎呀，幸好你不是二哥，分了也好。如今二嫂不在家，家里活就多了，大嫂又是个能推能赖的，娘又偏心大方。二哥虽然还在家当老黄牛，不过若是二嫂和姓真死了，我看二哥也活不了。到时候你就是二哥，我就是二嫂，咱们枣啊就是姓。放心，老子可不是二哥那怂蛋，就大房那黑心的，恨不得从每个人身上都刮出一层油来。指望着福来出息了拉拔我们，还不如指望母猪上树呢。陈虎进了县城就下车了，他叮嘱谭墩子守好柳杏儿，自己则挑了鸡蛋糕去赌场。哟，今儿吹的啥风啊？把您给吹来了。2件事儿，这2箩筐的鸡蛋你给找个地儿卖了，长久买卖，价钱要合适。还有就是给我找几个收账的活，钱多的。老子以为你娶了媳妇儿开窍了，竟知道给东家送礼，不曾想还是个榆木疙瘩。罢了，这一担子的东西他自个儿掏腰包买了就是了，回头给伙计当饭吃。过山峰漫不经心掀开箩筐上头的布，他拿起一块放嘴里一咬，居然这么好吃，这比县里几个糕点铺子里的糕点都好吃啊！这只有1担，太少了。东家嫌钱还嫌多，话里话外都是不好卖的意思。哎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啥时候变得这般小心眼了？陈虎心说，别的他能大方，唯独关于小媳妇的事儿他大方不了。我给你赔罪，你就开价吧。这一担子的这个鸡蛋糕，1斤鸡蛋糕50文钱。哎，不贵。不过你考不考虑把这个方子卖给我呀？价钱好商量。卖方子的问题，来县城的路上，陈虎就和柳杏儿商议过了。毕竟光他们家这般做，每天出的不多，
且方子若是惹来一些有背景的人眼红，那也是麻烦。卖是可以卖，只是卖了方子之后，定陶县和武安县境内不能有人卖这个。这2个县城的生意是我们的，不管买方子的人在啥地方卖，价钱不能低于50文1斤。这个我可以答应你，没问题。咱们县城你也别累着弟妹到处跑，每天送到我这儿来就成了。方子的价钱，你说说，你想要多少啊？杨东家给多少，合适这生意就做，不合适我就走。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烦讨价还价。奸呐，逼着我给个最高的价钱呢，一口价500两。陈虎皱眉，上次他接的那个任务前头死了好几个人，他也是受了伤才把任务完成，那个任务的报酬就是500两。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平。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平。过山峰见他变脸，以为这人嫌给少了。600两，但是不能再多了啊！这个方子呀，拿京城去卖，肯定能卖1000两以上。但这儿不是京城，你拿着方子去糕点铺子，能给你200两的，算有良心了。成，600两现银。立契约拿银子接任务。哎呀，你呀是该好好奔一奔了，不然啊就成了女人养的小白脸了。不过呀，能让人养那也是本事啊。你相中的媳妇儿确实比卖酒的陈寡妇强太多了。啥时候让我也见见弟妹呀？等成亲的时候给东家下帖子，东家把红封准备后详。你一口一个媳妇儿的，你们也在一起过日子了，这咋还扯到成亲了呢？别的女人有的，他也得有。哟，能把这个凶神给降服住了。哟，这女的厉害。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杏儿这么聪明能挣钱，得寻个安稳的法子。有钱还得有地位，有脸面，不能一辈子都窝在这个小山村。亚婆知道柳杏儿的遭遇，好几天没看到她，十分担心。柳杏儿这次来，亚婆特别高兴，搞得柳杏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等陈虎来了，柳杏儿就跟亚婆介绍：婆婆，这是我相公。好个汉子，高高大大，身板也结实。多谢婆婆照顾杏儿。没有，都是杏儿在照顾我。陈虎是有眼力劲儿的人，寒暄2句就撸袖子帮着亚婆收拾。他力气大，几下就把桌椅收拾好了。婆婆住哪儿？我帮您把东西送回去。亚婆连连摆手，比划着表示一会儿有人来帮她，不用陈虎管。婆婆，那我走了，往后不是我来就是我娘来。我家在修房子，等房子修好了就请婆婆来玩。好啊，你们慢慢走啊，回去小心些。咱们去一趟书院，回头下馆子。好。到了书院，陈虎拿了点钱去门房。劳烦你去跟上社甲班的陈婷说一声，我在前头的邱家14等他，我是他爹。落座之后，陈虎吩咐小二，然后随口点了几个菜。这几个菜是他们家的拿手菜，另外的家常菜他们家也有。你还有啥想吃的没有？够了，我也不挑食。爹，墩子叔。菜还没上完，陈婷就跑来了。高高瘦瘦的少年脸上青涩之气未脱。不得不说，陈虎的3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好看，就是没有一个长得像陈虎。陈虎这个遗传基因不行。这是你娘，我媳妇儿。陈婷一愣，先前3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是知道的。这个女人是爹第一次承认是媳妇的人，也是村里人，柳家的大姑娘。陈婷见过母亲。柳杏儿一慌，好大一个便宜儿子。好。想起电视剧里的情节，连忙摸了一块银子放到他手上。陈虎也不早说，害得他改口的红封都没准备。多谢母亲。这块银子得有2两重。柳家大姑娘她是知道的，常年埋着头躲着人，只知道干活的姑娘，爹娶她，陈婷能够理解。她有些许遗憾，原本她已经给爹物色好人选了，先看看吧，家里爹做主。快坐下吃饭吧。为一个只比自己小4岁的孩子喊娘，柳杏儿别扭极了。是母亲。叫娘。她抬头对上陈虎不悦的目光，笑着改口娘。柳杏儿尴尬的脚趾抠地，但陈虎满意了，他给柳杏儿加了一个鸡腿儿。吃吧。你吃，我喜欢啃鸡脖子和鸡叉。陈虎看着碗里的鸡腿儿，唇角忍不住上翘。而柳杏儿已经津津有味地啃起了鸡翅，谁知才啃了2口就被陈虎把鸡翅给抢走了，鸡腿重新塞他碗里。不许跟我抢吃的。
我的哥，是你在跟我抢好饭。柳杏儿怨念丛生地啃起了鸡腿，啃了一半，她就实在是啃不下了。才吃这么点儿，啥时候才能养得胖乎乎的？她相当不满意，可是看着柳杏儿对着鸡腿一脸苦相，她只能捡事儿，看得陈婷目瞪口呆。爹，不是很嫌弃别人的口水，从来不吃我们三兄弟的事儿吗？吃完饭，他把2个装了鸡蛋糕的篮子给陈婷。这是你娘给你准备的，一篮子你自己吃，一篮子分一分，拿去送先生们，都是你娘自己做的，往后县城里也能有卖的。你娘很厉害，她做的糕点好多人抢着要。这家伙啥时候准备的？谢谢娘。你自个儿回去吧，在学堂里别舍不得吃，爹能养得起你们。还有给老二看病的钱，你爹我也挣够了，你别发愁，好好念书是正经。对了，咱们家修房子了，等房子修好了，我和你娘就成亲。等日子定下来，你要还没放假，那就跟先生请几天假期。行，过2天休沐我先回来一趟，我走了。爹娘，墩子叔，你们慢点儿。小伙子跟大家告别，提溜着篮子朝书院走去。陈虎掐着柳杏儿的腰往上一提，把她轻松放到牛车上。虎哥，嫂子，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听你嫂子的。卖掉了吗？卖掉了，鸡蛋糕50文1斤卖的，方子卖了600两银子。多少？柳杏儿的心忍不住狂跳，陈虎的嘴巴几乎贴到了柳杏儿的耳朵。600两。600两，发财了，一下子就有钱了呀！钱是穷人胆儿，柳杏儿激动得抖。怎么会这么多？看着陈虎的双眼亮得惊人，在柳杏儿看来，能卖200两就已经是天价了。找了人，那人欠我人情，不敢坑我。陈虎可不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不叫他知晓，如何叫他知道自己男人的能耐？不过你别担心，他拿到京城去卖，能卖上千两银子，他也是有背景的人，没人敢私吞他的方子。只是卖方子这事儿，这几年暂时不能做了，太扎眼了，不是好事儿。好东西一次性拿出来太多，就不值钱了。刘杏儿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回家咱们分赃，我分你一半。成，反正我的钱也是你收着。刘杏儿一愣，这个男人好会。陈虎看着小媳妇满脸通红的娇羞眼儿，心情瞬间飞扬起来。刘杏儿看着陈虎宽阔的背影，喜欢悄然而至。一下子挣了600两，刘杏儿便开始大肆采购。天越来越冷，她给家里的每个人都买了2身夹袄、2身棉袄、2双棉鞋、2双单鞋，棉花布料买了一堆，被褥买了几套，刷牙子、洁牙膏、枣豆、香姨子，这些对村里人来说是奢侈品的东西也买了一堆，还给姜氏买了一对银镯子、1根银簪子，给小老三、小老二和柳福川一人买了一对银镯子、1副银项圈，给老大买了一套文房4宝和不少纸。陈虎由着他买，然后在他从首饰铺子出来之后，借口回去要口水喝，让柳杏儿在牛车上等他，返回去买了一对金镯子、1根金钗，还有一对金耳环。钱是问过山峰要的介绍费，照的是江湖规矩，给过山峰气笑了。头一回听说帮自家媳妇卖东西还要介绍费的，但还是被陈虎强势要走50两银子。一行人又去采买了粮油、香料、调料等东西。因着家里有人干活，陈虎带着柳杏儿去屠户家买了不少骨头以及边角料的肉，拉了满满一车回去。哎，败家呀，这日子没法过了。物料、褥子啥的先放我屋里，等下再分。娘，你先把肉洗了，回头用盐腌起来放缸子里。哎呀，咋就买这么多东西啊？鸡蛋糕卖了个好价钱，方子虎哥也帮我卖了。你这孩子，就算是挣着钱了，也该攒着呀。小老三挨着姜氏狠狠点头，十分赞同姥姥的话。柳福川也心疼，但他表示，我姐挣了钱，她想咋花就咋花，又没花你的钱，你点个屁的头。他可不敢说他娘。小老三想反驳，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你这是在说小老三还是说我呀？等把东西归置的差不多了，包袱打开分衣裳鞋袜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柳杏儿疯了。挣钱就是来花的，他挣的钱就是花干净了也没啥。还有我能挣钱养家养他。你就惯着吧。江水生也有一份儿。杏儿啊，你咋还给我买呢？你是我大舅，我不能给大舅买啊。这大舅啥也没给你，以前你在柳家遭罪，这大舅也没能来护着你，这大舅心里亏呀。啊，给你男人穿。大舅身材没虎哥高大，脚也比虎哥小，
你的东西虎哥穿不上，大舅你就别推拒了，我给姥姥姥爷还有二舅都买了，只是表哥表弟们的，那得大舅自己挣钱买哦。江水生感动得嚎啕大哭，陈虎默默地拿了弓箭走了。受不了啊，一家子哭不尽。小老三来回跑了好几趟，把衣裳抱回他和小老二的屋里，他是又高兴又犯愁。咋整啊？摊上了这么个花钱如流水的娘，我得跟爹说多挣点钱，不然娘把他自己的钱花完了，爹没钱给娘花就丢人了。哎，二哥，你看这新衣服好看是好看，可穿在身上哪儿敢干活啊？还有这鞋我都不敢下地踩，你说买了干啥呀？这么碍事儿。你的唇角要是压下去不露出白牙我就信。二哥你也试试，你每天不动弹穿新衣裳才不会糟践。小老三说着就动手帮二哥换衣裳，换上新衣裳的二哥瞬间好看了不少。小老三高兴地围着他直转悠。以前的3个女人都恨不得在我们身上搜刮出一层皮来，从未给我们花过半个铜板，可她却不一样。娘，您明天就回一趟姥姥家，把做鸡蛋糕的法子交给姥姥，另外跟姥姥说鸡蛋糕咱们卖50文1斤。可是家里活这么多，我走了家里忙不过来呀。哎呀，你就放心回去啊，家里有我呢，力气活我都会，揉面打蛋啥的呢我都能来。不会耽误活的还有我们。姥姥您放心回娘家吧。小老三小手一挥，小大人的模样惹笑了所有人。你先睡，我去洗个澡。刘星儿钻进了被子里，他买了新被褥，今天晚上就可以跟陈虎一人盖一床。陈虎看着柳星儿身边的那条被子，心气儿十分不顺，他气哼哼地转身出屋。虎爷，50两银子卖您一个消息，这消息关乎到杏儿和我二嫂的生死。柳三才看着陈虎捏得咔咔作响的拳头，您别想着打我一顿我就能招啊，您不给钱我就是死也不会招的，大不了听了消息之后您觉得不值当这个价钱，您再把钱抢，呸，拿回去。陈虎噎住，他身上不够50两啊，管过山峰要的钱已经给媳妇买了金首饰，这会儿就剩下20多两了。想挨揍，老子成全你。他举着拳头就给了柳三才一下。我是怂狗也是烂泥，可若是虎爷不给钱，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为何要钱不要命？我没出息，挣不了大钱，好容易逮着一个机会，就想挣点钱，给妻女买点吃穿，还想从老柳家分出来，得寻点俺家的银子，得寻点俺家的银子。陈虎给了他20两银子的定钱，柳三才把他知道的全部告诉了陈虎。陈虎闻言杀气四溢。哎妈呀，虎爷呀，你可不兴杀人呐，杀人是要偿命的。不会，不过你要负责盯着他们，有啥动静立刻来跟老子说，不然休想拿到另一半银子。柳三才小鸡啄米似的点头，50两银子妥了，不枉他挨顿打。陈虎翻墙进院，洗漱好了回屋，油灯下小媳妇睡得香甜，他的力气在看到小媳妇安安静静躺在床上呼呼睡的时候消散一空。他本想将被褥卷吧卷吧扔一边去，可想了想还是憋憋屈屈上床。然而闻着小媳妇的味儿，男人还是半夜起来洗了裤子。等着成亲圆房的。第二天，江氏坐骡车回娘家，走的时候，陈虎把柳杏儿给姥姥姥爷他们买的东西全给装进了骡车里。江氏从未有哪一次回娘家有这般开心，以前回娘家都是被婆家逼着回去哭穷要粮食的，唯独这一次她是带着东西回娘家。娘，吃鸡肉。哎呦，小祖宗，你这是咋的了？快让娘看看上哪儿了。大伯娘和二姐躲在灶房头吃鸡，我跑去讨要，他们不给我，还打我，可我还是把肉抢出来了。看着满脸上的刘枣，柳三才怒火中烧。分家，今天就分家，不分家老子天天闹腾。分家？为了个赔钱货，你竟然想分家？啥赔钱货呀？我闺女可不是赔钱货。就是，我以后要嫁给杀猪的，给爹娘拿肉吃。分了家，你还是我娘，我只是做不到像老二那样，看着妻女被欺负，除了求饶，别的啥都干不了。看他梗着脖子不服软，刘老婆子气得跺脚。分了也是一家人，回头若是扶来出息了，
那三叔后悔要合回来，娘您和爹也不会不让，是不是？柳桃也不想三房占他的便宜。阿奶，三叔要分就分，不然便是留住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分家的过程差点打起来，柳三才啥都要争，他可不是逆来顺受的柳二顺。柳大夫两口子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家分完了，柳三才才把刘枣拉出来，指着他的脸对村长道：村长，我家枣的脸是他二姐给打的，这他二姐得赔钱吧？啊，您给做个见证，他要是不赔，我就去杜家闹，到时候别说老子不顾亲戚情面。而柳桃只是个妾而已，他怕露馅儿，最终还是咬牙把手上的金镯子、脑袋上的金钗给取了下来，赔给柳三才。老二，明儿把二娃子喊回来，兔崽子再不喊回来，都不知道自己个儿姓啥了。娘，福川回来就多一张嘴。你个当爹的省一口就饿不着他这个儿子，我老柳家的孙子不许留在陈家。娘，我求您了，滚去把那个小白眼狼给老娘叫回来，不然老娘上衙门告你不孝，告你儿子不孝，再去江家山闹腾，让那生父的娘家在江家山过不下去。刘二顺闻言脸色煞白，他的胸口闷得快炸开了，他就不明白了，秦娘为何要如此这般的对他，对他的孩子。喂，你来干啥？大哥。别，我不是你大哥啊，我也不敢当你大哥。江氏就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干啥？是不是你那个好娘又出啥幺蛾子了？我也是没法子，若是福川不回去，他就要去江家山要人。福川姓柳，这是没法子的事情啊。江水生扬起拳头就要揍柳二顺，不过他的拳头被陈虎给捏住了。让那个老钱婆子去江家山，随便他咋闹腾，老子们都不怕。想让福川回去，想都不要想。可福川是柳家的孩子，没法子的呀。岳父说的没错，这事儿闹到县衙，县令也只会判柳福川回柳家。若是福川被扣上不孝的帽子，这辈子就完了。陈虎知道刘老婆子要柳福川回去是为何，正好趁此机会将计就计，把柳福川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跟爹回去。柳福川的脸上没有笑容，但他知道姐夫说的对。不急，福川可以和岳父回去，不过有个条件。啥条件？你得立一个契约，保证你能护住福川，不然我不放心把人交给你。我是福川爹，我会护着福川的。哼，以前你也说你是杏儿的爹，能护住杏儿。陈虎让小老三进他们屋里去拿笔墨等物，当着柳二顺的面写了3张纸，又读了一遍，然后就让他摁手印儿。那请岳父去外头等一会儿，让福川收拾收拾东西。你回柳家，我得叮嘱你几件事，你必须记好了。姐夫你说，我肯定记着。不许吃柳家的任何东西，不许喝柳家的水，每天陈行给你送吃的喝的，或者你跑回陈家来吃。我知道了，姐夫。不管是睡觉还是干别的，在柳家你必须和你爹寸步不离，不可单独跟柳家的其他人在一起。我记住了。陈行给你带吃的，分一些给你爹吃，你们躲着吃，不可给柳家其他人看到。我陈家的东西，除了你和你爹，便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柳家人吃。不给他们吃。那你去吧，放心，过不了多久，姐夫就会想法子把你接出来。谢谢姐夫，明天早上我给你送吃的，我会在柳家门外学3声猫叫，你听见猫叫就出来。也不能总学猫叫，也得学狗叫、牛叫、驴叫，不然容易被怀疑。好，我最会学这些了，你就等着吧。原本凝重的气氛被小孩的童言童语给破了，大家没忍住笑了起来。娘，您别担心，虎哥说能把弟弟要回来，就一定能把弟弟要回来。你给虎哥一点时间。就是想着你爹那个没用的男人，心里不得劲儿。娘，大舅，我让岳父摁的是和离书，按照江家山的规矩，是不允许出嫁女被休或者是和离，但我觉得有备无患，这个还是要捏在手上，万一将来遇到啥事儿，说不定用得着。娘，您是想和岳父继续过，还是不想过啊？自从杏儿的事情出了，自从柳二顺在村长面前昧着良心说假话，给江家人头上泼脏水，他就不想跟这男人过了。无论娘是想过还是不想过，我都会想法子解决。想过，我想法子让柳家把岳父撵出去，断绝关系；不想过，我想法子让您和离，而且和离后江家山不找您的麻烦。不过我想跟他和离，可是女婿啊，
娘知道你有这个心就行了，眼下的日子，娘就很满足了。行，我知道了，剩下的事您就别管了，交给我就成。和离书您讲好了，回头要用的时候我跟您要。娘真是谢谢你，真的。娘不怪我自作主张就行。那啥，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洗洗睡吧。谢谢你啊，虎哥。说完，他凑上去亲了一口汉子的脸颊，然后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被窝，心咚咚咚的越跳越快，脸也烧得不行。陈虎摸着小媳妇蹭过的脸颊，柔软的触感一触即离，他的舌尖从里面抵了抵柳杏儿亲的位置。天知道我每天忍得多辛苦，可小媳妇还勾引，那还忍啥？不忍了。陈虎把小媳妇从被子里挖出来，二话不说，直接狠狠地吻了上去。柳杏儿被他给亲懵了，男人的气息狂野霸道地侵占着她，完全不给她任何反应推拒的机会。她的眼尾红了，眼泪成串地往下淌。陈虎尝到了咸味，松开了她，像饿狼盯着小羊羔似的盯着她。这就受不住了，就这你还敢勾引我？老实睡觉，知道不知道？再勾引我，我现在就办了你。说完，他翻身过去，背对着柳杏儿。柳杏儿低头看了看自己凌乱的衣衫，心说谁不老实了呀？而且他刚才好像碰到了啥不得了的玩意儿。柳杏儿盯着陈虎的背影，鬼使神差地问道：虎哥，你是不是憋得难受啊？虎哥，你是不是憋得难受啊？陈虎浑身的血液沸腾得更厉害了，他刚想不管不顾转身把小媳妇儿办了再说，不然你去跟大舅睡吧，总憋着不好。你也知道总憋着不好啊，快睡，就你还乱不了我的心。行吧。黑暗里，柳杏儿摸了摸自己被亲得有些肿的唇，忍不住勾起了唇角，心里的涟漪荡啊荡，怎么都平息不下来。这个晚上她照样睡得很好，就是一晚上的梦特别的羞人。第二天天不亮，柳二顺就起来了，他得干全家的活儿。你再睡会儿。不，我怕爹你不在我身边，阿奶会提脚卖了我。不会的，你阿奶不会卖你。福川是二房唯一的男丁，且老柳家孙辈只有2个男丁。刘二顺不认为刘老婆子会卖男娃。您当初还相信阿奶不会卖姐姐呢。你不一样，你是男娃。没啥不一样，二房在阿奶眼里就不是人。福川，你是男娃，你乖一点，你阿奶会喜欢你的。这话也就爹您自己相信，你莫要跟我说这些话，我不傻，我长大了，分得清。刘二顺被儿子说的无言以对。我长大了，分得清。刘二顺被儿子说的无言以对，他只能带着儿子洗漱出门。柳福川，你个白眼狼啊，回村都不知道归家，今儿个你就在院子里跪一天，不许吃东西，好叫你知晓知晓你是谁家的人。爹，你答应过姐夫要护着我的。说完他就撒丫子往外跑，留下来跪一天，他才不干呢。柳福川迅速朝陈家跑去，根本就不管亲爹。婆婆，我打算去租一个铺子，到时候您跟我一起，我留一块地儿给您卖包子。亚婆摆摆手，意思是就在这个地方摆摊儿，哪儿也不去。柳杏儿怎么劝他都是摆手拒绝，也就不劝了。到时候把铺子开起来再说吧。柳杏儿随便找了一家牙行，她其实也有心租在亚婆摆摊的那条街上，结果运气很好，一问还真有这么一家空着的铺子。这铺子的租金是怎么算的？20两银子一年，不过若是娘子手头紧的话，也可以1个月一给。1个月的话，得是2两银子1个月。20两啊，好贵啊！15两一年吧。咱们这边县城小，人少，生意不好做。衙人面露为难，连连摆手说不行。刘杏儿使出浑身解数讲价，最后以18两银子的价钱成交。契约到手，刘杏儿心里一下子就安稳了。他不知道的是，衙人也松了一口气。这个铺子是崔县令买来给亚婆用的，但是亚婆很固执，崔之义只能将铺子放着。柳杏儿回家宣布这个消息，大家伙都沸腾了。最抠门的小老三都不再嚷嚷败家费钱了。那个铺子后头还带着一个住人的小院，有好几间房子呢，院里有井，干啥都方便。
我打算到时候一个门脸卖小吃，另一个就卖山货。你们不是说我做的风干兔好吃吗？山货就主打各种风干熏干的野味，回头开了川，小老三和福川都上县里念书去，到时候就有地方住。等娘从姥姥家回来，就让娘去县城的铺子里守着，到时候顺带照顾小老三和福川。家里在县里有了铺子，陈婷也能去铺子上和小老三他们一起住了。二哥呢？二哥可以去吗？县城医馆多，适合二哥看病。当然能。小老三小炮弹似的冲进屋里。二哥，你听见了吗？娘要带我们去县城里，到时候你治病吃药就方便多了。陈吉握着叔的手紧了紧。二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吃完饭，刘杏儿又说了县里铺子装修的日子。等你娘回来啊，我就去县里守着，顺便还能搭把手干点活。这铺子早一天开门，就能多赚一点钱嘛。刘杏儿也是这么想的。虎哥，野味那头就得靠你了。你认不认识别的猎户？认识的话就去帮我收些野味。明天就去给你收，明天就去给你收。转眼就到了跟工匠约好的日子，姜氏也在之前就回来了。一大早，柳杏儿就带着姜氏和姜水生去了县城，陈虎也进山打猎去了，家里就剩下几个小的。柳福川从柳家溜了回来，陈吉就把他叫进屋里。福川，想不想给你姐姐和娘亲报仇，给你阿奶一个教训？想。那现在有个机会，正好家里没人，你去透给柳婆子知道，说我家的钱都藏在我这个病秧子的屋里，把他引来，然后你再去叫人。柳福川眼睛一亮，要抓他个人赃并获，然后把他扔大牢里去是吗？小舅真聪明。被陈吉喊小舅舅，柳福川十分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莫名的骄傲，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把事情搞砸的。小舅舅，我二哥跟你说啥了？走，跟小舅舅干大事去。如今老柳家去了牢里，刘老婆子再不能像姜氏在家时那般清闲，此刻正弓着腰在坡上割猪草。柳福川，你个小偷，你偷我二哥的钱！柳福川，你个小偷，你偷我二哥的钱！你说你是咋知道爹娘把钱藏在我二哥屋里的？你以为今儿爹娘大舅爷他们都去了县里，你就能得逞？呸！还有我呢，你当我是死人呀？打死你，你就是死人了。你二哥一个病秧子可守不住那么多钱，好几百两银子呢。有了这个银子，我就可以带着我娘我姐姐远走高飞了。几百两银子呢？陈家这么有钱的吗？这些日子陈虎又是收东西又修房子，在村里的名声那跟做了窜天炮一样，咻咻往天上飙。刘老婆子眼珠子一转，猪草也不割了，背着背篓就往陈家跑。刘福川和小老三见他跑了，一个撒腿就去找村长，另外一个一瘸一拐跟在刘老婆子身后。盯梢的柳三才见状也跟了上去。刘老婆子趴在厢房的窗户上往里看，就见陈吉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他心中一喜，轻轻推门进去翻找起来。陈吉缓缓从床上起来，悄悄走到刘老婆子放背篓的地方，从他的背篓里拿起割猪草的刀。他本来是准备了刀的，可没想到刘老婆子自己带刀了。你在找什么？找银子。哎，你咋醒了？你要干啥？被你吵醒的。至于我要干啥，你看不出来吗？至于我要干啥，你看不出来吗？陈吉忽然发狠，举着刀朝着刘老婆子砍去。刘老婆子吓死了都，她下意识就躲，同时推了一把陈吉的胳膊。其实陈吉砍过去之后，刀就变了方向，朝着自己的脖子砍，结果让刘老婆子这一推偏了，直接砍到肩膀上。用我的死换柳婆子一命，值了。这样既不用拖累家里，还能替娘和姥姥解决一个大麻烦。希望他们看在我带走刘老婆子的份上，以后能对小老三好点，也对爹好点。可他到底身子骨还是太弱，一刀下去之后，整个人就因为脱力倒在了地上，倒在了血泊里。在刘老婆子看来，陈吉像是死了一样，他慌忙开门往外跑，又想起自己的背篓和刀，慌慌张张去捡，胡乱把刀在陈吉的身上擦拭两下，老婆子就跑了。不许跑！刘老婆子没想到这院里还有小孩，她顿时恶向胆边生，一脚踢开小老三，从背篓里拿出刀就要砍人。
杀了你这小杂种，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来过陈家。陈虎的仇人多，任谁都想不到我身上去。住手！刘婆子，你要干啥呀你？村长差点没气死，他带来的人连忙去抓刘老婆子。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两人又连忙跑去屋里看陈吉。二哥，外甥！两个小孩惊恐地扑过去，抱着陈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人还没死，赶紧去找郎中。我没有杀人呐，是他要杀我，我推了他一下，他就自己把自己砍死了呀。屋外，刘老婆子还在嚎，村长烦躁地命人把他的嘴给堵了。村长，这毒妇不能留在村里。就是啊，今儿他敢杀陈家二郎，明儿他就敢杀别的孩子啊！咱们村啊，容不下这种毒妇啊！这时，郎中来了，后脚陈婷就到家了。这是怎么了？村长看着陈家这个读书人，叹了口气，简短地说了下来龙去脉。陈婷脸色一变，冲进了小老二的屋里。陈吉这孩子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给他暂时止血包扎，但还是得尽快送县城的医馆治疗，耽误不得呀。陈婷连忙道谢，他给郎中结算诊费。等你哥回来会给我的，现在送你弟弟去县城医馆还得花钱呢，你身上啊要多揣些钱才是。不管是谁问你们什么，你们都只哭不说，明白了吗？现在外头到处都是人，不是问清楚事情的时候。两个小孩哭着点头，陈婷这才开门出去找村长。我已经让人去拿钱套牛车了，您不要着急。说是换了别人家，他可舍不得拿钱出来垫付。村长相信陈虎有还钱的能力。陈婷拱手道谢，顺便把他拉去县衙，我要告他杀人，还望诸位父老乡亲能帮小生做个证。不行，不行，不能报官。若是报官，有这么一个最求奶奶，福来的前程就毁了。若是报官，有这么一个最求奶奶，福来的前程就毁了。大晋有规矩，凡最求后代子孙，3代不能科举。陈家老三老二不是还没死吗？而且报官也会对咱们村有影响的，对村长您也不好啊。难道说我弟弟没死还是罪？一句没死，难道就能掩盖他闯进陈家偷盗不成反杀人的罪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若不报官以朝廷律法惩之，往后村里有人学着他来，又该怎么办？这时牛车来了。村长，我先送弟弟去县城，至于柳婆子，不管如何我都会去击鼓鸣冤的，还请村长派人将他看严了，莫要叫他给跑了。牛车离开，村民们就炸锅了，有支持报官的，也有不支持报官的。但不管支持不支持，村长还是派人将刘老婆子绑到村中央的大树上，以儆效尤。柳大富两口子怕陈婷真的去报官，就跪地恳求亲爹将刘老婆子给休了。对呀，可以休妻呀。他连忙请村长帮他写休书。村长看了眼这个凉薄的男人，也没推辞，帮他把休书给写了。刘老婆子眼睁睁看着村长写了休书，老头在休书上摁上了红彤彤的手印，整个人都不好了。娘，儿子也没法子，你要替福来想想啊！您放心，您就算是被爹给休了，儿子也只认您这一个娘，将来给您养老送终。他这么一磕头，刘老婆子脸上的怒气果然消散了一些。娘，您的私房钱藏哪儿了？您告诉我，我好取出来去县衙替您打点的。这我还没死呢，就来算计我的钱，这狗东西一个个的都是不孝子。陈婷将老二送进医馆后，就去打听柳杏儿租的铺子怎么走。陈婷怕他们走丢，就拜托车夫带着2个孩子留守在医馆。他按照地址找了过去。老大，是出什么事了吗？柳儿被柳婆子砍伤了，现在在医馆。听到这话，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刘老婆子疯了吗？娘，您去买只鸡，炖一锅鸡汤，我现在跟着老大去看看小老二。大舅，你看着点这里，我一会儿就回来。刘杏儿细细问了问大夫陈吉的情况，就说起了开药的事儿。大夫，您放心开药，咱们不差药钱。有柳杏儿这句话，大夫就没了顾虑。最后药抓下来花了20多两银子，给小老三吓傻了。你们家这孩子病重体弱，如今又是重伤，若是你们不差钱的话，可以先给20两银子的定钱，排个顾太医的号。不过到时候来看病的呢，还得补180两银子。您家是回春堂？没错。那就排。柳杏儿又拿出20两银子来，那大夫就命药童去柜上给柳杏儿拿了个竹子做的牌牌。这位娘子啊，你留下地址，
我会提前1天派人去你家通知的啊。好，老大，就写店里的地址。柳杏儿问了一些大夫陈疾养病应该注意的地方，又细细问了一些吃食上的问题，并且让陈婷将这些全记下来。多谢您了，大夫。回头能不能请您上门去给我家孩子换药？毕竟他身体这样弱，总是挪动不好。当然可以，只是出诊要比你们来这里贵一些。没事儿，孩子不遭罪就行。去杜家，让杜家人救我，不然老婆子都说是你们指使的。知子莫若母，刘老婆子可太清楚自己这几个儿子是啥样的。老娘活不成，你们都别想好过。老东西敢休老娘，我看你是好日子过久了，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啊你！这不是老大跪着求我吗？这福来的前程也是顶要紧的呀。老二，你盯着陈家，你媳妇儿一回来就立刻跪着求他去找陈虎，让陈家人不许去县衙告状。娘，福川娘不搭理我。你个没用的东西啊！要是你能干啥你说啥？他要是不听话，你就把他给老娘卖窑子里去。那人是你媳妇儿，你要卖他娘家都管不着。陈婷牵着弟弟，看着柳杏儿忙前忙后的张罗，心底升腾起一股暖意来。从在医馆开始，他在意的就不是钱，而是小老二。眼下又为了不吵着老二养伤，还多给钱让木工把活带走干。难怪爹看他的眼神满满都是光，难怪小老三这么黏糊着他，爹的眼光不错。杜秀才在家养伤，没去书院。到了杜秀才的院子，守门的人直接将他拦了下来，不管柳桃怎么说都不让他进门。你们去跟公子说一声，我来找他是有关柳杏儿的消息。柳桃进到屋里，满屋子的美貌丫鬟，柳桃狠狠地瞪着这些丫鬟，内饰更富贵，满眼都是柳桃没见过的东西。有话快说。我的话说得出口，入得你耳，可不能说给外人听。杜秀才摆摆手，屋里的丫鬟走的只剩下一个给他当枕头的了。他呢？哼，我3岁他7岁的时候，他就在我房里了。你要说就说，不说就滚。柳桃没法子，只好把来龙去脉给杜秀才说了一遍。你救救我阿奶！你看我是不是像傻子？你算哪根葱啊？啊，你阿奶算个屁啊！知道老子去救。陈虎就是个不要命的，你想要柳杏儿难，可是你若是肯救我阿奶，就能借机会把陈虎摁死，到时候柳杏儿还不是由着你拿捏揉搓？说说怎么个摁死法？陈家为了让江氏摆脱我奶，就故意把我奶骗进陈家病秧子的房间，然后病秧子自己砍了自己一刀，嫁祸给我奶。证据呢？你家有钱，县衙上上下下打点，这诬陷之罪就坐实了。陈虎进了大牢，给牢头塞点钱，他就能逼死在牢房里。柳杏儿的去向就是娘家说了算，到时候我家就会把她送给你，随你怎么玩。你也知道杜家有钱啊？杜家既然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本公子得不到啊？本公子屋里的美人还少吗？需要大费周章去衙门晃悠一圈才能把人弄到手？你想屁吃啊！来人，把他给本公子扔出去！被扔出去的柳桃内心无比愤懑，他前脚走，后脚杜秀才就派人去县城找柳福来，跟他说他阿奶杀人，陈家要去县衙告状。杜秀才相信柳福来为了自己的前程一定会动手的，一旦柳福来杀了刘老婆子，其实都不用他做什么，所有人都会怀疑陈虎。陈虎打猎归来，得知家发生的事情，二话不说就租了牛车往县城赶去，中途还和柳福来租的骡车擦肩而过。你回来有啥用啊？一帮不来你阿奶，没得耽误你念书啊。爷爷咋说？你爷能咋说呀？现在就看人家陈家的意思了。那爹您的意思呢？我能有啥法子啊？行吧，那我就不去书院了，等着官府来把阿奶抓了，落实罪名，然后被夺了功名，以后儿子孙子都不能再念书了。不成，他爹，你可要掂量清楚，到底是福来的前程重要，还是你娘的命重要？老大，福来，你们来我屋一趟。族里的意思呢，是让你娘今晚就去，我没同意。族里啊，就把我们一家给分出来了。爹，咋能从族里分出来呢？您老是不是糊涂了？不分出来就得叫你娘去死。爷爷，您别着急，我爹就是乱了分寸，
只是眼目下呀，您觉得这事该咋整啊？咱们村呢，除了陈家老大，在县里书院念书的人呢，只有你一个。你一年念书的花销呢，差不多得20-30两银子。咱家不是地主老财，你可知这钱是哪儿来的？柳福来和柳大富同时一愣。对呀，这钱从哪儿来的呀？是有人呢，每年来一趟镇上给你娘送来的。老大呀，你娘要是死了，这钱就断了。福来买童生的钱呢，就是从这里头出的。阿奶，你受苦了。柳福来看着奄奄一息的刘老婆子，给守着柳婆子的2个人几个钱，好叫她解开绳子，让柳婆子下来歇会儿。哎呀，福来呀，阿奶可是遭了大罪了。爹，阿奶不能再被绑着了，夜里这么冷，再绑着会出人命的。你去求求村长，无论如何，今晚总要让阿奶回家睡觉才行啊。好。福来呀，要不是你回来了，你阿奶我这回真挺不过了呀。只有我的大孙子心疼我呀。刘老婆子自动忽略刘枣来给他送过吃的。阿奶，有啥一会儿咱们回家说去。除了二叔那里呀，咱们还是得拿钱出来赔偿陈家，不然这事儿怕是过不去呀。杜家那里靠不住，爹娘去了一趟无功而返。回头我去打听打听陈家花了多少医药费，若是家里钱不够，我就不念书了。柳福来确实能耐，他这么一通劝说，刘老婆子还真就依他了。最多100两银子，你阿奶我就这100两的棺材本了。柳福来听得心窝子发热，他说100两，那绝对远远不止。想到这一点，就对刘老婆子更殷勤了。刘星儿本来打算回家，但陈虎来了县城，刘星儿就让江氏和江水生回家，毕竟第2天还得给人送鸡蛋糕和板栗，怕他们忙不过来，刘星儿还特意请谭墩子去陈家帮忙。等3人到陈家，天已经黑得透透的了，就看到柳二顺跪在陈家门口。江氏和江水生整个人都不好了。柳二顺，你就死心吧，就是你跪死在陈家门口，我也不会替那老钱婆去跟女婿求情。可她是我亲娘啊，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那个老毒妇，她要杀了2郎3郎，要是让她得手，你说杏儿咋办啊？你从头到尾都没想过你的亲闺女柳二顺呐，杏儿和福川投胎成你的儿女，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呀！说完，江水生拉着江氏就进屋，谭墩子把牛车也赶进院子，江水生立刻关了院门。咱们干活啊，不管他，也没必要跟他这么个糊涂人置气。江氏点点头，活儿还多，得赶紧了，不然得做到半夜。等他们忙完了要睡的时候，江水生透过门缝往外看了一眼，见柳二顺还跪着，就扔了一床破席子、一床旧褥子出去。我看你啊，就是个白眼狼啊！好事是从来不来陈家啊，一有烂事立刻就找上门来。我妹妹是1没吃一口你们家的闲饭，2不是你们家养大的，她不欠你们的。大哥，跟他废话做什么？他要是能明白，就不会在陈家门口跪着了。我告诉你啊，你别冻死在我们陈家门口，到时候不但晦气，杏儿和陈虎的名声可就坏了。好在这人跪是跪，倒也没有再开口求情。柳家，陈虎拿着一个麻袋翻墙进去，他往刘老婆子屋里吹了迷药，再撬开门栓，将刘老婆子装进麻袋扎好，再用刘老婆子贴身藏着的钥匙打开所有锁着的香笼，翻找一番，将银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部拿了，又收拾了些衣物，用包袱包好。陈虎又凭经验在床底一阵摸索，竟然摸到几块松动的砖头，把砖头起开，里面有个小坛子，坛子里全是银子。陈虎直接卷光，并重新将砖头复位。清理完整个房间的痕迹后，这才把刘老婆子扛走。陈虎扛着麻袋直奔深山，然后把刘老婆子放出来，在她的身上割了几刀。刘老婆子被疼醒了，看清陈虎的脸之后，吓得尖叫起来。这一尖叫便引来了阵阵狼嚎，眼睁睁看着陈虎扔下他就走了。刘老婆子大声喊救命，然而屁用没有，反倒是更快把狼招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群朝他扑去。陈虎听着耳边的惨叫声渐渐没了，脚下快如残影，他还得赶回县城。老钱婆，既然小老二用命去谋划你的命，你这命就留不得了。你死了，
也算是给小媳妇报仇了。陈虎重新摸回铺子后院的时候，后院安安静静的，床上的小媳妇睡得不好，眉头紧紧皱着。陈虎上床搂着她，轻轻抚平小媳妇的眉头。天光大亮之时，村长就命人去柳家拉人。然而刘老婆子不见了，香笼都是乱糟糟的。他跑了，他竟然带着钱跑了，他竟然带着钱跑了。刘大夫、柳福来等人也非常懊恼，早知道何必求村长放他回来，还不如直接让他去死呢，至少家里的钱能保住啊。唉，希望老娘能够跑得远远的，保住一条命。回头该咋跟陈虎交代哟？刘老二啊，你娘早跑了，她呀就是作践你。刘二顺脑袋是木的，不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便觉得脑袋一炸，整个人直挺挺的倒了下去。众人慌了，连忙将他抬回柳家，让刘老头给他请郎中。哪有钱给他请郎中啊？这柳二顺到底是不是柳家两口子亲生的啊？给作践成这样啊？对呀，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呢？小老二发烧了，刘星儿很是着急，让柳福川带着小老三去请大夫，让陈虎去买烧酒。也买错了，是辣喉咙的烧刀子，不是米酒。陈虎接过小媳妇递来的一吊铜钱，心里泛起不一样的心绪。这从老婆手里讨钱过日子的感觉好像也不错。顺便去雅婆婆那里买些包子来，咱们早上就吃包子。陈虎点头应下。陈虎把酒买了回去，柳杏儿就用棉布沾了酒给陈吉擦拭。你先吃点东西，先给他退热要紧。柳杏儿头也没抬，不过刚说完，唇边就凑上来一个包子。快吃，快吃。这个人板着一张脸，严肃的像班主任。柳杏儿下意识就张嘴，乖乖就着他的手吃起了包子。用烈酒擦拭有用。陈虎挨在他身边，两人靠得极近。柳杏儿的耳朵红了。有点用。爹。陈虎若无其事转身，柳杏儿往后挪动了一步。娘，大夫来了。柳杏儿忙让出位置。昨晚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就起烧了。我给他扎几针吧啊，他体弱又受伤，起热呢那是正常的啊。你们照顾的人一定要细心，随时都得关注着。今日要是能把烧退下来，他的伤势就能够稳定下来。柳杏儿闻言就放下心来。门外，陈婷等3个小孩也松了一口气。娘，您去吃饭吧，我来照顾二郎。咱们一起去吃，二郎这会儿不用看着，咱们吃完了，你再来帮他喂点米粥。小院中间摆了个桌子，大家就在外头将就将就。虽然大家的心情不好，可吃饭这事儿也是顶顶重要的。娘，我跟书院请了假，在家照顾二郎几天。柳杏儿有多忙，她已经从弟弟的嘴里知道了。会不会耽误学业啊？陈婷能接受几天陈疾当然好，柳杏儿可不是那种觉得读书就高于一切的人。读书人也要勤四体食五谷，知道照顾家人，勇于承担家庭责任。不会，眼下已经没有上新课了，在备考，而且夫子也给我布置了题目，我在家文书也是一样的。陈吉这里安顿好了，柳杏儿就去帮陈虎把陈虎收拾出来的野味用盐巴腌好，放进新买的缸子里。江水生也在帮陈虎干活，见柳杏儿过来了，就把刘二顺在陈家门外跪了一夜的事儿跟柳杏儿学了。往后啊，他要是活不下去，我能管他一口饭吃，一件衣裳穿，再多的就没有了。何该这样？就怕以后福川出息了，他又会为柳家坑福川呢啊！这说来说去，福川都是柳家的娃呀。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柳杏儿也犯愁。家里还缺啥？咱们出去买点。柳杏儿闻言就盘算起来，然后就同陈虎一起出门买。也不是没有法子，若是你和娘愿意，我就找人去接触柳福来，把福川买走。若是福川被卖了，爹还能忍，往后他不管如何，你和娘不管他，也是他应该受着的。把福川买走？对，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彻底和柳家断了。你不是打算开了年儿送福川去念书吗？若福川不跟柳家断了，福川读书后，若是刘老头或是柳大夫跑去学堂指责他不孝，不管是不是真的，福川都会被赶出去。毕竟孝字对读书人是顶顶重要的。你放心，我找人去办这事儿，不会让福川陷入奴籍。手里捏着卖身契，不过是为了提防柳家，到时候给福川改个名字，科考的时候直接用新名字。
陈虎怕小媳妇误会，就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解释。这场面说是让宋三和王二驴子看见了，非得惊掉下巴壳子。他们家凶神恶煞的虎爷啥时候跟他们这么温柔的说这么多话过？陈吉有柳杏儿等人的精心照料，下午就醒了过来。柳杏儿当晚就带着小老三和柳福川回村了，留姜氏在城里照看，也想让姜氏稍微休息一下。说吧，我听着。陈吉到底不敢瞒着大哥，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忘了当初爹是冒着生命危险将咱们救出来的，你呢，却自己寻死，你怎么对得起爹？还有，你也不应该嫌弃娘，她是爹自己选的，自己喜欢的。我帮爹谋划是不想看着爹一直这么单下去，连一个亲生的孩子都没有。但是你要搞清楚，我们欠爹的，我们没有资格对爹的决定指手画脚。这次事情也一样，你不知道你这么做会给爹娘带来多大的麻烦。他们三兄弟并不是陈虎亲生的，陈婷和陈吉当时都记事了，只有小老三太小不记事，大家也瞒着他，故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陈虎的亲儿子。柳杏儿和陈虎回村，就从给他家帮忙的人口里听到了柳家的八卦。柳杏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拜托他们，还请您几位看看谁跟郎中家近一些，帮我爹请郎中去看看，药钱我给。另外抓了药还麻烦您家里人给熬一下送过去，不然我爹怕是吃不到嘴里。这事儿交给我，我家跟徐郎中家近。那麻烦您了，您稍等等，我给您拿些白米。这几日家里有事儿，没给大家伙好好做饭吃，明儿我不去县城，给大家伙做个热乎菜。大家伙从陈家出来，就纷纷赞叹柳杏儿会做人。陈虎去买了大骨头和猪蹄儿回来，猪蹄儿都是带肘子的，柳杏儿把猪蹄儿砍成小块，用萝卜烧，汤水足足的，可以拌饭吃。大骨头则炖成一大锅的汤，做成土豆咸菜汤。昨天晚上陈虎给了他400多两银子，柳杏儿眼下底气十足，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2样东西可以让他安心，一个是陈虎这个男人，一个就是银子。柳杏儿问陈虎银子的来路，陈虎说是卖了个值钱的畜生。老钱婆可不就是畜生，让他卖给狼了。柳杏儿以为是老虎之类的东西，便叮嘱陈虎打猎要多加小心。最近一段时间不会去深山里了，往后就靠你养了。放心，我养你，我现在可是有钱人。晌午，干活的汉子们吃得满嘴流油。哎呀，这也就是陈家，若是换成我家，我媳妇才舍不得这么做菜呢。那也得你家有米有肉啊，没有你说个球啊。众人哈哈大笑。下午有人给陈虎送猎物过来，收了50来只兔子，柳杏儿就把这些野物全部腌上，过些日子店铺弄好了，便有货卖了。阿爷，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人想买福春那小子，给20两银子呢。刘老头一听就心动了，老婆子跑了，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老大2口子去了2趟度假，都没有给他拿一个子儿。行啊，你让人牙子上家里来，银钱得给我，反正2房的小崽子养不了家，卖了就卖了。以前他觉得拿捏着2房的小崽子可以钳制姜氏，但现在根本没用，那还不如卖了，钱拿到手上才稳当。福川呐，你来阿爷这儿，阿爷有话跟你说呀。阿爷有啥话说就是了，家里又没有别人。刘老头心说，这小子真是这么小就喊不动，不卖他卖谁？哎呦，福川呐，哎呦，你来扶一下阿爷呀，阿爷摔着了。你去搀扶一下你阿爷吧，别怕，爹在呢。再说了，你阿奶、大伯娘他们都不在家，没人欺负你。从小打骂你们的都不是你阿爷，他那个人胆小，怕你阿奶。绝了 ，PUA 你的柳婆子没了，你就开始自我 PUA 起来，还自己给刘老头找借口，真是无药可救了。爹，福川呢？福川咋不见了呢？爹，家里没钱也要断粮了，我也是没法子才卖了福川。刘老头其实可以说柳福川淘气跑出去了，以前怕老婆，现在老婆子跑了，他难道还要怕这个最怂的儿子？爹，你别吓我。卖了，把他卖去富贵人家里享福去了。刘二顺闻言，眼前就是一黑，整个人砰的一声砸倒在地。
骡车行驶到半路，忽然拐了一个弯，往小树林驶去。这咋拐去小树林了呢？人有三急嘛。兄弟，喝口水。这水囊我没喝过，里头是桂花蜜水，好喝。柳福来没有防备，拿了水囊就喝，味道还真是不错。谢谢没说完，他就晕了过去。等柳福来醒来的时候，人已经上了船。他被饿了2天2夜，又是船又是车马的，最终到了一个煤窑里。柳福来这才意识到，人牙子把他也给卖了。我要出去，我是童生，我是被人拐卖的。迎接他的是监工冰冷的皮鞭，监工狠狠地抽了他一顿。来这里的人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跑出去。不管你是谁啊，你就是死，也只能死在煤矿上。柳福来后悔极了，早知道他就该去县城的牙行找正经牙人，钱虽然少一点，但是稳当啊，不会把他自己也折进去。人牙子回到官道上，就将柳福川从骡车上扛了下来，连同卖身契、断金文书一起放在路边。等他骡车走远，陈虎才从小树林里钻出来，他解开麻袋，把柳福川提溜了出来。当柳福川看到陈虎之后，整个人就激动起来。姐夫，姐夫，不怕不怕，姐夫带你去找你娘。姐夫，你咋来了？你姐姐不放心你，让我去柳家把你接回去。到了柳家，我就听到你阿爹在质问你爷爷为啥把你卖了。你爷爷说把你卖了换粮食，我就追出来了。还好，把人牙子的车给拦了下来。谢谢姐夫。你暂时住在县城里，不然回村以后，我怕你阿爷还会再把你卖了。回头等你改个名字，入了别人家的户籍，就不怕了。我跟我娘姓，我入姥姥家的户籍。不着急，回头跟你娘商量商量再说。柳婆子一个村妇，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银钱？她那一罐子钱里有个玉佩，玉佩上雕刻的是昌隆钱庄。一个村妇怎么可能有大钱庄的信物？这事儿还得好好调查一下。你家老二这回撞得有点狠，我的医术浅薄，怕是救不了他的命。要救命，还是得送去县里医馆。没钱，活不活得了，看他的命。夏婆子去跟柳杏儿说，柳杏儿只好拜托村长请人将亲爹送去县里医馆，钱他给。刘老头就知道他不管，柳杏儿就要管。趁着大家伙还在，柳杏儿就问刘老头：福川怎么不见了？他来伺候爹不会离开爹半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爹那么老实的人宁愿死也要分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爹那么老实的人宁愿死也要分家？不知道，他一个大活人长着腿脚的，我哪能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至于你爹啊，他咋想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一条，除非我死，不然休想分家。柳杏儿也知道刘老头嘴里没实话，但该问的还是得问，到时候就看柳二顺醒来说不说实话。如果不说实话，那柳杏儿就要跟他断了，毕竟虎哥已经安排妥当了，柳家将来再无法拿捏福川了。以后谁家跟我阿爷家来往，就不要往我家卖山货了。你不孝啊你！我要去衙门告你去！你尽管去告，我是你家抵债给虎哥的，这货不过是帮虎哥传个话而已。你要是能告到我，我算你本事。陈虎晚上回来的还挺早，天还没黑。柳杏儿跟他进屋，想问柳福川的事，却被男人抵在门上，压得无法动弹。你干嘛呀？柳杏儿怕被人听到，问得极小声。他这娇滴滴的声儿如同钩子，差点把陈虎的心一点一点勾出来。福川的事解决了，你如何谢我？你干嘛呀？福川的事解决了，你如何谢我？男人的脸离得极近，鼻尖差点就擦着他的鼻尖了。呼吸缠绕之际，柳杏儿就觉得整个人麻生生的。她仰头亲了亲男人的唇。这样可以吗？你家买卖这样做，谁敢来照顾生意啊？这生意专给你做。你专给我做？跟你说正事儿呢。我说的就是正事儿。我是你男人，夫妻干事儿不是正事儿是啥事儿？生娃是顶顶要紧的大事儿。男人没给他反应时间，把他的手高举到头顶扣在门上，捏着他的下巴就亲了上来，直到把柳杏儿亲得浑身发软，站不住往下滑，这才松开他。大舅还在外头呢。陈虎见小媳妇害羞成这样，
于是便出门去给江水生帮忙。陈虎这会儿嚣张的结果就是夜里没能进到媳妇的屋。得，晚上也省得洗裤头了。第二天，柳杏儿稍微歇歇就开始做风干肉，有陈虎给她打下手，她倒是不累。就这么过了几天，柳杏儿一直在留意柳家的动静。柳老头没去找柳福来，而柳大富两口子也没从县里回来找柳福来，证明他们都不知道柳福来不见了的事儿。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早点让人捎信儿。打今儿起，我来照顾孩子们，你该干啥就干啥。娘，家里也忙，我们这儿其实忙得过来。是忙得过来，就是要累着我的杏儿。杏儿在老柳家亏了身子，如今嫁人了，可得好好将养将养。你嫂子你几个侄儿一天天闲得慌，活儿都不够他们干的。老太太说完就接过柳杏儿递给她的蜜水，喝完就叹道：往后这种金贵东西可莫要给我这土都埋到了脖子根的老婆子找糟践，留着你喝。姥姥，我挣钱就是要花，要孝敬你们，没道理我吃肉喝蜜水，让长辈吃素喝白水吧。您现在吃好喝好，活得长长久久，将来还得带重孙子重重孙子。哎，我是来帮忙的，倒是变成享福的了。您不享福谁享福？难道是柳家的老钱婆？老太太想想也是，遂不再纠结。她起身去隔壁屋里看小老二。太姥姥，太姥姥，太姥姥。哎，好好好。姥姥，这是大郎，叫陈婷，在书院念书，如今是童生，是个好孩子呀，长得好，斯文，一看就是有学问的。我们家大郎啊，将来必能考上进士，必能光宗耀祖。多谢太姥姥吉言，陈婷一定会努力，不让太姥姥失望。哟，陈婷，你也舍得穿新衣裳？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啊！这是我姥姥给我做的。陈婷，你这忽然有了娘，又有了姥姥，日子一下子就翻了天了。果然这家里还是要有女主人才行，有了主内的女主人，这衣食住行都有人打理，就处处显出不同来了。陈婷笑了，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她感受到的是江家人和柳杏儿发自内心的关心照顾。切，有后娘就有后爹，眼下的好那是假的，等着后娘拿捏住了亲爹，改日后娘卖了孩子，亲爹还得帮着数钱。刁不轩，你放什么屁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生什么气啊？我提名点姓了吗？你就急不可耐的跳出来，还是说你就是后娘养的？朱心气的撸袖子。哎，书院不能打架，你不要中了他的计。我娘对我好不好，不是他说了算。孬种！朱心又要炸毛，陈婷将他拉到自己身后。孬不孬，回头遂考见真章。现在争论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孬不孬，回头遂考见真章。现在争论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陈婷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刁伯轩就没法子继续找茬，他气得不行。下学了就命人去跟踪陈婷，看看他那个后娘在什么地方开铺子。刁伯轩不知道的是，陈婷下学就去找了小乞丐，让小乞丐将他有一个庶长子一个庶长女养在乡下庄子的事情宣扬出去。刁家和府城宋通判结亲，给刁伯轩定的是宋通判的第6女。哎，刁兄啊，怎么了？谁能不长眼惹了刁兄啊？就是陈婷这个狗娘养得着，有了个会做吃食的后娘就不得了了，成天来客舍里显摆。他后娘想开店，小爷就让他后娘的店开不起来。杜秀才闻言眼珠子一转，嗨，有时候是他多捡的，翻了年院士，你难道还没法子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不能可卷啊？对啊，到时候想法子栽赃他作弊，这狗东西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杜兄，小弟以茶代酒，敬杜兄一杯。他不知道的是，他弄出庶子庶女的事情已经迅速传到了府城的通判府。刁伯轩可不只是有庶子庶女的问题，通判府把他平日里四处寻花问柳偷人的事儿全查出来了。通判府立刻派人拿了2家订婚的信物来县城刁家退亲。这个孽障，这是要气死我呀！他每天忙着做生意，就放心把后院交给妻子打理，结果给他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出来。这是老太太的意思，我也拧不过呀。老太太要护着，你就不知道告诉我一声？哼，说到底，我看你还是心存侥幸，认为这种事儿只要是你们瞒得住，那通判府就不能知道。现在通判府来把亲事给退了，你高兴了吗？啊，怎么就退亲了呢？来人，
把那个孽障给老子绑回来！还在上课的刁伯轩被下人哄回刁家，迎接他的就是亲爹如疾风骤雨般的怒火，被扒了裤子摁在凳子上，把腚都打烂了。刁家鸡飞狗跳，刁伯轩人事不省，他针对陈婷的恶毒计划很自然是施展不出来了。你找机会把消息透给刁伯轩的小厮知道，说刁伯轩有庶子淑女的事情是杜秀才透露出去的，然后再把通判大人知道了刁伯轩有庶子淑女，并且引和刁家退亲的消息透露给杜秀才身边的小厮，明白了？小乞丐连连点头，表示记住了。陈婷就带他去买了一大包的馒头带走。等下次木休，我回趟乡下，把旧被子旧衣裳拿来给你们，今年冬天你们也好过一个暖和点的年。老太太来了，姜氏就每天回家，有姜氏帮忙，柳杏儿就轻松许多。她一轻松就琢磨起别的吃食来。牛肉不好弄，柳杏儿就烤了一些猪肉脯来给大家伙尝尝，都觉得好吃。也就陈虎，换成别的男人，谁敢这么由着媳妇乱来呀？柳杏儿烤猪肉脯还是失败了好几次，浪费了不少肉，主要是原始烤炉，前头几炉都得试试火候啥的，自然浪费多。然后陈虎就宠溺地买了半边猪来由着他折腾。陈虎还应着柳杏儿的要求去抱了2只狗崽子回来养，一只养到县里，一只养在乡下。养到县里的是招财，养到乡下的是进宝。这是陈吉的家吗？是的呀。哦，你是回春堂的小哥哥，我认得你。太姥姥，回春堂的小哥哥来了。哟，是回春堂的小哥儿啊，快进来坐，是该我们家吉哥看病了啊。不必了，我还有别人家呢。来这一趟就是告诉你们一声，3天后过了晌午就带着号牌去回春堂等着。老太太连连点头，给他捡了一篮子的鸡蛋糕和一包猪肉脯，用布巾子盖着，也瞅不出来是啥。回春堂的小哥道了个谢就走了，并没有将这篮子东西当回事儿。这下可好了，我家小老儿的病可以治了。今晚太姥姥给你做好吃的，我去瞅瞅看还有没有鱼虾卖。你在家盯着2个小的念书。小老二乖乖点头。他现在是太姥姥养的，一天恨不能喂他8遍。他不由得抬手捏了捏自己的腮帮子，长肉了。再看一眼进门来的小老三，小东西的小脸都长圆了，像是刚成熟的林琴。幸亏娘当初没有听了我的话，不然我们3兄弟不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吴叔啊，咱小地方的糕点比不上京城，您先垫吧一口，我去灶头上催一催，让他们快点上菜。顾太医属实没把小县城的糕点放在眼中，但他饿了。味道竟然这么好的吗？定陶县什么时候有手艺这么好的糕点铺子了？然后他又打开一侧的小包裹，一包是红红的薄片，咬一口是肉香裹着梅子的酸甜味道。不错呀。他吃完又尝了尝另外一包，外头裹着油乎乎的辣椒面的肉脯。哎呦，这个味儿霸道，麻辣味儿直冲脑门。这个下酒菜绝呢，定陶县不错呀。等顾东家从灶房催了菜回来，就看到一个空篮子。明天早上我还要吃这个糕点，你让人去买些回来，还有肉脯也要。今天晚上的饭我就不吃了，你自己吃吧。哎呀，行了，你别杵在这儿了，走吧。我要的是昨晚那个糕点。哎呦，下面的人办事不尽心，吴叔您别生气啊，侄儿这就去买。不如您先吃口别的，今天可要开始看诊了，要是吴叔生起撂挑子了，那我可就完犊子了。他的2个徒弟可不敢叫师傅饿着，一个劝他多少先吃一点，一个去灶房要了他老人家平日里爱吃的端上来。你杵在这里做什么呀？还不快去买！柳杏儿可不知道姥姥随手送出去的东西竟然惹了这么一出事儿来。他又琢磨出2样吃食来，怪味蚕豆和鱼皮花生，不管是当零嘴儿还是下酒都挺不错的。2个小崽儿尤其喜欢，柳杏儿就给他们一人2个荷包，让2个小家伙平日里跟邻居家的小孩玩的时候分给小伙伴都吃点。小老三抠门啊，他才舍不得呢。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家铺子要卖的，你现在分给小伙伴吃，等以后铺子开起来了，这些吃过的小孩是不是要撺掇他们家的大人来买？况且你给的也不多，一个小孩就给1-2粒尝尝，回头他们来1-2斤、2-3斤的买，你就算算账吧。小老三顿时开窍了，他很快就把业务发展出了这条街，波及到了好几条街。柳杏儿看着小老三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
身后浩浩荡荡跟着一串小孩，就连人家喊他小瘸子，他也是笑眯眯的，把花生和怪味胡豆分享出去。柳杏儿心疼了，按理说孩子们的矛盾，大人最好不要插手，但柳杏儿这个护犊子的还是站了出来。小朋友们排好队，婶婶给你们肉脯吃。孩子们一听这话，连忙乖乖排起了队伍。柳杏儿笑眯眯的挨个发，等发到喊小老三瘸子的小孩面前，柳杏儿故意拿肉脯在他鼻尖晃悠了一下。闻着香吗？香。说完跳起来去抢柳杏儿手里的肉脯，柳杏儿直接越过他，把肉脯给了后面的小孩。为啥轮到我就不给了？不公平！肉脯只分给我们家陈行的好朋友，你喊陈行瘸子就不是他的好朋友，自然就不能给你哦。我没喊过陈行瘸子，我是陈行的好朋友。还有我也没喊过。婶婶别信他喊过的。我听见张狗蛋和他娘他奶埋汰陈行是个臭瘸子。我想吃肉脯。柳杏儿才不搭理他呢。经过小朋友们的举报以及他亲眼目睹，挑出了一部分小孩来没给肉脯。这帮没拿到肉脯的小孩嚎啕大哭。小老三愣愣的，他小年纪却也知道好歹，知道娘这是在护着他。以前在村里的时候，谁喊他瘸子，他就跟谁打架，打不打得赢他都打。爹说过，打架的时候谁不怕死谁赢，他就是凭着一股子不怕死的狠劲儿，在村里有了小疯子的名头。可现在为了挣钱，他愿意忍受自己最为在意的侮辱。柳杏儿就是心疼他这一点。娘也想挣钱，但咱们挺直的腰杆挣钱，受气钱咱们不挣，也不差那点儿，知道吗？下回谁还骂你，你就不搭理他，回来告诉爹娘，记住了吗？知道了。臭娘们儿，你敢欺负老娘的儿子，赶紧给老娘滚出来！小老三才应下，就听到一阵嚣张的骂声，听见是骂娘的，他像一头暴怒的小豹子，眨眼功夫就冲了出去，一头将骂人的妇人给撞翻在地。不许你骂我娘！再敢骂我姐，我撕烂你的嘴！柳杏儿下意识就用身体护住两个孩子，然后她头皮一疼，就被妇人扯着头发甩了出去。柳杏儿以为自己要摔倒在地，结果却撞进一个硬邦邦的怀抱。陈虎哪见到他这般，火从心起，一脚就踹飞扯柳杏儿头发的妇人。妇人惨叫连连，一时间爬不起来。爹，他骂娘骂得很难听。姐夫，他儿子还骂老三是瘸子。他两步走到被吓傻的方有福身边，抓着他就扔到了妇人身上。这下子母子两个同时惨叫：“哎呦，杀人了！杀人了！”围观群众不禁站远了些，但又舍不得走，因为这个妇人是方家烧饼店的老大媳妇。方家烧饼店的老两口子有5个儿子，5个儿子个个的5大3粗的，他们家在这条街就是一霸，几乎无人敢惹。没有人认为陈虎能打过方家5兄弟。大妹子，快哄哄你当家的，赶紧关门回乡下躲一躲啊！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还是做好被讹诈的准备吧。陈虎抓着母子俩的头发，把他们拖出街口。在他松手的时候，方大家的脑袋上就秃了一块。陈虎扔完人回来，低头轻轻给他吹发顶。还疼不疼？火烧火辣的疼，头发被扯掉了，你快看看是不是秃了？你快看看是不是秃了？你就是满脑袋一根毛都没有，我也不会嫌弃你。娘，我也不嫌弃你。姐姐，我也一样，等你7老8十没牙了，我也不会嫌弃你的。我谢谢你们啊。方家人来了。当家的就是他们。臭瘸子，我爹和叔叔们都来了，把你2条腿都打瘸了。他的话音一落，几兄弟二话不说，抡着棍子就上。谭捕快和张捕快看到这幅场景，连忙往这边跑。然而等他们跑拢之后，却看到方家5兄弟全部被陈虎打趴在地上，方大更是扯过儿子一顿揍。我让你瞎说，让你瞎说！我们明明是来赔罪的，不是来找麻烦的。爷爷，我们真不是来找茬的，我们真是来赔礼道歉的呀。这还是方家5霸吗？这怕不是中邪了吧？柳杏儿被陈虎护着，安全感足足的。老子的媳妇儿，老子的小舅子，老子的儿子，老子的铺子，都清楚了，都清楚了。说完，他环逆一圈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众人下意识就唯唯诺诺点头。关我们屁事儿，这是方家惹的祸事。
这个男人比方家人还彪悍。小的们有眼无珠，得罪了嫂子和2位少爷，小的该死，小的愿意赔。赔偿倒是不必了，不过你们要扫半年的大街，县城的大街都归你们扫，老子会找人盯着你们，但凡扫不干净，或者是逼迫驱使别人帮你们扫，你们就等着挨揍吧。陈虎一出手，鼓楼街的一干众人便知道，这个男人是个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的狠货。以后啊，还是绕着这家人走吧。要糟，这些人以后恐怕不敢光顾家里的铺子了。我的个老天爷呀！娘和我送出去的吃食不会白送了吧？柳福川没他这么多的心眼儿，一双眼亮晶晶地看着陈虎，崇拜之色溢于言表。姐夫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男人。柳杏儿和他一样，姐弟2个这会儿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沐浴在小媳妇崇拜无比的目光中，陈虎骄傲地挺直了胸膛。小媳妇就是容易满足，说将来我干出更大的事情来，小媳妇不得上杆子以身相许，每天都缠着我不让我下床。哎呀，那怎能行呢？男人可不能被床榻给困住，我得收一收自己这该死的魅力了。陈虎此人有点能耐啊，他是方圆百里最厉害的猎户，曾经猎杀过大虫，手上是真功夫。但属下真没想到，方家5兄弟在他手下连一招都过不了。方家兄弟在城中横行，偏他们做事极有分寸，县衙一直抓不到他们的把柄。陈虎倒是暂时为本官解决了一个麻烦。方家兄弟就是拿烧饼上门强卖，次数不多，在百姓们能忍的那条线上，偷鸡摸狗强抢这种触犯法律能关进去的事儿，他们一律不干。你去请陈虎来一趟县衙，就说本县要见他。草民见过县令大人。大胆，见县令大人不跪，你该当何罪？草民打猎伤了膝盖，还请大人体恤。光看气质，崔之义觉得他不应该是个普通百姓。不过据他掌握的资料来看，此人上过战场，回乡的时候带回来几个儿子。无妨无妨。不知大人召见草民所为何事？听闻方家5兄弟在你手下过不了一招，陈兄弟好功夫。大人谬赞了，是那5人不行，空长了一副牛高马大的皮囊，实则是唬人的花架子。州府要求本县组织训练乡勇，本县缺一个乡勇都头，不知道陈兄弟愿不愿意来做这都头？乡勇主要干啥？肃清定陶县到各县以及府城的道路，清剿山匪。既然是都头，除了外出剿匪之日，其他时候都可以回家住。都头的月银3两，若剿匪有功，另行奖励。乡勇几何？暂定100。本县已经派人去各乡招募，还请大人容草民回家同家人商量一番。那是应该的。本县静候陈兄弟佳音。回家的路上，他去买了一只烧鹅，小媳妇夸赞过这家店的烧鹅好吃。忙完洗漱之后，柳杏儿本来让他去孩子们空出来的房间睡，但陈虎说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量，总算是成功赖上了柳杏儿的床。小媳妇真是蹬鼻子上脸，天天都要黏我。哼，等着，反正我要赶在年前成亲，成亲洞房之后，看他还敢不敢撵。男人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像大狗似的在她头上、脸上、脖梗上嗅来嗅去。哎呀，你好烦啊，好痒啊！真是胆肥了，都敢嫌弃我。想当初刚被我扛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就像是鹌鹑见了鹰一样瑟瑟发抖。现在呢，哼，看着怂，其实凶。男人把她的小脸掰过来，狠狠地亲了下去，势必要叫她知晓谁是这个家的天。柳杏儿被男人亲得喘不过气儿来，身子麻酥酥软塌塌地窝在他怀里，不时哼唧2声，男人哪受得了啊？他以唇舌为印，一路往下盖去。男人燥得受不住，哄着柳杏儿：“乖，借你的腿用用。”男人忙前忙后给她洗手擦腿，看着她泛红的腿就嘀咕：“这也太娇气了吧！就你这样的，一辈子都别想骑马。小媳妇这般经不住折腾咋整啊？圆房他还不得去半条命啊！”收拾完了，他重新钻进被窝，把柳杏儿捞进怀里。今儿县令找我，想让我给他当都头，训练乡勇。都头不是官也不是吏，就是一县的乡勇头子，月银3两。好处是当了都头，手下有人，你在县里做生意也能安稳不少。而且只要没啥事儿，可以日日归家。另外
我还能谋一个治国校尉的军中官职，这是有品阶的武官，从7品，月银8两。但当了校尉就要长时间在军中，你说我选哪样？长时间在军中，治国校尉，钱多。那我就去做个都头好了。你放心，老子便是当了都头，也少不了你的钱。男人还是应该以建功立业为主。都头不是官，但是校尉是官。我想当官夫人。当官要上战场打仗，当都头不用。你想让我上战场？刘星儿光想着男人当官回家的时候少，没想到会上战场，那必然不行的呀。那好吧，你当都头吧，一家人平平安安最为重要。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草民来做都头可以，但有2个条件。陈兄弟，但说无妨。第一，请大人许我的家人见官不跪。他当了都头，家眷难免同县令后院走动，陈虎舍不得柳杏儿在别人面前卑微的赔小心。第二，这都头干到什么时候，草民说不准。大人若能让我随时都走人，草民就应下这个差事。当然，草民若是要走，必会安排妥当，且会提前跟大人说，让大人有时间找人手来接替。陈虎，你放肆！崔顺，退下。崔顺只好不甘地退下。本县答应你的条件，从明日起你就来上衙吧。招募乡勇的事情，明日等你上衙就移交给你。一会儿啊，你去马厩挑一匹马，你什么时候不当都头了，马再还回来。谢大人。识字吗？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了，你还得请个先生帮你看，一个月呢就3两银子的月钱，你请得起吗？大人让你来找我，所谓何事？我问你话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好狗不等道。你敢跟我动手，我可是大人的心腹。崔顺是练家子，一个猎户而已，野路子和他们这种从小就跟着名师学武的根本没法比。然而仅仅3招，他就再度被陈虎给踢飞出去，看得谭捕快目瞪口呆。崔顺可是大人身边数1数2的高手。陈兄弟好武功。顺哥，大人有没有吩咐你啥？大家开个玩笑，可莫要耽误了大人的正事儿。给，这是大人让我交给你的，里面记的是关于乡勇的事儿。承让。他和你们的师傅比，谁的武功更胜一筹？回大人的话，陈虎的武功更胜一筹。陈虎此人的功夫套路没有多余的动作，小的以为他的功夫是杀人杀出来的。他是猎户，也上过战场。可是大人，之前青楼杀人案和另外一起杀人案都和他的妻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崔之义看了崔公一眼，这2个案子已经结了，不可再节外生枝。陈虎是本县要用的人，你们2个心里要有个数，你们才是本县的心腹。崔之义敲打得有点重，2人不得不按捺下对陈虎的忌惮，收起不该有的心思。虎哥回来了，嫂子带吉哥儿去看病了，老太太他们也跟着去了。他都给忘了，今儿是给陈吉看病的日子。我去一趟医馆，你跑一趟乡下，把宋老三和王二驴接过来，我有事问他们。陈虎将手里的缰绳递给谭墩子。虎哥，你买马了？没有，是衙门给配的，等我不当这个都头的时候要还回去。见谭墩子一脸疑惑，他就把县令要招募乡勇组建民团，让他去当都头的事情说了。虎哥，你当都头，我就来当乡勇。乡勇1个月没几个银子，你老是跟着你嫂子做生意，以后有更好的前程，老子忘不了你。你套马车回去吧，这样能快点。陈虎赶去回春堂，陈吉前头的病人还没出来，病人家里的家丁丫鬟拦在诊室外头，不让人进去。诊室里，顾太医的心情十分不好，这个病人真的是太麻烦了，人裹得严严实实的，你问病情，对方还不开口，都是跟来的嬷嬷代为回答，还要求悬丝诊脉，顾太医当即就不干了。望闻问切一样不许你来，那还看个锤子的病啊？宫里的娘娘公主们看病也不像你们这样啊！老夫这点能耐呀，治不了你们家贵人，还请另请高明吧。他们是什么来头啊？医馆这会儿陆陆续续来了好些等顾太医的病人，家里能拿出200两银子诊费的都不能差了。小老三有点着急，他和柳福川去一边商量了一下，2个小朋友开始在医馆跑来跑去，打打闹闹，自然而然的打闹到那帮人面前。这帮人自然要驱赶2人，推搡之下，小老三惨叫着倒地不起，抱着腿喊疼。刘杏儿和姜氏吓得连忙去查看，柳福川飞快跑出去最近的武铺找捕快。这怎么回事啊？为小老三找来的正是谭捕快和张捕快等人。他们打我，
把我的瘸腿打伤了，好疼啊！还请兄弟借不说话。不借，借了大家伙还以为我会收你们的好处费。我们不小心伤人，是我们的不对。这10两金子就当是我们陪小孩的医药费啊。10两金100两银都不够给太医的诊费，不干不干！我看你是讹诈，小小年纪不学好，是没有爹妈教。推搡我们家孩子的是你们，这会儿倒成我们家孩子的错。这个道理我爹妈没教过我，我自然没教过我儿子。你是何人？问我是想秋后算账，来日不往非礼也。你想知道我是谁，你先说说你们是谁，说不定一报名号我就怕了，马上跟你们道歉。福川趁着这个机会冲破了封锁，朝着老太医的诊室跑去。太医爷爷救命啊！我弟弟被他们的人打伤了本来就瘸的腿。顾太医连忙起身，还请顾太医先给我们夫人开药。杀人了！救命啊！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们是一伙的，是一伙的就要全部拿下。捕快们连忙动手，刚才要不是陈都头，他们搞不好会受伤。嬷嬷被绑了一个结实，等绑完了再去里面看，那位全身上下照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已经不见了踪影。陈虎让顾东家统计医馆的损失，东家尽管大胆统计，这帮人看着不差钱儿。回头顾太医那里您说说好话，我们大人肯定要请顾太医去衙门问话的。应该的，应该的。谭捕快把对方给的金子拿出来，对方赔偿都头家小少爷的，去换成银子，给小老三和福川一人10两，其他的兄弟们拿去吃酒。令郎是中毒，已经侵入五脏六腑，这毒应该至少是5年前中的。太医，那我们家小老二的毒您能不能解？顾太医摇头，我可以先给他开药压制，但最多能压制半年。你们如果能够找到鱼半仙，他说不定能救，但是他这个人行踪飘忽不定，能不能找到看命啊。那您知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平日里爱去什么地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娘，太姥姥，你们别伤心，人都有一死，我不过是走得早点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友说的对呀，生死这东西啊，不必看得太重。你去那边的床上躺着，我先给你扎针。小老二怎么会中毒啊？还是听起来就很高端的慢性毒药。今天呢，多亏了这2个孩子机灵，要不然那帮人还不会走呢。这孩子的腿啊，我给看，不要诊费。焦老太太一听，眼睛顿时就亮了，她让柳杏儿守在这儿，自己跑回家去拿肉脯鸡蛋糕。顾太医仔仔细细检查了一番小老三的腿，这是以前骨头断了没接好，长歪了，得重新把腿敲断了重新接。只是孩子这么小，老夫担心他受不住这个疼啊。还有就是老夫无法保证敲断重新接就一定能让他恢复如初，这个风险你们愿不愿意冒啊？受得住，我不怕疼，还请太医爷爷治我。就算重新接一次，我还是瘸子，我也不怪太医爷爷，这是我的命，再差也就这样了。你真的受得住，不怕？我断腿的时候都能受得住，现在我快6岁了，肯定比以前好。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忍住疼。那你们大人怎么说呢？这是件大事儿，我得问问家里的男人。把腿敲断重新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问问人家的亲爹呀。陈虎自然是同意的，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回家之后，柳杏儿就对陈吉道：这件事儿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半年咱们就当找不到那叫徐半仙的，你好好配合顾太医治病，咱们尽量活长久些。陈吉笑着说好，笑的时候眼里有光，柳杏儿这就放心了。我们也只是做最坏的打算，这半年的时间也不会放弃希望，会想法子去找这个鱼半仙。你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我知道了，娘。你休息吧，爹去一趟衙门，等我从衙门里回来，咱们就回村。行，他也得出去买点菜，直接去酒楼买现成的，带回去热一热就行了。杏儿，你难道就甘心一直跟着陈虎那样的男人？他要打女人的，你也看到他打女人了。你跟我走吧，我把你藏起来，他一辈子都找不到你。我说杜秀才，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再不滚，下一个挨揍的就是你。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你只要跟我走，你娘你弟弟我都能管，我可以让你爷爷放过你爹。你别看陈虎能租铺子做生意，生意是那么好做的吗？他还有3个儿子要养，你跟着他迟早会被他给打死的。
我会不会打死不知道，但你再不走，就要被陈虎打死了。虎哥！杜秀才脸色一变，连忙用扇子遮挡着脸，匆匆跑了。就这样也敢撺掇我离开陈虎？柳杏儿很想找陈虎告状，但杜秀才身上有功名，柳杏儿怕陈虎把杜秀才打个好歹来。慢慢想办法吧，暂时便宜这个拎不清的家伙了。你可知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人也不能在定陶县内行凶，便是陛下的人，也该先出示令牌。陈虎当然知道是什么人，是剑南王的人，他们的佩刀上有剑南王府的印记。顾太医不能出事儿，顾太医出事儿了，谁给小老二治病？故而陈虎在认出那些人是剑南王的人之后，就果断动手把人抓了，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给崔县令。以清河崔氏的地位和势力，剑南王再跋扈也不会对崔之义怎么样。他们是剑南王的人，去求医的女子是剑南王养的外室。外室？王爷还怕王妃吗？进王府做个妾，不然做个通房丫鬟，也是使得的呀。倒不是你猜的这样，相反，剑南王很是在意这个女子，给不了她王妃之位，也舍不得她进王府受委屈，这才养在外头。没想到剑南王还是个怜香惜玉的。本县罢了。县令大人是觉得属下做错了，若如此，草民趁早辞掉这都头的职务，省得将来给大人找麻烦。崔县令很少见如此不畏权贵、不卑不亢之人，心中多了几分欣赏。本县找你来是想提醒你，最近小心些。剑南王那个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说不定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真被王爷的人找上，你就说是奉了本县之命。听闻都头的武功很好，那不如就由都头来重新打断陈兴的腿，老夫来为他重新接骨。事情宜早不宜迟，就今晚吧。他怕剑南王的人今天晚上就会来抓他，这叫啥事儿啊？行，我送您回去拿东西，您也不用着急。若是剑南王追究起来，您就咬死了不敢胡乱开药，怕开错了误了那位的病情。若剑南王真的在乎那位，就会理解您；若他不那么在乎，那您就更没事了。只是理解归理解，他恐怕想逃脱卸磨杀驴的命运，咋地都得挨一刀。从回春堂拿了东西来，陈虎只能略微跟柳杏儿说说，柳杏儿就不敢回村了。他让谭墩子回去，让江大舅把板栗炒好，鸡蛋糕他在县里做，想着小老三一会儿会遭的罪。柳杏儿的心都紧了，要给小老三做点啥吃的，鸡汤粥是必须熬的，还得招待顾太医。柳杏儿看了下家里现有的食材，江老太太帮她打下手，她做了一个水煮肉片，一个甜口的樱桃肉，一个油炸白菜，一个菜心丸子。江老太太想法子去买了一条大草鱼回来，柳杏儿就用鱼头煲汤，做个鱼头豆腐汤，鱼肉片成片儿，做一个酸菜鱼。哎，好香啊！都这个时辰了，顾太医您得留下来吃了饭再走，我外孙女专门给您做的，就是时间晚了没买到啥好东西，您将就着吃。哎，好啊。顾太医想着自己没多长时间的好日子过了，可不会委屈自己的嘴。哎呦喂，可真鲜呐！太医，我家小老三他的腿接好了，只要养得好啊，将来有90%的机会能恢复如初。哼，这说起来呀，还是都头厉害，完完全全按照我的要求断的骨。只是等药劲儿过了呀，腿会疼痛难忍，他一醒来就要给他喝药，喝了药啊，疼痛会缓解一些。说完，顾太医又迫不及待地将碗里的粥喝完。哎呦喂，没想到啊，乡下地方竟然还有人能把饭菜做得这么好吃。这道菜啊，还可以再辣一点儿。那下次您来我还给您做。嘿嘿，好，明儿我就来。还客气啥？命都快没了。行，您老天天来，一日三餐都在这儿吃。我如今去县里做了都头，就不去赌坊收账了。崔县令大方，正在招募乡勇，每个人的月银也有1两。我就问你们，跟不跟着我干？做乡勇挣的钱没有收账来的多，暂时我也不能给你们保证啥，你们好好考虑考虑，过2天给我答复就行了。没啥考虑的，我跟着虎哥干。你当都头，我就当乡勇；你当山大王，我就当山匪。我也跟着虎哥干，虎哥要是开窑子，我就当龟公。脑子里想的都是啥呀？老子可警告你们，有钱了不许往窑子里窜，把媳妇儿娶了，正正经经的过日子，
不然得了病只能等死。虎哥，我可没进窑子啊，但没少钻寡妇的门，你以为能好到哪儿去啊？啊！两人的肩膀耷拉下来，蔫儿蔫儿的应下。陈虎把两个跟着他混的兄弟安排下，转头才发现媳妇又不要他了。他看着小老三窝在柳杏儿的怀里，拳头都握紧了。媳妇儿，小老三最好一个人睡，你晚上睡觉不老实，会碰着他的腿。没事儿，我不会睡得很沉，你去跟小老二睡，这几天我都陪着小老三。脆弱无助的小老三听了这话，唇角不禁翘起。娘！小老三软乎乎的喊了一声，柳杏儿的心一下子就化了。陈虎气得头顶冒烟了，气呼呼出屋，就被江老太太喊去打鸡蛋去了。小老三睡了，刘杏儿才起身出来上个净房，顺便去灶房打水洗漱一下。结果男人不知道啥时候摸来的，跟鬼似的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把他堵灶房里了。你别乱来啊，这院子小，人也多，被人听见了。你给我等着！店铺已经装好了，柳杏儿寻思着去庙里算算日子，然后就开张。哎呀，日子有盼头的感觉是真的好。县令招募500乡勇，给陈虎3个月时间训练，最终只留下100人。崔之义要求这批人要能会骑射。崔之义跟陈虎说，头3个月都头的月银是3两，乡勇1两，3个月以后他这都头月银6两，为留下来的乡勇月银2两。且崔之义说会给他们弄马来，崔之义还专门弄了个农庄用来训练乡勇。大手笔啊，头3个月的开销就得1000多两银子。亲和崔氏的相公，哼，果然是有想法的人。陈虎忙着带宋三儿和王二驴去招募乡勇，崔之义一天都是在烦躁中度过。他在等剑南王府的人，剑南王府不来人交涉，他也不好直接放人。杜秀才和刁伯轩都得了消息，两人都十分高兴。怪不得柳杏儿能硬气起来呢，原来她的男人当了个小小的都头啊，都头连个吏都算不上，怎么能比过前途无量的我呢？一个破都头竟然敢动剑南王的人，就等着全家死光光吧。当然还有杜秀才，杜秀才根本就不知道陈婷传了他的谣言去刁家。凑巧的是，杜家知道通判府和刁家退亲了，立刻就找了媒婆去提亲。两相一结合，刁老爷就信了谣传，认为他儿子是杜秀才算计的。杜秀才美得很，下学他先找人拖住陈婷，然后就命小厮找人去把柳杏儿借陈婷的名义约出来。柳杏儿也没多想，但他被杜秀才拦过一次，还经历过被抢，只要是走比较远的地方就不会自己一个人去。他带上了弹墩子。好狗不挡道，赶紧让开！柳杏儿，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如今全县的人都知道陈虎得罪了剑南王，叫不了多久啊，陈家就要倒霉了。你要是识相，跪下来求我带你走，本公子就念在旧情的份上，让你跟我回去做个在身边伺候的丫鬟。柳杏儿被他给气笑了，见路边有个卖面的小摊儿，就跑去给摊主几个钱。你们的上水我买了。你还是个读书人，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光天化日之下就妄图勾搭别人的老婆。我还告诉你了，我相公是陈虎，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不管他得罪了谁，就是得罪了天王老子，他也是我相公，我和他荣辱以共，生死相依，同进同退。你不知好歹，你会后悔的，等着一家老小都被剑南王给杀了。他倒是想狠狠收拾一顿柳杏儿，奈何身上太臭，他得赶紧回家换衣裳。哎呀呀，小媳妇儿爱我都爱到愿意为我死的地步了。摆脱了同窗纠缠追上来的陈婷，目光落在狼狈逃跑的杜秀才身上，阴沉的厉害。两父子的目光在空中遥遥触碰。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盯着姓杜的？陈婷不敢隐瞒，把他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以及他干的事儿都跟陈虎交代了。这么点就会算计，长大了进了朝堂还不得是个大祸害？尾巴扫干净了，小乞丐靠得住？扫干净了，小乞丐也靠得住。行吧，这事儿你做得不错。既然局面已经形成了，那爹就等着看这个杜秀才的下场了。啊，不够再管爹要。谢谢爹，这是不是你的私房钱呀？你少管啊，不许去你娘面前乱说。那可是剑南王啊，这种身份的人想弄死平民百姓，就像是碾死蚂蚁那么简单。陈虎怎么还不回来啊？
听闻陈虎得罪了剑南王，柳桃惊掉了下巴。陈虎还真会闯祸，柳杏儿这一次他绝对逃不过去。柳桃没忍住哈哈大笑，结果乐极生悲，被洗完澡出来的杜秀才狠狠扇了2个耳刮子，打完一脚踹在柳桃的肚子上，把柳桃从屋里踢到外头廊下。贱妇，你敢嘲笑本公子！公子饶命啊！妾妾没有笑你，妾身有话要跟公子说，是关于柳杏儿那个人的。有病快放！柳桃不敢耽搁，就把刘老婆子去找神婆，并且买了大量牲口用的泻药，全部告诉了杜秀才。你也知道剑南王的事情，就应该知道他们马上就要倒霉了。你的脑子是猪脑子吗？这个时候我用得着自己动手吗？嘴上骂归骂，他也觉得柳杏儿是变了一个人。滚吧，看到你就烦，以后没啥事儿不许跑到我面前来现眼，不然本公子必让爹将你的父兄赶出去。还有你，惹毛了老子，把你卖进窑子里。你出去找个人，去村里柳家给我二叔传个信儿，就说陈虎闯了大祸，得罪了剑南王，想保住柳家，只能让二叔休妻，或者和柳杏儿断绝父女关系。真是最毒妇人心呢！柳桃这是连柳杏儿的亲娘都不放过。去之前先找柳大富2口子，带着他们一起去乡下，务必要逼柳二休妻。我不休妻，死也不休妻。你不休？我这个当爹的可以替你休妻。村长，你帮我把休书写了，我这个公爹来还呀。柳氏没有犯七出之条，不能休。不休，不休，不休的东西！你是要害死老柳家吗？刘二顺被打倒在地，他蜷缩着身子，很快刘二顺就吐血了。住手！快把老柳头给拉开！你把他打死了，江氏就是寡妇，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家休掉江氏的。我还会亲自去一趟江家山，跟江家山的村长说江氏很好，是孝妇的典范，但你们老柳家不做人，要毁江氏的名声，毁江家山的名声。要知道，便是府衙都很看重江家山的牌坊。哎爹，那就断亲的。我现在月钱高，不惜得老二的劳力，把老二断亲，咱们就跟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刘老头一想，对呀，这次村长很干脆，帮他写了断亲文书，又让人把柳二顺抬去陈家，请郎中去给柳二顺看。得请县里医馆的大夫来给他看了，他呀动弹不得了，我看他呀是一点都不想活了。那啥，不知道能不能请您跟我一起去县里面跑一趟啊？我怕我跟县里面医馆的大夫说的不清楚啊。行吧，正好我也去采买些山上采不到的药材。大舅，你咋来了？江大舅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他们还真毒。大哥，你快送郎中去回春堂请大夫，请到大夫之后就来接我。他早对刘二顺死心了，只是夫妻10几年，让他就这么看着柳二顺死，他也做不到。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柳杏儿。娘，您安心回去照顾爹，在外人看来他是不肯休你才挨的打，江家山的情况摆在那里，你要是不拿个态度出来，恐怕会被人说嘴。柳杏儿理解他，江氏就放宽了心。外头的话莫要相信，你要信你男人，他不会让你有事儿的。娘，外头瞎传一些没影的事儿，您不用担心。陈虎已经抽空回来跟他解释了一番，就是怕他想多。爹啊，我瞧着陈虎是一点都不慌啊，县衙的捕快们也不慌，不像是真得罪了剑南王的样子。还有回春堂，那也在正常开铺子呢，里面来往的病人也挺多的。这事儿咱不管了，我估摸着呀也牵连不到村子。作为一村之长，县衙的人可是时常要来给他们讲讲简单的律法，特别强调过可能牵连全村的罪名有哪些，比如造反，比如窝藏造反的人。除了这种大事儿，那就没罪是可以连坐乡里的了。对了爹，今儿虎爷跟我提了一嘴乡勇的事儿，说乡勇头几个月1两银子的月钱，3个月之后呢能留下来的话呢，每个月就是2两银子的月钱。说要是我们村的人想去，只要是爹您挑的人他都要。不过3个月之后县令大人要考核，能不能留下来挣2两银子的月钱呢，就各凭本事了。他还说乡勇呢是负责巡路的，有时候还要跟着去山里面剿匪，肯定会存在伤亡，说要去的人得想清楚，咱们村的人能去吗？去，怎么不去啊？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就怕陈虎这个都头当不了几天，想等等看，
这要是等过去了，那个时候湘勇也招够了，还轮得上咱们吗？你们回家呀，可以跟家里人说说，自己如果有想法呢，就来找我。当湘勇是有弊端有危险，但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出过湘勇的人家不用再出人服兵役。到了晚上，村长一家人吃完饭就陆续有人找上门来，找来的人没有村长预估的多，还不够10个。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这10个还有1个反悔，到底还是担心陈虎遭殃而牵连自己的人多。9个人加上村长这边的10个人，一共去了19个。村长亲自把人带去县衙找陈虎。你们要是能吃苦，我可以给你们开小灶，3个月后尽量让你们都能留下来。要是吃不得苦，就趁早回去，我是不会给任何人放水。大家纷纷说知道，陈虎就让二驴子把他们都带去城郊的营地。他们走后，陈虎请村长进谢房说话。村长看着县衙里属于陈虎一个人的小房间，心里是相当的佩服陈虎。你们家的3个人放在我这儿，只要他们愿意，我必有法子让他们能留下来。但他们若是不愿意，3个月之后归家，你也别怪罪他们，毕竟以后可能会遇到拼命的时候，勉强不得。我晓得，老秃头费心了。对了，都头的岳母昨日来找过小老儿，说是想给都头的岳父啊，在村里买一处住宅，要有2间能住人的土房子就行了。小老儿没有即刻答应，今儿来这一趟啊，也顺便讨都头一个意思。您给办了吧，再帮忙请个人去照顾我岳父，钱粮我来出，房子钱也是我来出。劳烦村长回去劝劝我娘，请他务必要来县里帮我的忙。我家老二病着，老三的腿重新接了，别人照顾我实在是不放心。陈虎又给了村长一些银子，劳烦村长回去之后帮他把修房子的工钱给结了。他忙，没时间回去料理这些事儿啊。秀儿啊，姑爷是个好的，但也不能啥银子都让姑爷出呀。回头你帮娘写上欠条给姑爷。柳杏儿干脆地答应了下来，她已经决定把糕点这一块分一半股份给姜氏，以后糕点这块就让姜氏来担当主力。柳杏儿让陈虎帮她打听什么地方有牛奶卖，陈虎就找到了一处卖牛奶的店儿。这玩意儿是金贵物，有这东西的庄子上都是供给大户人家和几家糕饼店的，但陈虎找了关系，到底还是让人家每日匀出1桶来卖给他。有了新鲜牛奶，柳杏儿可发挥的余地可就多了。牛奶饼干、双皮奶、牛奶布丁、奶油、牛奶蛋糕、牛奶面包，这几天把几个孩子的嘴都吃歪了，就连顾太医也跟着长膘。柳杏儿的铺子装修已经彻底完成了，但是还没去算开张的时间。家里的房子也修好了，柳杏儿就惦记着去庙里算算日子。陈虎忙着训练湘勇，于是便让宋老三和谭墩子送娘儿2个去娘娘庙。哎，算命看风水找陈半仙儿啊，不准不要钱。哎呦，这位大嫂，我观你面色红润，最近是要有好事发生啊，只不过嘛，会有些波折，若是处理不好，有可能会痛失良机啊。套路，全是套路。你算的不准，你就是个骗子，大家可别在他这里看。嘿，看见熟人了，竟是穿金戴银的柳桃和黄氏母女。这个老头，我看他生意不好，怕他饿死，就带着闺女来照顾他生意。结果他呢，他咒我们一大家子人不得好死。明明我们前面找人算过，我儿子前途无量，是文曲星下凡；我女儿福气满满，将来妻贫夫贵，也能高聘加身。我天生就是老太太命。结果这个骗子竟说我家所有人都不得好死，这明显就是想骗我们的钱化解。你家这个死局呀，化解不了。柳杏儿一听这话，顿时眼睛就亮了。娘，我们就找这个先生，这个先生慧眼如炬。可是杏儿，他行吗？必须行。这个先生能这么直言不讳，可见是个有啥说啥的。而且柳家人坏事做绝，不得好死，不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吗？两人吵吵急眼了，就去捡了石头要砸那风水先生。柳杏儿连忙让谭墩子和宋老三去帮忙。臭娘们找打是不是？宋老三上去就薅了黄氏的衣领，把他甩出去，再一脚把柳桃踹飞。你们不算了就滚，给老子让路！黄氏母女看到宋老三，顿时吓得跟鹌鹑似的，慌慌张张的跑了。哎呦，你这个小妇人早就该死了。姜氏一听，脸顿时绿了。娘，先生也说的没错，
您想想是不是？说完，他就放了一锭银子在布上。先生，那您说说，我这死劫是过了还是没过？你这命不该这样啊！看八字呢，你是该早死的命，但是看面相呢，你遇了贵人插手，命运呢拐了个弯儿。不过老夫的功底浅薄，看不出你以后的命运。我本也不是来算命的，命运如何，我一个凡人也改变不了，无论好坏，都是自己的人生。哎呦，这位娘子既然不是来看相算命的，是想看风水还是想看日子？我是来看日子的，我家有个铺子，想看看开张的日子，还有个宅子，想看看搬家的日子。只是粗略算算还是精算啊？自然是精算。精算呢就20两银子，老夫得去实地看看，然后再帮你们定日子。这期间呢，老夫的吃住你们要管，还得给我置办一身信，看2套就要置办2事。江氏听到20两银子的时候，明显犹豫了，但柳杏儿一口答应了下来。不知先生如何称呼？江湖人称鱼半仙儿。不会有这么巧吧？先生可会治病？会那么一点岐黄之术，就是不怎么精通啊。哎呦，干咱们这一行呢，多多少少的都得懂点，跑江湖嘛。这么不靠谱，肯定不是顾太医说的那个鱼半仙。电影里演的越是厉害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越不像厉害的人。或许这个鱼半仙就是小老二需要的鱼半仙。你们陈家马上就大祸临头了，得罪了剑南王可没有好下场，给谁烧香磕头都没有用。柳杏儿一把抓住柳桃的手腕，使劲往某个穴位摁去。柳桃尖叫一声，自从上次他被卖进青楼之后，就开始跟陈虎学一些简单的防身法子，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柳杏儿把柳桃给打成了猪头。皇氏看到女儿被打，嗷嗷叫着就要跑来帮忙，然而他忘记了还有个江氏。皇上还没跑拢，就被江氏从身后抓住头发狠狠扯开，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扇。柳杏儿，你现在逞凶，要不了几天，你们一家子都会被剑南王杀光的。柳杏儿抓着他的脑袋，狠狠往地上磕了一下。你是剑南王的谁啊？你是他娘啊，管这么宽，连王爷干啥都安排上了，谁给你的胆子？柳杏儿打累了，他站起来又踢了柳桃几脚。奉劝你以后管好自己的嘴，别随地喷粪，不然啥时候把人得罪死了，引来杀身之祸，你还得怪你的丈父娘归公爹没教导过你。柳杏儿这一顿骂，惹得围观的人一顿哄笑。高兴了？是挺高兴的。你看，你出来一趟就遇到你娘，你娘被打了，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么不去帮帮忙啊？这话就十分伤人，但男人一点都不生气，反倒是轻笑了起来。王爷的贤明远播，随便哪里的人都知道王爷不能惹，惹了就爱杀人全家。剑南王无奈地揉了揉眉心，杀人全家这节儿真是过不去了。你不是要去点长明灯吗？你自己进去找庙住吧，我就在外头等你。杀了。是。